熊熊火光点燃了夜幕，厮杀之声、惨叫声不绝于耳。城楼下的护城河上飘着数不清的尸体。林初夏站在城楼下，满目苍然，身上的甲胄已经残破不堪，一支利剑破空而来，穿过他的胸膛，鲜血喷涌而出。陆凌天，林初夏不敢置信地看着策马而来、意气风发的东林四皇子齐王陆凌天。他俊美无双，一身玄色铁甲，头戴金冠，绣着暗色的蟒龙纹，宛如天神降世。可他的手上持着一把弓，却没有箭，一箭穿在心上，微微有些射偏了，鲜血却已然止不住。林初夏直挺挺地站着，眼中却满是诧异。终于结束了，今夜过后，本王便是这东陵的皇帝。林初夏这才注意到，他怀中还搂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正是他的堂妹凌初微。一箭穿心，林初夏心脏绞痛。陆凌天，凌初微，你们怎么会在一起？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若不是为了凌家军，殿下又何苦委屈自己，假装喜欢你呢？陆凌天，你一直在骗我。你知道我为了利用你收拢军心讨好你有多恶心吗？凌初夏，你呆板无趣，本王怎会看得上你？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姐姐，要不是看在你还有些用处，你还真以为你能活到现在啊？林初微含笑着看着眼前这个夺了他无限风光，夺走了他一切荣耀的女人。这些年他恨得牙痒痒的，终于等到今天可以扬眉吐气了。你父兄真是蠢透了，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难道我父兄的死也是你们干的？他们不死，我爹如何能继承府邸？其实这事儿全家都知道，包括祖母。当年送你去安堂，不过是祖母念在一点血缘关系，留你一条小命罢了。你凌初夏手捂着流血的伤口，一直挺着笔直的腰，终于佝偻了下去。身后即是城墙，他已是退无可退，全凭意志支撑着最后一口气。凌初微，你说清楚。要不是看在你还有些用处，祖母怎么可能留你在凌家？你那叫白纸的丫鬟也是祖母命人打死的，可怜她一心为你，你却以为她要陷害齐王殿下，最后还中了毒，才被祖母处决。她死的时候还一心想要带你离开呢。凌初微看着眼前的女人，笑得越发的开心了。6年谋划，不过为了今日。凌初微觉得她终于得偿所愿，踩在了这个女人的头上。凌初夏则是越发的绝望。原来所有亲人的死，都是他所谓的至亲之人干的，而他竟然还傻傻的把堂叔一家当至亲。凌初夏看着陆凌天，目光迸射出了强烈的恨意和屈辱。为了自己的愚蠢，像个傻子一样被人玩得团团转。陆凌天，这些事情你都知道，是吗？是。果然。陆凌天，我只问你，
你当真对我没有半点真心？没有，我怎么可能对你这种废物有什么真心呢？就是看你长得不错，哄哄你，没想到还真有大用处。陆凌天眼中冷漠，一字一句绝情无比。这句话无情如利剑，再次扎中了林初夏的胸口。他凄厉地狂笑起来。冷风呼号，战士们的厮杀还在继续。其实他们已经一败涂地了。城门大开，铁蹄入京。今夜一战，明日的陆凌天便是东陵国的帝王了。动手吧！陆凌天仿佛看什么垃圾一样，挥手让身后的铠甲侍卫上前。对了，忘记告诉你了，还是我亲自设计你和王爷相遇的呢。我们早就在一起了。他每次去将军府，其实都是为了见我。明日，我就是东陵的皇后，而你将抛尸荒野。这一次，终于还是我赢了。你们这对狗男女，你们不得好死！林初夏用尽最后的力气扑过去，可却被侍卫一脚踹开，鲜血顺着嘴角向下流。已经没有了生路，死门又在哪里？林初夏悲痛欲绝，只可怜因为他信任眼前之人，却害得那些真正为他好的人惨死黄泉。他还有什么面目去黄泉见他们？对不起，对不起，陆凌天，林初薇，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林初夏用力地拔出胸口的剑，鲜血喷涌而出，而他则重重地往地上倒去。小姐，小姐，你醒醒！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喊声。林初夏豁然睁开了眼睛。林初夏想动一下，却发现手脚都被绑着，他有些呆滞了。这是什么地方？他不是死了吗？小姐，你醒了，你怎么样？一张年轻带着些许稚气的脸庞在眼前放大，熟悉到刻骨铭心。林初夏瞳孔紧缩，茫然的思绪渐渐的也变得清晰起来。白芷，他竟然没有死，竟然回到了16岁那年，一切都还没发生的时候。那年，剿匪的四皇子陆凌天带兵到山寨救了他们，一场英雄救美却成了一世之伤。他到底是有多蠢，才能把那样冷血的伪君子奉若神明？陆凌天，我林初夏又回来了。这一世，我绝不再受你蒙骗。我要你和林初薇不得好死。林初夏眼中强烈的恨意吓坏了白芷。小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话？白芷啊，林初夏艰难地动了动唇，声音沙哑，带着难以言说的痛。对不起。小姐，你在说什么呀？没事的，小姐，白芷一直都在呢。不过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救我们？不需要谁来救，我们自救。他挪动身子，将蜡烛打翻，借着那火苗烧断了绑住自己的绳索。白芷愣愣地回不过神来，他觉得小姐似乎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但又说不上来。林初夏站起来，决然说：“白芷，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却见自家小姐冷笑一声，眼底一片苍凉。京中的那些人很想让我们去死，这些官兵来者不善，要是被他们救了，我的名声也就毁了。回京之后一定要听话，不要相信任何人。他们要害我们？白芷倒抽了一口冷气。老夫人本来就不喜小姐，自从老爷和夫人去世以后，二房继承了家业，就更不想让小姐回京。难道这次绑架也是算计？小姐，那我们还回去吗？要不我还是回安堂去，虽然过得清苦，但也挺开心的。不，我要回京。凌初夏咬了咬牙，远望着京城的方向。前生所有的悔，就让他用今生来弥补。这一世，他半步都不会再走错。不回去，如何复仇？前生所有的悔，就让他用今生来弥补。这一世，他半步都不会再走错。不回去，如何复仇？好，我陪着小姐。主仆两人携手前行，从天黑走到天明，才到了一处距离京城很近的木陵镇。这里距离京城还有2天的路程，陆凌天没找到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先回京城去。接下来的路他们要自己走。白芷，等一下你先去买量身的男装，我到前方客栈里等你，洗漱一下，买2匹马再走。凌初夏坐在路边的馄饨摊上，一边对白芷吩咐，另一手去包袱里面取碎银子。两人风尘仆仆，早已经是一身狼狈。刚入镇上的时候，连头发上都有草屑。这个样子若是回到京城，怕不是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死。忽然白芷脸色一白，小姐，这不是咱们的包袱。解开的包袱里面装的不是临行前准备的换洗衣服和备用的银子，那包袱里面有夫人给小姐的遗物，丢不得呀。层层衣服里面包裹着一本账本，只有密密麻麻的数字，书中还夹着一块薄的铜片，上面刻着繁琐的花纹，似是什么信物。下面的东西让凌初夏瞳孔一缩，连忙盖了起来。除了那一摞银票之外，那账本后面的印记竟然是江南府。凌初夏小心地取出香囊里面的铜板，凑齐了饭钱放在桌上，小心地抽出一张银票给白芷。去买衣服，我在前方客栈等你。白芷点了点头，去买衣服。凌初夏坐在摊子上细想，山里火，2个包袱，黑衣男子。他猛然反应过来，那个黑衣男子跟我取错了包袱。一个人冒险去山寨取东西，那这里面的东西必然对他十分的重要。他虽是凌家长房嫡女，但父母双亡，只是一介孤女。陆凌天就算有心算计他，好歹也是当朝的王爷，身份尊贵，不至于为了他亲自去一个土匪窝。凌初夏微微地眯起眼睛，不合理的地方合理了。看来当初陆凌天救他只是顺手，真正的目的就是这个东西。前世他被陆凌天救下，他就问过他们有没有见过别的什么人，而他慌了神儿，哪里知道什么。至于外面早就传遍了，他被土匪劫持，无人敢上门说亲。府上那些人打的不就是这主意吗？只要她嫁不出去，就没有借口和理由拿回娘亲的嫁妆了。她的母亲当年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门的时候亦是10里红妆。随着父母葬身沙场，母亲的嫁妆也被祖母以她年幼为由代为掌管。可他们怎么是代为掌管的呢？分明就是欺她年幼，妄图私吞。
娘亲的嫁妆沦为了那些吸血鬼的私产，养活着那一大家子的吸血鬼。林初夏深吸了一口气，将东西包好。如果这东西十分的重要，那么那个人一定还会找的。上了男装，又找小二买了2匹马，一定要快马加鞭，在那些人之前赶到京城。若是晚一步，被那些人到处宣传林初夏被土匪劫持，那她身为一个姑娘家的名誉可就全毁了。太阳高升，街上的人熙熙攘攘也开始多了起来。出事了，出事了！一辆马车疾驰而至，车未停稳，便有2个嬷嬷跳下来，从外面嚷嚷着到了门口，嗓门之大惊动了周围的生意人，却是丝毫不避讳众人。大小姐被土匪给抓走了，跟咱们要赎金呢，赶快去告诉老夫人。生怕别人听不到一样。这都2天了，别出什么事情。林初夏冷笑了一声，从人群中走出来，手中的马鞭狠狠地抽在嚷嚷的嬷嬷身上。嬷嬷被抽得趴在地上，怒骂道：什么东西，竟然！待看清楚来人，嬷嬷的眼睛瞬间瞪得圆溜溜的。大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被土匪劫去了吗？胡说八道！白纸一脚踹过去，将另一个嬷嬷也踹倒在地上，直接踩在身上，不让他们起身。一身男装，头上只别着一根铜簪子，可是仍旧能够看得出是个唇红齿白的妙龄少女。嬷嬷被踹懵了，大小姐明明在土匪窝里，而且大小姐一路上都十分的乖巧听话，怎么突然换了个人似的？不对，你不是我家大小姐，她明明被绑架。林初夏蹲下身子，用马鞭抵着嬷嬷的下巴。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说，我到底是不是大小姐？什么人呢？竟然敢在我将军府门前撒野！管家有些脑满肠肥的模样，一双眼睛绿豆大小，透露出了精明。他连忙招呼家丁，将林初夏团团围住。好，我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府门口可以让人大呼小叫了。刘管家，这刁奴不认识我，你总不会也不认识我吧？大小姐归来，赶快进府，老夫人可想您了。等等，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送到官府去。连我都不认识，就敢冒充宣威将军府的人，造谣生事，说我被人绑架了，好大的胆子！我家小姐乃是将军府的大小姐，岂容这2个刁奴造谣污蔑，还不送官府？刘管家汗流如注。算计大小姐被山匪劫持的事儿，应该是提前安排好的呀。可大小姐怎么就一下逃出来了？啊，大小姐，我们可是二夫人身边的人，你敢？另一个没有挨鞭子的嬷嬷连忙开口。二夫人？难道是婶婶找人污蔑我的？林初夏笑意未入眼底，这可要好好的查一查了。胡说八道，竟然还想栽赃二夫人，还不来人将他们拉下去，把他们送到官府去。这些贱妇污蔑婶婶，我便帮婶婶给这些人一个教训。林初夏灿然的一笑，这笑容在刘管家看来却如同39寒冰。难道刘管家有意见？奴才不敢。小姐还请回府，这里就交给奴才来解决吧。他怕事情闹得不可收场，想让林初夏先进门，可是看热闹的人太多了。哎呦喂，这将军府的小姐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呐，怕不是出事儿了吧？去，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刘管家看到林初夏进门，忍不住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让人带着这位大小姐直接去收拾好的院子。他恨恨地看着林初夏的背影，小眼睛一眯，面上却露出了一丝冷笑。不过是一个孤女，无依无靠的，进了这后宅还能翻出什么浪花？两个年轻穿着绿衣服的丫鬟接替了刘管家的工作，偷偷地打量了下这刚在门口大发神威的大小姐，却不料刚走几步，林初夏就转了方向。大小姐，您……两个丫头慌忙地追赶上来。我刚回来，自然要先去拜见祖母。两个丫头面上露出了为难之色，只听一人说道：大小姐，老夫人不在府中，带着几位小姐去上香了。是吗？原来祖母去上香了，那我们就先回明月阁吧。明月阁？怎么了？林初夏明知故问。大小姐，明月阁是二小姐住的地方，府中给你安排的是临风院。丫头有些不屑地开口，丝毫没有将林初夏放在眼里。你们欺人太甚！明月阁可是我家小姐住了11年的，说让就让了，那可是我们家老爷夫人在世的时候亲自给小姐选的。刹那间，林初夏眼中闪过了一丝冷光，两个丫头反而对白芷趾高气扬。哼，这里是将军府，你一个丫鬟怎么说话的？有没有学过规矩？规矩？原来府中的规矩就是让我给别人腾地方。我若是不答应换呢？你……那丫头正要说什么，见夫人身边的嬷嬷走过来，面露欣喜，连忙去告状。李嬷嬷，大小姐不愿意去临风院，非要住明月阁。林初夏侧头，看到一个面相有些尖酸的妇人走了过来。大小姐，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位大小姐4年不在京城。什么怎么一回事？我还没问你呢。明月阁我从小住到大，怎么就变成了林初微的地方了？林初夏自然认出眼前的这位李嬷嬷，这可是她那婶婶的左膀右臂呢。前世她什么都没说，乖乖地去了临风院，之后更是被这些尖酸的刁女蹬鼻子上脸。大小姐，我奉劝你一句，这里是将军府，不是随州那偏远的地方，就是小姐也得守规矩。来人啊，带小姐去临风院。临风院是府中最偏僻的院子了，又破又小，府中人不多，也懒得修整。我若是不去呢？他怎么能不知道，这只是第一步。他让了院子，再然后一让再让，连命都给让了出去。大小姐，今时不同往日，还请小姐多体谅了。林初夏直接一个巴掌甩在了李嬷嬷的脸上。啊！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一个刁奴也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算什么东西？以下犯上，敢用手指着主子，你有没有规矩？白芷紧跟着林初夏的步骤，可是第一次如此打人，说话漏了几分惬意。但是李嬷嬷被打懵了，没有反应过来。林初夏看也不看，转头带着白芷朝着明月阁的方向走过去。进了明月阁，院中的人基本上都随着主子去上香了，只留下外院粗使的几个丫头。白芷，把这些东西都扔出去。林初夏看着这些东西，眼眶却有些微红。他想爹娘了，他一定要给他们讨回公道。是。白芷进房间，看到这里摆满了女孩子用的东西，
精致无比，一看便知价格昂贵。你们干什么？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就敢闯进来？当然知道了，滚开！人啊，来人啊！丫鬟被白芷推到了一边，几个人面面相觑，直接跑出去喊人。来人的这会儿功夫，他们2个已经将摆放的东西都给扔到了院子中，包括床上的被子，一股脑全部都扔在了地上。大小姐，你疯了吗？李嬷嬷缓过气儿赶过来，目光不善。李嬷嬷知道凌初夏不好对付，派人请来了3小姐凌初瑶。这是怎么回事？随着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来，一个穿着粉色襦裙、彩桐色绣花鞋的女子站在门口，她用粉白色的帕子捂住嘴，不可置信。3小姐，救命啊！院中的几个丫鬟如同看到救星一样的过去了。凌初瑶看到凌初夏，眼中顿时露出了不屑。他见凌初夏一身平凡至极的布衣，加上风尘仆仆所染上的尘土，捂住口鼻，似乎怕沾染了什么脏东西一样。小姐，您误会了，这哪里是乡野之辈，这可是大小姐。三妹妹，好久不见。哼，凌初夏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这不是大姐姐吗？怎么这身打扮？三妹妹怎么还是这般没有规矩？你说谁没有规矩呢？现在到二姐姐院子里发疯的人是你，你才是那个不懂规矩的疯子。我从小就住在这里，怎么就变成了她凌初微的院子了？哼，你还以为你爹娘在的时候呢？啊，你爹娘都死了，现在我爹才是宣威将军，你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孤女罢了，居然还以为自己是我将军府的小姐呢，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是吗？凌初夏语调轻柔，缓缓走到凌初瑶面前。凌初瑶不知道为什么，心底竟然产生了几分惧意。眼前的凌初夏如同从九幽地狱里爬出来的一样，让他浑身战栗。我爹娘也是你的长辈，其实你能说三道四的。凌初夏眼神冰冷，却带着微笑开口，忽然一巴掌甩在了凌初瑶的脸上，一声响，凌初夏下手很重，凌初瑶的脸立刻就肿了起来。鲜明的五指印让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顿时尖叫起来。你敢打我！你敢打我！我为什么不敢？家中怕是没有告诉你，如今将军府满门的荣誉皆是我父兄赚来的。你以为你爹能坐上这位置凭的是什么？是我父兄的死，是圣上对我父兄的垂怜。怎么了？一行人从长廊处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貌美的妇人，虽然上了年纪，却也可以看出年轻时候是个美人胚子。身着一身湖蓝色的裙子，头上却戴着有些不合适这个年纪的长布袄，整个人都显得庸俗了几分。正是这府中的二夫人，也就是现在的这座将军府的女主人。凌初夏看着从那边而来的人，缓缓说道：婶婶怎么来了？应是初夏去拜见您，怎么能劳烦您过来呢？夫人，您看大小姐。娘，她竟然敢打我！我若是不来，这府中怕是都被你拆了。那我刚才的话，二夫人都听到了。凌初夏自然是故意说给二夫人听的，他们把她接回来，打的什么主意？难道她能不清楚？不过是温贵妃想起来了她，所以才急匆匆地把她从随州接了过来。在军中经营了几代，可惜父兄英年早逝，
二兄又是平庸之辈，导致凌家旧部一盘散沙。可是数代经营，军中关系不容小觑，所以圣上才会让他做个有名无实的宣威将军。大丫头好大的威风啊！二夫人从来就不喜欢凌初夏，当年她母亲在的时候压她一头，看着这跟母亲神似的容颜，她从心里就厌恶。谁说的哪里话？这府中的下人出言无状，我也不过是教训他们一下而已。凌初夏说着委屈，可是脸上却没有半点的悔意。初夏离京4年，竟是不知道连自己的院子都被人给霸占了。什么叫霸占？这是哪里的话？你之前搬去随州，这院子总得换新主人吧？这府中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二夫人眯起了眼睛，不悦地看着凌初夏。婶婶说的是，可怜初夏无父无母，只想要回父母给的院子。本以为婶婶会为我做主，没想到那初夏还是不回来的好。你这丫头是不是知道了什么？若非温贵妃，她怎么会把这个扫把星给喊回来？这件事情她不是知道了什么吧？婶婶，这院子是娘亲给我选的，也是初夏唯一的念想了，还请婶婶成全。你二夫人正要怒骂，却被旁边的桂嬷嬷给拉住了，低声在耳边说了什么。二夫人压下了心头的怒火。那你就住在这里吧，反正也住不了几天。谢谢婶婶。凌初夏笑着开口，看着还愣在原地的一群丫头。一个个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派人把这里收拾了？我要休息了。母亲。凌初瑶有些不可置信，不知道嫡母为什么要让着这个扫把星。你看这野丫头，她敢打我！初夏，地方你夺去了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打人？你好歹也是我将军府的小姐，怎么能这样粗俗无礼？凌初瑶她太没有规矩了，婶娘教导初夏不敢说什么，但是如我父母兄弟者，我凌初夏见一次打一次。三妹妹可要管好自己的嘴了，不然下一次可不是打一巴掌这么简单了。你凌初瑶嘴上说，可是却不敢动手。她再傻也看出来了，凌初夏和她带回来的这个丫头是会武功的。够了，别吵了，吵得我头疼。初夏是你大姐姐，你要恭敬着点儿。看似在给她做主，却丝毫没有斥责。看着这样的二夫人，凌初夏的心中却丝毫没有了任何感觉。这既然不舒服，那就早点休息吧。待会儿我会让人将这些鸠占鹊巢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置办新的。相信婶娘也不会吝啬给初夏的吧。婶婶累了吧？这院子我自会派人打理，就不劳烦婶婶了。二夫人被堵得说不出话，搭着桂嬷嬷的手咬牙道：我们走。娘，夫人，就这样放过他了？你就在这里，派人将初薇的东西先放到我院子里。是。放着做什么？还不收拾？看着不多时便已经清空的屋子，屋里的丫鬟都退了出去，院子里只剩下她和白芷2个人。所有的人都忙着给凌初薇布置新的地方。小姐，这样闹真的不会有事儿吗？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什么？他们现在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策划了这么久，少了他可不就是亏大了。房间内现在空荡荡的，李嬷嬷做的也十分的绝，只剩下了没办法移动的床，
剩下的被搬得干干净净。这怎么住啊？白芷恨不能将他们拖回来打一顿。正合我意。林初夏微微的一笑，解开包袱，那账本下面一摞银票轻点了一下，当真是一大笔钱。咱们有钱可以自己买不是？更何况为什么要咱们出钱呢？你只管去，让府中结账。可是他们要是不结账该怎么办？你就放心吧，你大张旗鼓的去铺子里面，一定要买现成的，让他们今天必须送到，闹得越大越好。林初夏知道，若是闹开，难堪的只能是二夫人罢了。夫人别气，大小姐虽然不知道怎么跑回来，没有中计，可是闹差了名声自然是最好的。也是，这丫头丝毫不知道收敛的样子，让她猖狂几天也好，等过几天过了门，她就知道好歹了。想到林初夏说的那些话，二夫人就恨得牙痒痒的。母亲和初薇什么时候回来？老夫人这节骨眼儿带着初薇小姐去上香，就是故意晾着大小姐呢。这样也好，就是等小姐回来了，看到院子被占了，怕是要生气。桂嬷嬷低下了头。二夫人闻言皱了皱眉，正要说话，见贴身的丫鬟匆匆过来。夫人不好了！什么不好了？大小姐从外面丢了很多的布匹、床幔还有桌子什么的，那些商户都来府中结账，刘管家找您呢。什么？二夫人一下子就从凳子上起身。大小姐已经把东西全部收下了，还买了几个丫鬟，正在收拾东西呢。哦，去看看。桂嬷嬷连忙扶着二夫人去了。刚走到内门，便见不少生面孔正在搬东西。外门负责的刘管家正跟几个面熟的掌柜在说什么。怎么回事？哈哈，夫人，这都是您家大小姐要求我们送过来的，您看看账单，给我们结一下啊。几个掌柜看到二夫人，立刻都笑了起来，这可是大单子。嘿嘿，您府中的千金回来，应该早点给我们打一声招呼。您看，这准备的太匆忙了。什么我府中的小姐？那贱丫头算什么小姐？夫人，您看这怎么办？都逼到了门口，东西都进了府，这府中的颜面也不用要了。刘管家冷汗津津。1500两，他都买了什么？啊，回夫人，在我家订了桌子、床榻，还有匹配的一应配饰。这里是清单啊。这是我们家的，有贵的成衣和布匹，还有些下人的衣服。死丫头，她还敢蹬鼻子上脸了，好大的胆子！一走过去，走进了内院。夫人，等等，还等什么？你仔细想想，这大小姐刚刚回府，闹这么大张旗鼓，外面的人还以为我们苛待她了呢。忍这一次，以后温贵妃或者旁人问起来，咱们也有理由指责大小姐的不对。夫人若是恼火，就断了她的月例，告诉她日后若是府中采买，必须要有令牌才给结账。这可是1000多两银子啊！二夫人不是不明白，可她气得心肝疼，加上被林初夏糟蹋的东西，前前后后搭进去一大笔钱了，这真的是个丧门星。嬷嬷，你去告诉大小姐，提点她，将军府不比以往，切忌骄奢淫逸，养成不好的习性，败坏将军府的名声。桂嬷嬷应声转头去了大小姐的院子，之后见几个面生的丫头，显然是新买来的，都不过13、14岁的年纪，刚换了统一的衣服，正在收拾房间。大小姐，
凌初夏正躺在贵妃椅上闭目养神，桂嬷嬷喊了一声，凌初夏睁开眼，看到是桂嬷嬷，眼中闪过了一丝冷意。原来是桂嬷嬷，怎么了？这是大小姐今日的账单，您这刚回府中，便如此大手大脚，让其他人怎么看将军府？还希望大小姐自重。怎么？我爹娘留下来的钱，二妹妹、三妹妹花得，我就花不得？桂嬷嬷被堵了回来，心头一凛。当然不是，只是这府里还是得有规矩，所有采买一律要上报府中，不可随意开销。这是自然了，若是一切准备妥当，我也不会这么做。凌初夏似笑非笑，又讽刺了府里什么也没为他准备，让桂嬷嬷无话可说。这确实是下人办事不力，那小姐就好好休息，奴才就告退了。凌初夏轻轻的一笑，目送桂嬷嬷到了门口，看院中已经基本收拾妥当了。小姐，这卖身契都在咱们手里才安全，只是这吃食，您要开小厨房，老夫人真的能同意？你把人都叫过来吧。小姐，人多眼杂，我就买了这几个人。这是卖身契，您看看。白芷数了数，一共是1个厨娘，3个丫头。既然我买了你们，在这府中的待遇，我也会都给你们。我只要你们记住一点，你们是我凌初夏的人，若是有吃里扒外的，别怪我不客气。是。4个人有些瑟瑟发抖的，特别是3个小丫头，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刚进了牙行就被白芷给挑到了这里。这高门大户的规矩，他们都只是听过。你做饭怎么样？凌初夏看着那厨娘，翻了一下卖身契。这厨娘看上去倒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人，眉眼瞧着不说话，似乎也带着几分笑意。只是这厨娘，秦王府卖出来的。小姐，桂嬷嬷来了。白芷小跑着进来，在凌初夏的耳边说道：大小姐，夫人让我告诉您，老夫人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话音未落，桂嬷嬷就已经进门了，丝毫不等凌初夏的回话。桂嬷嬷的目光在屋内扫视了一圈，看着屋里不过短短的一夜，却已经变了模样，完全不同于二小姐在的时候了。我知道了。凌初夏的脸上虽然带着笑容，可是桂嬷嬷却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笑容里的寒意，皮笑肉不笑的，让人有几分心惊。白芷，替我送一送嬷嬷。小姐，咱们要去迎接老夫人吗？当然要去接，还要热情的去接，不然怎么让别人看出来我的孝顺呢？哼！凌初夏收拾好自己，前去迎老夫人。很快，他就看到老夫人一行人，老夫人走在前面，二夫人在旁正说着些什么，而凌初微则是跟在身后。祖母，孙女好想你呀！起来吧，你也是大家闺秀，怎么能这个样子？有失体统。孙女只是太想您了。凌初夏早已经不会为了这种话而难过了，抬眼之间，泪水弥漫了双眼，声音带着几分哽咽。祖母，孙女在随州谭安堂为府中祈福4年，日日为祖母祈祷，希望祖母长寿安康，还特意为祖母缝制了新的百寿图，
只可惜孙女回来路上给丢失了，想到这里就难过不已。闻言，老夫人神色缓了几分，但眼底仍有一份忌惮。路上，二夫人已经派李嬷嬷将凌初夏回到府中的事情给说得清楚了。老夫人知道这是个不服管教的。好孙女儿，来，到祖母身边来。老夫人叹了一口气，果然祖母还是疼爱孙女儿的。看到祖母如此疼爱，我爹娘在天有灵，必然也倍感欣慰。丫头命苦呀，来，跟祖母好好说说，这些年在随州如何啊？祖母，孙女儿离京4年，这府中变化好大，孙女儿一时间都没有认出来呢。我昨天回来，居然有2个人竟敢冒充将军府的人，说是奉命去接我，而我在路上被人劫持了，你说好不好笑？竟然有这种事情！老夫人的眼中闪过了寒光。二夫人这蠢妇做事实在是太不严谨了，手下办事不力。若不是我及时赶回来，还不知道这京中要传出什么流言呢。那2个人怎么样了？送官了吗？送官了。但是我知道那些人肯定是打死不认的，所以直接让白芷抽断了他们的脊骨，叫他们诬陷二婶。好，他们说自己是二婶的人，我才不相信呢。二婶若是要害我，怎会用如此低级还有卑劣的手段呢？二婶，您说是吧？是，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泼皮无赖。二夫人脸色一白，咬牙应道：“她还真不知道凌初夏下手这么狠。”是啊，都是一家人。初夏回来了，日后你们姐妹们要和睦相处，不要信了旁人的挑拨。是。凌初夏含笑应下。福安堂内点燃的檀香散发着淡淡的味道。初夏，你二妹妹初薇如今是京中闺秀中的佼佼者，礼仪容貌无可挑剔，你可要多学着点，不要丢了我凌家的脸面。老夫人眼睛向上一翻，似是警告地看着凌初夏。祖母是夸大了，我一直在闺阁里比不上大姐姐，一直在外养着，我才应该和大姐姐好好长长见识呢。哪里，二妹妹在京城出落得这么聪慧，我是该学学。凌初夏袖中握紧了拳头，指甲掐入肉中，疼痛让自己清醒地挤出和善的笑意。凌初薇，好久不见。他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才克制住眼中的恨意。当初凌初夏离开的时候，她还只是个没长开的黄毛丫头，如今竟然容貌这般的出色。行了，都见过面了，你们都下去吧。凌初薇已经往明月阁的方向走去，让二夫人一惊。她还没来得及告诉凌初薇院子的事呢，但是晚一步已经被凌初夏叫住了。二妹妹，怎么往明月阁走啊？是不是想来我院子坐一坐，听我聊一聊随州的见识？月阁，明月阁怎么成了凌初夏的院子？那可是他的地方。凌初薇的脸色已经变了。要不要一块去啊？我可是把明月阁重新收拾了一番，现在啊，那院子可是焕然一新呐。凌初夏，
初薇可是你的二妹妹，你住了她的院子，可别蹬鼻子上脸。那本来就是我的院子，只是暂借给二妹妹罢了。现在我回来，当然是我住着。这蹬鼻子上脸的，应该是另有其人吧？二夫人怒极，凌初薇却已经开始发抖了。她听明白了凌初夏的意思。明月阁彻底成了凌初夏的院子，凭什么？既然二妹妹没有空，那我就自己回去了。说完，凌初夏也不管身后之人什么心情，转身就离开了。凌初薇发出了一声尖叫声。不，凌初夏，你站住！怎么了，二妹妹？她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哦，对了，明月阁里放了很多东西，理不清，我就将东西都扔出去了。若是损坏了什么，二妹妹可要记得告诉我，我好买了赔给你。凌初夏，那是我的院子，你都在外住了多久了？难道以为这里还是你家吗？凌初薇装不下去了，彻底原形毕露。凌初夏却笑得更加灿烂。怎么不是我家呢？只要我凌初夏一天姓凌，这凌府的大门就得给我开啊！你个贱！初薇，冷静一些。看来妹妹的心情不好。婶婶，那我就出门逛一逛，免得留在府中碍眼。凌初薇恨不得撕了他。凌初夏头也不回地离开。他前脚出了院门，就听到后面传来凌初薇的质问：娘，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凭什么？凌初夏嘴角高扬，这算什么？后面还有的玩呢。小姐，你这般挑衅，他们真的不会赶我们出去吗？白芷不由得有些担心，毕竟小姐这般高调，刚才气得二夫人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当然不会了，他们不舍得我走，所以无论我怎么作，他们都得忍着。这次他回来就是因为温贵妃想要替儿子陆凌天收拢将军旧部。如今皇后无所出，太子还没有立，这京中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早就开始占位了。凌家虽然如今落魄，连宣威将军的名号都让二房继承了。百凤楼主叶寒霜更是个神秘人，没有人看见过他的真面目。传说他奇丑无比，所以常年以面具遮脸，从不示人。我的东西呢，叶楼主？你手中的账本是江南府今年的税收账本，而秘密送账本进京的人已经死了，各方人马都在找账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杀了知道内情的人。江南府的账本何须秘密进京呢？现在你知道你手里的是什么了吗？小姑娘，若是被旁人知道了东西在你手上，怕是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东西在我手中也没什么用，那么我很想知道叶楼主属于哪方的势力。电光火石之间，凌初夏想通了所有。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怎么可能扳倒齐王陆凌天，又怎么能够在京中势力中周旋下来呢？没想到一个小女子竟还有凌云之志，还想代表林家投靠哪一方势力？小女子一介孤女，并无凌云之志，更无法代表凌家。我想查清楚当年我父母兄弟遇害的真相。真相？叶寒霜起了些兴趣，看着眼前的女子，明眸皓齿，算得上一个美人。不过这京中美人要多少有多少，能让他感兴趣的却不多。对，4年前，我父亲身为统帅，数十年如一日，却忽然导致幽州失守，而我的哥哥却在3天后率军夺回了幽州，
战死在幽州。难道这中间没有蹊跷吗？凌初夏看着眼前陌生的男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勇气，他想要让男子相信他，需要有人跟他并肩作战。就因为这样，就凭你手中的账本？我想和你们合作，自然要有相应的资本。我当然知道，一本账本远远不够，想让我拿出诚意，也要看看你们的实力。叶寒霜一手抬起了凌初夏的下巴，这张脸还是可以用一下的。我自然会让你看到我的价值。半个月后，宫中大宴，便会为皇子选妃，这也是我能够从随州回来的原因。温贵妃觉得我有价值，那么这个价值自然也能为别人所用。叶寒霜眯眼，眼前的凌初夏一双眼睛明亮而倔强，还是个才16岁的孩子，不应该有这样的眼神。好，我拭目以待。一言为定，我必然不会失约。下次相见，也请叶楼主能够物归原主。凌初夏离开了房间。主子，账本没有拿回来吗？一个青衣男子进门，看到叶寒霜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不由得低声问道：明天吧，你去查一下这4年来这位林家小姐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子想要帮她吗？陆七，晚上让叶海去拿账本，一切按照原计划行事。齐王素有贤王之名，看上去淡泊无争，若不是这次江南府的事情，还真不能想象他会要这个账本。不过主子，咱们真要送这份大礼给齐王吗？当然要送，不送怎么让宫中那几位看到他呢？行了，我要回王府了，老四明天还约了我去游湖呢。你把这边安排好，尽快回王府。是。茶楼里，等待的白芷坐立不安，看到凌初夏才安下心来。怎么去这么久？看着桌上几乎没有动过的东西，凌初夏有些心酸，脸上却露出微笑来。等我做什么？不是让你先吃吗？赶快吃了饭，咱们出去买点衣服好不好？两个人回到府上，已经是日落西山了。等候的李嬷嬷看到两个人，看到他们手上的东西，阴阳怪气的。我说大小姐是从来没有逛过街吗？这个时候才回来。李嬷嬷来了。大小姐，这里可是宣威将军府，可不是随州那乡野之地。您要知道，大户人家的千金不是能够随便出门的。那你是特意来告诉我的？凌初夏看了一眼紧闭的明月阁，便知道这新来的丫鬟做不了主。主人不在，连门都不让她进，真是干得漂亮。奉老夫人之命，特意来教小姐规矩，怕你养在乡野之地时间久了，染了一身的粗俗气，到时候出门丢了府中的颜面。李嬷嬷一口一个乡野之地，不屑和鄙薄都不屑隐藏。凌初夏冷眼看着他，白芷上前敲门。这位嬷嬷在院子门口骂了一下午，这娘子让关了门，就任由她在外面骂。看来嬷嬷这张脸怕是不想好了。你想干什么？这可是老夫人的命令。时间不早了，嬷嬷还是早点休息去吧。凌初夏像是看什么垃圾一样的看了他一眼。你的，告诉你，再说一句，别怪我割了你的舌头。你臭丫头，你说什么？哼，我可是个乡野之地来的，一身的粗俗气，我可不怕你。你威胁谁呢？少给我来这套！你接着在门口喊，最好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一个仗势欺人的老奴才在这里装什么。
我家小姐那是林家的大小姐，你一个奴才，在这里摆威风。在随州，民风开放，他们在安堂里，师傅是个性格清冷的人，几乎不怎么管事情。但附近常常有泼妇上门，他从来没有吃过亏呢。李嬷嬷气得心脏病都要犯了，旁边有小丫鬟扶着她，生怕她出了什么事情，带着她离开了。白芷出了一口恶气，回到房间看凌初夏在喝茶。那个老嬷嬷就是欺软怕硬。你呀，你别把她给气出病来就好了。啊，今日郑娘子他们几个做得很好，你拿些碎银子打赏他们一下。啊？恩威并施才是最重要的。这府中咱们孤立无援，虽说他们也只能效忠我们，但是总要有甜头才不会背叛呢。白芷想通了其中的关节，点了点头，去锁着的首饰盒里取了些碎银子，出了门。吃了晚膳，夜色很快就沉了下来。凌初夏虽然有些困了，却强打精神，不敢睡觉。翻看着手中的账本，还有那个铜片，凌初夏困得打了个哈欠。烛火早已经熄灭，忽然听见了外面响起了布谷鸟的叫声，立刻精神起来。房门极快地打开又关上，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屏风处，却并未进内室。凌小姐，在下陆七，奉我家主人之命来取东西。一个蒙着脸的男子声音响起：这是你们要的东西。多谢。我家主人让我提醒凌小姐一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曾经出现在山寨，即使有人追问，也要矢口否认。我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山寨。我别的东西呢？不清楚。对方转身便离开了，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翌日一早，天微微的亮，凌初夏早早的起身去给祖母请安。祖母越是不想看到他，他就偏要去。凌初夏刚进了福安堂的门，院内还十分的安静。看到凌初夏，院中的侍女都愣了一下，连忙迎了上来。大小姐来得这么早，老夫人还未起身。那我在院中等等就好。平日祖母什么时候起身呢？院内走出来一位老嬷嬷，对凌初夏行了个礼。大小姐刚回来，可能不知道，老夫人年纪大了，只想礼佛。日后您只需初一15过来，剩下的日子就不必来请安了。初夏不懂，打扰祖母了。见凌初夏如此知礼有孝心，嬷嬷也不禁心头激动，忍不住的提醒：大小姐怎么这身打扮？今日可是有各家的游湖聚会，难道二小姐没有邀请您吗？凌初夏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冷光，她当然记得，这是她回凌家之后第一次被设计，在外面丢人现眼。游湖？是啊，二小姐怕是也想给您赔个不是。这都是自家的姐妹，只是一个院子的事，哪里来的什么隔夜仇？姐妹之间说开了就好。正好也让二小姐带您出去瞧瞧这京中多年的变化。二妹妹什么也没跟我说。嬷嬷一愣，可能是二小姐忘了，小姐赶紧去吧。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这打扮会不会给凌府丢脸啊？大小姐花容月貌，这身打扮也是合适的。心下却一沉，二小姐这么算计大小姐，完全不顾凌府的门面，也太不体统了。凌初夏的神色冷了下来，这身装扮适合什么？是等着她去丢人现眼，给凌初微当绿叶吗？但表面上凌初夏还是笑着点头，转身离开了福安堂。回到院子不多时，一个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小丫头就进了门。
大小姐，我家小姐请您出门去玄武湖游船。丫头连理都没有行，对着林初夏说完就转身离开了。一个丫鬟不值得计较，跟这样的人生气，早晚都得气死。小姐，可这也太目中无人了。这府中又有谁把咱们放在眼里了？好了，收拾一下，咱们去看看他们要耍什么花样。将军府的门口，因为林初夏要出门，马车早早的就准备停当了。天气都热了，那个土包子怎么还没来？姐姐好歹从小在京中长大，才走了4年，必然会得体的。也就你觉得他会得体？看他那土样子，哪里有什么衣服首饰呢？也不知道他算什么东西，还不过来？不来就让他自己去。三妹妹还是耐心的等等。小姐怕是不知道呢，我去的时候，大小姐那还是一身粗布衣服，更别提收拾了。您也是好心，都不怕丢了咱将军府的脸面。凌初微听到身侧的丫鬟这样讲，心下更加舒坦了，面上却带着笑意。不多时，就看到林初夏姗姗而来。劳烦两位妹妹等候了。林初夏看着两个人，轻轻地笑了一下，美人一笑，倾国倾城，看得在场的人都有些恍惚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土包子吗？如此美人，怕是二小姐都比下去了，何来的土气？那我们赶快出发吧，别耽误了时辰。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玄武湖出发。上次来这里还是哥哥带着他和弟弟一起来的。大姐姐，李小姐在湖心亭设置了宴会，这游了湖，时间刚刚好。凌初微一副大家闺秀好姐妹的模样，笑语晏晏地开口介绍。湖心亭宴会，她被百般刁难，最终陆凌天帮她解了围。想到这里，凌初夏神色也冷淡了几分。土包子！凌初瑶白了凌初夏一眼，也分不清楚是嫉妒还是羡慕。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凌家小姐们，打扰了。一个悦耳却再也熟悉不过的声音传入耳中。凌初夏手在袖中紧握着，指甲掐进肉里，才没有让自己变了神色。见过齐王殿下。众人弯腰行礼。凌初夏控制住神色看过去，只见为首的是两个面如冠玉的男子。为首的男子玄色衣衫，一双桃花眼潋滟生波，面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如玉一般的温柔。可凌初夏知道，那张脸下面到底藏着什么恶毒的心思，是陆凌天。齐王殿下怎么会在这里？湖心亭有宴会，我也收到了请帖，就拉着三哥出来看看热闹。说话间，陆凌天身边的另一个男子咳嗽了2声，他便是陆凌天口中的三哥，三皇子陆林寒，脸上却十分的苍白，带着病弱之态。只可惜这样一个美男子，不仅病弱，还是个双腿不能走路的残疾人。平王殿下好。两位殿下真是巧了，我们正是要去湖心亭。我这姐姐多年不曾回京，便想看看这风景。不嫌弃的话，两位殿下不如一起游湖。这位就是你刚回府的姐姐吧？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艳。不同于凌初微的弱柳扶风之美，而是一种英气耀眼的美丽，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陆凌天本以为前任宣威将军之女会是个粗俗的武将之女，没想到竟有这般的好颜色。是，这是我大姐姐大伯父的女儿。凌初微看到陆凌天的惊艳之色，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满，却很快地掩盖住。那好，
我们也许久不曾游湖了，正好一起看看这风景。大小姐幼年在京城长大吧？来这里游湖，怕也是故地重游。多年不曾回京，京中倒是没有什么变化。这里闷，我去外面透透气。这也打断了陆凌天接下来的话，让陆凌天感觉到尴尬。两位殿下，玄武湖的风光秀丽，不如我们也一起去看看风景吧。也好。见他们走了，陆凌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意。陆熙，盯着点儿，今日热闹了。陆凌寒的声音有些刻意的压低，若是凌初夏在这里，必然能听出来，和叶寒霜的声音一模一样。是，主子。陆七笑嘻嘻的开口。这凌姑娘真的有意思啊。陆凌寒横了他一眼，咳嗽一声，暗含警告。随即他的声音变得清冷温柔起来。走吧，我们也去看看。陆七笑了笑，推着轮椅也上了甲板上了。这玄武湖风景秀丽，快到端午节了，湖面上的画舫很多，十分的热闹。甲板上就见凌家二小姐正在和陆凌天说着什么，而陆凌天的目光一直在凌初夏的方向，而凌初夏一脸的不耐烦。平王殿下。凌初夏看到陆凌寒上来，似乎是终于解围了，松了一口气。凌初夏想走，被凌初瑶一把拉住。姐姐，从船尾看到那边的礼峰更好看呢，我带你去看看。这个庶女惯会作妖，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姐姐，你瞧那边卖的。凌初夏回头，眼尖的瞧见那里藏着个人，穿的是下人的衣服。啊，哪里呀？这边。凌初瑶扯着凌初夏越发的用力，靠近围栏，忽然用力推着他的后背，想将他推下去。只听一声尖叫，从画舫的柱子后面，一个下人直接冲了出来，扑通一下跳进了湖中。啊，不好了，不好了，大小姐落水了！凌初瑶的贴身丫鬟秋萍尖叫了一声，整个湖面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哎，有人落水了！别的船上似乎有人想要自告奋勇下去救人。听到大小姐落水几个字，凌初夏站在船尾，看着那在湖中挣扎的粉红色身影，而刚跳下去的下人正朝着他游过去。这会儿的功夫已经把他给捞起来了。哎呦，这赚大发了啊，姑娘耶！这救命之恩得以身相许啊！啊，赚大了，赚大了！此起彼伏的起哄声，凌初夏闪身躲进柱子后面。快把人救上来！奴才倾慕大小姐已久，进而救了大小姐，自知是高攀，但是还请二小姐成全。贱坯子，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奴才对大小姐有救命之恩。这下人相貌猥琐，这会儿却是十分的胆大。三小姐给他许了不少的银子，让他去救落水的大小姐，毁大小姐的名声。看来这林大小姐算是毁了，难为主子看在林月溪的面子上，还想帮帮她。住口！来人，将小姐扶入房中。哎，别走啊！这小姐嫁下人，百年难得一见呐！啊，是不是啊？还不赶快把人拉开！陆凌天面色阴沉的看着男子怀中的女子。啊，二小姐总要给个说法吧？这落了水，有了肌肤之亲，名门千金，岂是你高攀得上的？陆凌寒忍不住出言相帮。这一场闹剧，却想毁了一个女子一生。给点赏钱还不够吗？三哥说的是，这下人太无礼了。哎，别走啊！
到底是不是你们大小姐？奴才真心爱慕大小姐的，我……猥琐的男子话音未落，柱子后面，一个身着藕粉色衣服的女子走了过来，似乎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了一下。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怎么在这里？凌初微以为自己看错了，不及细想，话已经问出了口。陆凌寒和陆凌天看到凌初夏都是愣了一下，这话题的女主人公竟然一脸茫然地出现在外围，这是什么情况？我刚听到有人说爱慕我，我刚才去了内仓找白芷，刚洗了手就听到有人落水，这是什么情况？是啊。凌初微看着凌初夏身上藕粉色的裙子，今日林初瑶身上穿的也是粉白色的裙子，这湖水一泡，颜色竟然是十分的相似。见地上的女子吐了一口水，似乎是醒了过来。滚开滚开！三妹妹怎么落水了呢？是奴才看见是大小姐落水，才匆忙去救的。大小姐早就跟奴才有了手尾。男子猥琐的绿豆眼在大小姐身上扫过，这大小姐可比三小姐漂亮的不是一星半点。狗奴才，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白芷气急了，一脚踹在了男子的肩头，将他踹翻在地。我没有胡说。我大姐姐是名门千金，断不会辱没了家族名声的。陆凌寒有些疑惑，更提起了几分兴趣。他倒是想看看陆凌夏今日如何破解这乱局。下一秒，男子尖叫一声，那长剑插在他的腿上。我问你，谁让你诬陷我的？是三小姐，是三小姐让我去救你的。转头走向了凌初瑶的贴身婢女秋萍。刚才你说大小姐落水了，你怎么知道是我落水了，而不是三小姐落水了呢？大姐姐，凌初微忍不住的出言制止。他已经看出来了，分明就是凌初瑶那蠢货偷鸡不成蚀把米。奴婢看到粉色的衣服掉下去了，就以为是大小姐。今日我和三小姐不巧都穿了粉色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大姐姐，不过是个误会。凌初微使了个眼色，秋萍会意，立刻昏倒了过去。王爷，您瞧今日这热闹好看吗？今日这出戏演的是真不错，还以为这位小姐要吃亏了呢。漂亮小丑的戏码，我觉得这戏挺好看的。昨日从百凤楼出来，您让我去查，我立刻就找人去打听了呢。这凌家小姐回来就跟家里干了一架，听说二夫人都气得快病倒了。这凌家小姐还真是挺好玩的，没想到性子这么辣，我还是第一次见齐王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的。陆七忍不住的摇头。陆凌寒听了这话，忍不住勾了下唇。还真是如此，陆凌天自诩风流，这京中不少的千金都十分的爱慕他。主子，百凤楼派人传话过来，二皇子想要见您。给叶海传话，让他对外说叶寒霜离开京城了，最近不会回京。是，不过主子，宫中可是也问起了你的婚事，现在成年的就您3位皇子还未曾订婚，皇上怕是都急了。这端午的宴会，您怕也是跑不掉了。你想太多了，一个落魄皇子，空有一个名号罢了，又是个残废，谁能看得上我呀？回到将军府，小姐，三小姐怕是疯了吧？这般陷害您，对她有什么好处？她被养成这个样子，跟二夫人少不了关系。等会儿咱们怕是要有一场硬仗要打呢。顿时警觉，他们还要对付小姐？
无非就是想要毁我名声，让我不能嫁人罢了。两人正说话间，凌初微就进了明月阁的院子。看着已经大变样的院子，凌初微忍了又忍，才压住了心头的怒火。怎么了？我已经将事情都禀明了祖母，请祖母做主。姐姐近日实在是太过了。哦，大姐姐，你为什么要把初瑶推下水？她就算得罪了你，你也不该这么做呀。三妹妹性子虽然不好，却都是自己的姐妹。你在船上的所作所为，是想要了林初瑶的命吗？是非曲直，你心里清楚，何必在这里装呢？我清楚什么？姐姐夺了我的院子，我什么都没说，如今还想要了姐妹的命不成？凌初微眼泪滴答滴答的就落了下来，似乎是真的被气到了。哭完了吗？哭完了就去祖母面前说道说道，到底今日是谁的错？凌初微抹眼泪的动作一僵，他想不到凌初夏不仅不给他脸面，更是不触祖母。凌初夏说到做到，直接一个人往老夫人的院子走去，将凌初微等人甩在了身后，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凌初微气得胸口疼，身边的丫鬟连忙说：大小姐太不知好歹了，小姐好心劝她，她还蹬鼻子上脸了。就是，不过是一个寄人篱下的，还真把自己当千金了。初夏再次走进了福安堂的门，老夫人就横来了一眼：跪下！看到凌初夏进来，老夫人厉声说道：祖母，初夏做错了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初夏不知。不知道？你与人私相授受，在湖上闹的那一出，想没想过凌家的名声要不要了？祖母和二婶想要将罪责施加在我的身上，也要先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不是吗？这么一上来就指责我，是想要屈打成招？你说什么？老夫人看了二夫人一眼，将目光放在了凌初夏的身上。初微回来，已经将事情都说了。你在湖上那样闹，凌家的女子将来还要不要做人了？祖母，你难道相信孙儿能看上那个下人？我凌初夏的眼睛还没有瞎呢。够了！我自然知道那狗奴才胡乱攀扯，但你为什么推初瑶下水，白惹出这么多事情来？我推他下水？凌初瑶，不如将事情的真相说出来，让祖母给你做主啊。大姐姐，三妹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不要欺人太甚。欺人太甚的是你们吧？当时有人掉下去，三妹妹的贴身侍女秋萍喊的可是大小姐落水了，难道不蹊跷？事情真相如何，把人抓起来严刑拷问，必然能问出结果。你不要混淆视听，初瑶已经说了，是你推他下去的。平白无故，我为什么要推他？哼，还不是因为你看上了齐王殿下，一直纠缠。我怕殿下不悦，才拉着你到了船尾。我劝你安分点儿，不要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听不惯，才推我下去的。要不要把两位殿下再请来，让他们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推我下去，分明就是想要噎死我！我不活了，被一个身份低贱的下人给救了，没了清白，让我死了算了。我可怜的女儿呀，你可不能寻死，便宜了那些算计你的人。凌初夏却冷眼看着他们虚伪而做作的表演。三妹妹哭，我更想哭。船上都在说是大小姐落水了，我还冤枉呢。既然那个下人救了三妹妹，那把她带过来一问，自然能够知道真相了。
那个下人已经死了。老夫人目光如炬，看着凌初夏。死了？凌初夏一惊，随即又自嘲地笑了一下。他的妹妹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你以为我让你跪下，是因为那个下人吗？还是因为要问罪？我让你跪下，是因为你今日不该闹起来。今日之事，不管是谁设计的谁，在外面，你们都是凌家的血脉。人家会说是凌家的几小姐吗？人家只会说凌家的小姐泼辣刁蛮，陷害姐妹，互相内斗。祖母说的是，为了凌家的名声，我应该任凭别人给我泼脏水，所有的委屈都应该忍下来。凌初夏却是抬头，眼神中透着几分嘲讽和冷意。不知悔改！老夫人见凌初夏这般桀骜难驯，冷声怒吼：母亲，您别生气。老夫人已经气得上不来气，二夫人连忙搀住老夫人，给老夫人顺顺气。给我去跪祠堂半个月，不许出门。李嬷嬷去监督。他没审清楚就让跪祠堂，原来这就是凌家的规矩。逆女，逆女！我今日便是要替你父亲好好管教你。若是父亲在天有灵，不知道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会不会后悔为凌家挣下这满门的荣誉？凌初夏的声音冰冷，宛如冰石砸在了众人的身上。你还愣着做什么？押大小姐去祠堂！我自己会走，滚开！两个嬷嬷连退了几步，差点摔得人仰马翻。凌初夏却头也不回离开了这里，把老夫人气得说不出来话。老夫人的屋内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下人都低着头，不敢看老夫人的脸色。祖母，大姐姐这样害我，你怎么能罚得这么轻？蠢货，你也闭门思过，不准出院子，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再让我知道你做这些事情，饶不了你。那母亲先休息，我们就告退了。初夏在祠堂那边，我会派人盯着的。二夫人急匆匆退下。李嬷嬷收到二夫人的示意，连忙跑了出去，跟着大小姐一路走。可是她想不到凌初夏根本没有乖乖听话去祠堂的打算，而是光明正大的返回了明月阁。大小姐，你跑回明月阁做什么？老夫人说了，让你去跪祠堂。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凌初夏看白芷关切的神色，轻轻地笑了一下。没事儿，就是罚我去跪祠堂呢。那里又阴又冷，我才不要去呢。大小姐，你说什么？关门。大小姐，你怎么能违背老夫人的意思？这是大不孝！大小姐，你快出来！三小姐可是都一并罚了，你怎么能不听老夫人的话？可是大门紧闭，根本就不开。李嬷嬷喊得嗓子都哑了，也根本吓不住凌初夏，她只能恨恨地啐了一口，愤而离开了。一下午没有人再上门来让凌初夏去跪祠堂。小姐，他们那些人都在门口说咱们的坏话，还要断了咱们院子里的粮食和水呢。不过小姐，这样真的没关系吗？大小姐不能离开府邸，这是老夫人的意思。禁足吗？凌初夏眉梢微挑，清冽的水眸没来由的让李嬷嬷心下一颤，不禁抬眼望了望天。大小姐心里清楚，还请大小姐回屋吧，别闹得大家都不好看。上次拦我的人挨了一遍，听说现在还不能下床。
李嬷嬷可想试试？嬷嬷别怕，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李嬷嬷又气又怕，一时说不出话来。李嬷嬷，你还想来？凌初夏便不再理会李嬷嬷，拉着白纸就出了门。李嬷嬷看着离去的背影，缓过身来，气恼地在后面喊：我要告诉老夫人去！哼，老夫人。凌初夏不屑地冷笑，前生他是真的怕祖母，这一世嘛，他无所畏惧。小姐，待在那里面，仿佛时时刻刻都有人盯着自己，真的让人十分的难受。没关系，不会一直这样的。小姐，咱们去哪儿？买点药材。凌初夏径自朝着药铺走去，他后面要做的事不简单，必须备好东西。姑娘，抓药吗？凌初夏拿出早已写好的方子，照这个抓。哎，好的。伙计展开方子，愣了一下，都是名贵药材，却不能合在一起使用。姑娘，你这不是一副药吧？麻烦你每样都分开包装。哎，好，姑娘稍等。凌初夏站在柜台前，似是随口问了一句：最近城里好像是有什么事儿吗？嗨，这江南府可是出了大案子，这几天京中人心惶惶呢，听说贪污了很多钱呢。嘘，你可别往外说啊。姑娘，这是您的药。伙计将药材递了出来，白纸接过了药，付了银子。主仆俩从药铺里走了出来，街上人流涌动。凌初夏带着白纸往百凤楼走去，他有话想要问叶寒霜，但还没走到楼前，两个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为首的男子锦衣华服，英俊至极，贵气十足，赫然是陆凌天。凌初夏的眼睛登时变红，杀气陡然而起，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去将他碎尸万段。小姐，你怎么了？主子，那叶寒霜也太不识好歹了，您都亲自来了，他居然还敢闭门不见，将咱们赶出来，他算什么东西啊？建了一个百凤楼，就真以为自己神通广大了吗？陆凌天的贴身侍卫江川不满地说道。陆凌天的目光冷冷地一扫，江川顿时闭了嘴。对这种人才，本王礼贤下士又何妨？百凤楼确实看起来不怎么样，但百凤楼的后面可隐藏着一张庞大的消息网。他太需要百凤楼的消息。几个兄弟里，只有他母妃出身最低，外加没有任何的支持，很难谋得那个位置。他需要拉拢所有能利用的资源。你查出来了没？是谁走漏了江南府的消息？还没有查出来。继续查。陆凌天甩袖离开，凌初夏时刻戒备着。他一把拽住白纸，背过身去，险些撞了个正着。等陆凌天走得不见人影，凌初夏才敢往百凤楼去。进了百凤楼，一听说要见叶寒霜的，一个戴着面具的青年拦下了他，声音冷硬：抱歉，主子有事不在，请回吧。被拒绝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以你们主子是旧识，请帮帮忙。主子不在，姑娘请回。好吧。凌初夏无奈极了，只好带着白纸返回将军府。大小姐，您可算回来了，老夫人在福安堂等着你呢。好狗不挡道。李嬷嬷这才看到有人来了，虽然外形让人眼前一亮，但却是个坐在轮椅上的残废，瞬间就起了轻视之意。咱们这可是将军府，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带进来的。陆七的目光陡然一寒，既然有人在侮辱自家主子，刚要发作，被自家主子拦了下来。大小姐，这里可不是随州那乡下地界，可不能随便带男人上门，玷污了咱这府中的门楣。有眼不识泰山的狗东西，这是平王殿下，不去通知老夫人，还愣着做什么？府中看热闹的下人面面相觑，顿时腿都软了，跪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王爷恕罪，王爷饶命，王爷饶命！都是奴才有眼不识泰山，王爷恕罪，王爷恕罪。不多时，老夫人便在嬷嬷的搀扶下很快地出现了。不知平王殿下大驾光临，实在有失远迎。贵府的下人真是让本王领教了。陆凌寒的眼神从李嬷嬷身上划过，对老夫人露出了一丝极浅的笑意。来人，将这刁奴拖下去，重打20大板。奴才不是有意的，请王爷恕罪呀！放肆！府中下人不懂规矩，让王爷见笑了。这狗奴才得罪王爷，不知王爷想要如何处置？老夫人家事，本王不好质疑。只是这奴才如此跋扈，今日冲撞本王，本王可以不计较，来日还不知道要得罪谁呢。如此刁奴，不如发卖出去，以儆效尤。王爷觉得这样处置意下如何？夫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恨不能吃了他。如此甚好。从这奴才的话中便可知道凌初夏在府中的生活了。王爷，二夫人想争辩几句，却被老夫人一个眼神压了下来。这分明就是来给凌初夏撑腰的。你这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自小就胡闹，这大了怎么越发的没有规矩了？老夫人，这都是本王的过失，今日林姑娘救了本王。啊，原来如此。王爷客气了，这都是臣女的本分。那本王就先告辞了，若是有事，可来府中寻我。陆凌寒对凌初夏笑了笑，又不失礼数的对老夫人和二夫人点了点头，便让陆七推着离开了。送陆凌寒离开，老夫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的难看。这是怎么回事？让你禁足，为何跑了出去？这几日身体不适，出去买了些药，毕竟府中可不曾为我请大夫。胡说八道！府中何曾亏待了你什么？这刁奴还不发卖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怎么，还等着王爷下次再来看到这刁奴？夫人救我，夫人救我呀！老奴以后不敢了。祖母，孙女儿这一身失礼了，就先回去换衣服了。二夫人想要拉住凌初夏教训一顿。够了！老夫人厉声斥责，看着地上狼狈的李嬷嬷，眼中闪过了一抹狠意。还愣着做什么？丢人现眼的东西！看着凌初夏已然离开，老夫人觉得这个孙女儿已然不受控制了。回到房中，这是什么？凌初夏有些意外，这老夫人还会送东西给她，莫不是吃错了药？明日林家小姐林琼楼邀请我们赴宴。解了禁闭的凌初瑶从外面进来，姐姐就得了这些东西。凌初微房中的下人用的珍珠都比这好，这是打发要饭的吧？那这是祖母送的还是二婶送的？不知道给妹妹送去的是什么？自然是母亲送的，给我的是一套粉裙。
哦，妹妹想交换一下吗？妹妹肤色白皙，还有些婴儿肥，这浅蓝色再合适不过了。这珍珠首饰显得娇俏可人。你舍得？凌初夏毕竟是嫡长女，她的蓝裙其实还精致一些。穿得不好，才能让人知道凌家区别对待我呀。明天宴会上，只要你肯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得偿所愿。好，我就信你一次。明天宴会，我要怎么做？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你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小姐，你干嘛和他换裙子？小财迷，舍得孩子才能套住狼啊。翌日一早，马车早早的就备好了。初瑶，你不是最喜欢粉色的吗？怎么穿了这蓝裙？这裙子好像是大姐姐的吧？大姐姐不喜欢蓝色，就送给我了，我挺喜欢的。凌初瑶看了一眼凌初夏，还特意抖了抖衣服给凌初微看。凌初微的脸色顿时冷了。这是祖母赏下来的，你们怎么还换来换去的？凌初夏看凌初微已经遮掩不住的怒色，闻声道：说这些也晚了，现在时候不早了，咱们走吧。说完，他第一个上了马车。凌初瑶得意地看了一眼凌初微，也跟着凌初夏进了马车，留下凌初微一个人眼睁睁地受气。但这个时候让他们去换也不可能了，凌初微也只好扭头上了马车。哎呀，你们终于来啦！琼楼，好久不见。凌初微十分熟稔地打招呼。是啊，前几日邀请你湖心亭赴宴，听说湖上出了事情，可有什么大碍？些许小事罢了。凌初微面色微紧，眼中闪过了一丝恼怒。林琼楼侧头看着旁边的凌初夏，被凌初夏的容貌惊了一下。这位就是凌家大姑娘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比起初微你都不差了。你们瞧瞧，这把咱们初微都比下去了，可真是好容色呀。林琼楼夸大其词地向刚进门的几个闺秀介绍：你们先进去坐吧，今日齐王殿下和平王殿下也来了，我出去迎一下。这百花宴本身就是有着相亲的性质的，豪门之间互相认识联姻，宫里对此也是乐见其成。今天这一出人都在，就热闹了。大姐姐是不是很中意齐王殿下呀？都看愣了。你误会了，我没有看齐王殿下。她这个好妹妹还真是一刻都不忘记给她挖坑，想陷害她呢。看就看了，别害羞啊。凌初微眼睛一转，大姐姐头一次参加百花宴，不如就讨个好彩头。由你先来献艺比试吧。初微，你姐姐刚回京城，会不会弹琴啊？姐姐是嫡长女，自然样样都是极好的，是吧，姐姐？凌初微看了一眼凌初夏，面上露出了假笑。初微，你素有才名，你姐姐是嫡长女，怕跟你也比不得，与其听她弹，不如你自己来。你可是自幼就有名师指点呐。女子转头看着凌初夏，嘲讽她乡下来的土包子，长得好看又怎么样？这一身土里土气的，还带着银首饰，浑身上下一点值钱东西都没有的穷光蛋。就是，她是在随州那地方长大的，能会什么东西啊？这种宴会从来就不缺看热闹的人。她一个孤女能有什么才学？另有人不屑地开口，声音根本不屑于遮掩。
白芷已经气得半死，他们竟然诋毁小姐，杀人诛心不过如此。凌初夏眼中闪过了冷光，前世也是如此，他被凌初微逼着在众人的起哄下弹了一首，被众人耻笑。妹妹说的是，这弹琴一道，我确实略有造诣，就跟我这才华横溢的妹妹讨教一下吧。要是各位还有想跟我比试的，我也来者不拒。这模样自信又嚣张，却明艳至极。站在外围的陆凌天一时之间有些晃了眼。说闲话的人愣住了。随州地处偏远，而且听说是在安堂长大的，他怎么可能会弹琴？别闹个大笑话吧。你以为你是谁？你在随州那种穷乡僻壤长大，能弹出什么好琴？我有没有本事，试试不就知道了。啊，姐姐会弹琴啊，我还不知道呢。妹妹不知道的还多着呢。坐稳在琴边，试了一下琴弦，声音清澈，真的是一把好琴呢。众人看了眼凌初夏拨弄琴弦的样子，凌初微突然开口：姐姐10岁离开京城，以前也没见学过，要是出丑了，大家也别笑话。哼，乡下的土包子也敢吹牛皮？看他能弹出个什么玩意儿。陆凌寒眼中一冷，手指微动，忍不住的想解围，但话还未开口，只听琴声响起，琴声委婉连绵，如泣如诉，有如山泉从幽谷之中蜿蜒而来，缓缓流淌。顿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凌初微的面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自小是跟着名家学琴技的，自然知道凌初夏这琴艺的厉害之处。怎么可能？这贱人是从哪里学的琴？随州根本没有什么厉害的琴师啊！一曲弹罢，所有人都没有说话。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好琴技。凌初夏起身扶了礼，对众人笑了笑。多亏妹妹抽中了琴艺，我才能够一展琴技，讨了个好彩头。妹妹觉得我弹得如何？姐姐琴艺出众，妹妹自愧不如。该死，没想到这死丫头这么会藏。妹妹谦虚了，我肯定比不上名师教导的你呀。我弹完了，妹妹也弹一曲吧。是啊，初微从来都是琴艺出众，技压群芳的，怎么可能落了下风？赶紧弹一曲吧。灵儿小姐，来一曲吧。别怯场啊，我都不怕出丑了，你就更不怕了。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的琴艺是出丑，那没几个人的琴能听了。你非要我弹琴，这不是逼我吗？凌初夏，你自己弹够了，干嘛逼初微弹琴啊？何必如此惺惺作态？刚才也没人逼你，何必这样为难别人呢？我只是想见识一下妹妹的琴技，既然不敢弹，那就算了。算了，这百花宴本来是来赏花的，不是吗？吃了饭，大家一起去院中看花吧。王爷，我实在受不了了，那凌初夏太过分了，处处欺负我。凌初微跟着陆凌天来到了假山后面，凌初微泪眼婆娑地趴在他的怀中。我知道，可是母妃要我娶她，初微，我也没办法。但是你放心，我绝不辜负你。凌初微不甘地攥紧了陆凌天的衣襟。王爷能记得初微就好。只是可惜，随州的事出了岔子，否则本王也不至于要娶她做正妻。没想到他竟然能一个人回来。看着陆凌天没有说话，凌初微小心地说道：若是王爷有心，
初微愿意帮助王爷。怎么帮？陆凌天眼中一亮，看到陆凌天的急切，凌初微心中更恨了。他想到宴会上凌初夏出尽了风头，更是迫不及待的要弄死凌初夏。王爷不如去厢房里休息，之后我会把姐姐带过来。还是我的初微懂事聪慧，你不吃醋吗？想到王爷接近她，初微心里就难受。可只要是王爷想要的，初微就一定会为王爷竭尽全力的。好了，初微一向都是最懂事的，将来王妃的位置一定是你的啊！母妃看中了她的身份，若不想办法，怎么能打消母妃的念头呢？初微都明白。凌初微暗中握紧了拳头，两个人亲密无间，如火如荼，却不知道假山外有一双眼睛将一切收进了眼底。凌初夏觉得如同冰窖一般的寒冷。原来这两个人很早很早就在一起了，比他预想的更早。从一开始，整个凌家都在算计他，而陆凌天从未真心对过他，从头到尾不过是一场利用而已，毫无半分真心。凌初夏悄悄地离开了假山，凌初瑶见他回来了，问了一句：你去哪儿了？二姐姐呢？凌初瑶，我问你，你想不想要嫁给陆凌天？你胡说什么？只要你想，今天我就帮你。凌初瑶愣愣地看着他，半晌没有说话。如果陆凌天被下了药，可是那我的名声怎么办？别人会怎么看我？王爷会怎么看我？你只是恰好出现救了殿下，跟你毫无关系。你只需要哭诉，陆凌天碍于脸面，必然只能迎你入府。凌初夏小声地跟凌初瑶剖析着。那也只是碍于情面，我以后……既然如此，那妹妹就当今日我什么都没说过。凌初夏没再多说，又往外走。等等，你这样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凌初瑶抿唇，凌初夏说的话，他可是半信半疑的。我与凌初微有仇，他喜欢齐王陆凌天，我就偏不让他好过。好妹妹，做与不做在你。至于进入王府之后能不能得到宠爱，就看你自己的了。宴会已经到了结尾，各家纷纷起身去院中赏花。走吧，咱们也去赏花吧。你可是告诉了我的，今日让我得偿所愿，你到底要怎么做？放心，你等着就是了。凌初夏笑得十分温和，却让凌初瑶心里没底了。林家书香名门，院中亭台楼阁，有树丛，有鲜花，十步一景，整体十分的雅致。而端午将至，虽略有炎热，却偶有凉风习习，当真是极美。两人进了院中，别的人却都距离他们远远的，似乎生怕招惹了什么不干净。姐姐，你们也在这里呀？姐姐第一次来这里不熟悉，还是我带着你逛逛比较好。凌初微眼中闪过了一丝不屑，却很快换上了一副愧疚的表情，楚楚可怜地看着凌初夏。凌初瑶看到凌初夏的侍女白芷在拐角僻静的地方等他，似乎要引他去什么地方。我去更衣了，两位姐姐请便。姐姐，刚刚都是我不好，特意来跟姐姐道歉，还请姐姐大人大量，不要跟我计较。妹妹以茶代酒，还请姐姐见谅。凌初夏接过了茶盏，到鼻尖闻了一下，茶香中带着一丝极浅的香味，若非精通药理，怕是根本不能察觉。
姐姐不肯喝，是怕妹妹下毒，还是不肯原谅妹妹吗？凌初微见凌初夏的神色，端起桌上另外一杯茶，一饮而尽。好。凌初夏将杯中茶喝尽。凌初微见状，暗中松了一口气，他真怕凌初夏不喝呢。行了，这茶也喝了，咱们还是去看花吧，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呢。两人离开亭子，朝着花园走去。凌初微一路观察着凌初夏，见他神色无任何异常，不由得有些奇怪。两个人走了一段，凌初微却觉得自己的肚子有些痛，不知道是不是月事要到了。怎么了？凌初夏问完，一手碰住额头。我也有些不太舒服，想去休息一下。前世凌初微就算计了他，这一次别想得逞。凌初微下的那点药他早有提防，还反过来给凌初微下了点东西。林小姐，请您自重。清冷的声音让凌初夏有些恍惚，这声音和叶寒霜有几分相似，但是更像陆凌寒，只是他从来没见过陆凌寒如此冰冷的样子。你我之间又何必在乎这些？女子娇俏的声音也十分的熟悉。凌初夏悄悄地看过去，竟然是林琼楼和陆凌寒，顿时更觉得尴尬了。是本王配不上林小姐。陆凌寒神色冷漠，仿佛没看到眼前美丽的女子哭得梨花带雨。陆凌寒，我对你一片倾心，你就这么对我？本王已经废了，无法高攀林家，还请林小姐以后不要再提了。我不信，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你当真对我没有一点心意？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陆凌寒的眼里浮现出了一丝阴鸷。林琼楼不可置信，她是京中第一美人，容貌傲人，只要略略的招手，便有无数的追求者蜂拥而至，唯独陆凌寒对她冷淡，她自然就注意到了陆凌寒。松手！我不放！林琼楼拽住了陆凌寒，不依不饶。刹那间，陆凌寒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杀意，却在看到树后那一抹身影，忽然有了主意。本王已经有了喜欢的人，还请林小姐不要再纠缠于我。不可能！初夏，你都见到了，还不过来？陆凌寒目光朝着凌初夏躲藏的树看去，他伸出手示意凌初夏过来。我只是从这里经过。林琼楼慌忙擦去眼泪，冷笑了一声。那真是太巧了。林琼楼的眼神如刀，他当然没有忽略陆凌寒那句初夏，刺得他心中极恨。凌初夏有些尴尬地看了一眼陆凌寒，却接到了陆凌寒求助的目光。林姑娘，既然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何必强扭呢？王爷，你也看到了宴会上的那些事，弹一个琴都能有这么多弯弯绕绕，可别被这凌初夏给骗了。他们凌家这些女的，没一个好东西。就算被骗，本王也甘之如饴。陆凌寒的声音清冷，眼神温柔，似乎情意绵绵。林琼楼看着陆凌寒这样的表态，眼眶微红。自出生起，他就没有丢过这么大的人。他死死地盯着凌初夏，恨不得扒了凌初夏的皮。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恨过一个人。林姑娘。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了一阵惊呼声从旁边传来。啊！似乎是女子的尖叫声，
还夹杂着救命声。小姐，出大事了！林琼楼的贴身丫鬟面色焦急地跑过来，凑在林琼楼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林琼楼脸色大变，快去看看那边的人群驱散了没有。来不及了，那边有不少人都已经过去了。丫鬟着急得满头大汗。小姐您赶紧过去看看吧。这是出什么事情了？林初夏明知故问。陆凌寒微微的挑眉，轻轻的摇摇头，眼中深沉。林琼楼顾不得这边，连忙跑了过去。还请林姑娘带我过去吧。小姐，希望殿下在里面，我们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开门！今日乃是林家的宴会，若是出了丑事，最丢人的就是林家了。这是怎么了？你们有看到大姐姐吗？我找不到她了。什么？林初夏不见了？那里面的女子是？不可能的，肯定不是我姐姐。大姐姐最懂规矩了。肯定是林初夏，她一个随州过来的女人，能懂什么规矩？怕不是见到个男的就心猿意马了。哼，真不要脸，竟然敢爬王爷的床。他竟然趁着王爷小气过来勾引王爷。一个乡下长大的，果然不要脸。贱人，应该去陈塘。你们胡说什么？那可是我姐姐，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楚薇，你就不要给他说好话了。一个土包子，妄想这一步登天。真想不到，你姐姐竟然为了攀高枝，去爬王爷的床。这时，林琼楼让人撞开了门，房门大开，里面的2个人却让众人大吃一惊。想进去看热闹的人立刻都捂住了眼睛，却又忍不住偷偷看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勾引王爷！不知廉耻的贱人！不少闺秀都不忍再看下去，同情的目光纷纷的都落在了林初薇的身上。姐姐，怎么会这样？林初薇掩住嘴边的得意，反复念着林初夏的称呼，要让所有人都记住林初夏今天的下贱。初薇，这跟你没关系。话音未落，就听到了身后的吱吱的轮椅声。妹妹也在呢，这是出了什么事啊？这是怎么了？不对啊，里面的人是谁？不是你姐姐吗？哎，初薇，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啊！贱人，你这个贱人！大姐姐！凌初瑶立刻朝着林初夏扑过去，整个人瑟瑟发抖，在林初夏的怀中痛哭着。别在这里发疯，问清楚情况。林初夏镇定自若地看着林初薇，厉声对林家的2个丫鬟采莲和采萍说道：都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拉住二小姐！我在这里休息，王爷忽然闯进了，我姐姐，我怎么还有脸活下去？让我死了算了。齐王殿下是否要给个交代呢？陆凌天的面色十分的难看。我是被人陷害的，我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人。我是……司令，先解决眼下这件事。王爷，姑娘家的清白何其重要，还请王爷给个交代。我为什么要给他交代？胡说什么？你想被御史参奏吗？我凌家也不是无名之辈，王爷以为我凌家的女儿都这么好欺负的吗？便宜占了就算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分明就是……我凌家的女儿还没下贱到这种地步。陆凌天脸色漆黑，忍了又忍。你想要如何？娶我妹妹过门。
我知道我妹妹出身庶女，不敢奢求正妃之位，但是也要有名有分。你听到这话，凌初微脸色惨白一片，连凌初瑶这个庶女都比她先一步，凭什么？陆凌天今日被人算计，可谓是丢尽了颜面。他现在根本不想看凌家姐妹一眼，怒气冲冲地甩了袖子就大步离开了。我派人送衣物过来，更衣后还请离开林府。你是如愿以偿了，看祖母怎么收拾你。福安堂内，你好大的胆子！三丫头，你是不是疯了？他就是疯了，自己找死，还连累整个凌家。母亲，你打我！打的就是你，不要脸的贱人，竟敢做出这种低贱的事情！祖母，我要是勾引王爷，怎么会在别人家？我难道不知道羞耻吗？我也是要脸的呀！这样我还怎么活？祖母，三妹妹这样做了，林家女儿的名声全毁了，我以后还怎么嫁人呢？让她去死！丢尽了凌家的脸面，还不如死了，一了百了。祖母，依我看，初瑶今日是真的冤枉的。若说算计，我们和齐王殿下都是林家的客人，除了林家，谁知道王爷在哪儿歇息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宴会上，我们比试了琴技。二妹妹离开了席位，不知道去做什么，我和初瑶两人就去了林家花园。之后二妹妹就来找我们，初瑶一个人去更衣。我跟二妹妹走着，她突然说她不太舒服，就让我先去。我也不认识路啊，还好碰到了林小姐和平王殿下。继续说。之后我们听到了尖叫声，就跟着一起过去查看，就发现老夫人瞬间转向了凌初瑶。你自己说，怎么回事？我就是去更衣，刚进去换了一半的衣服，王爷就进来了，进来就压住我。祖母，若是想要算计王爷，要熟悉林家的地形，还要知道齐王殿下的行踪。我不认为初瑶有那个本事。老夫人眼睛眯起，把目光落在了凌初微的身上。凌初微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垂下眼睑，不敢接受祖母的审视。祖母也无需恼怒，无论如何，错处不在初瑶的身上。何况平王殿下也在，有他作证，林家和齐王殿下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交代的。凌初夏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凌初微打断了。什么交代？难道还要让这个下贱的进齐王府吗？事情都已经这样了，难道还不给初瑶一个名分吗？这也不是二妹妹你说了算的。平王殿下说了，会给初瑶一个侧妃的位置。凌初夏的声音像高山上的清泉落下，在这一世慌乱中尤其镇定。老夫人看到姐妹三人的神色，心下明了，若是凌初瑶嫁入齐王府当侧妃，那么凌初微就不好再嫁进齐王府了。老夫人沉着脸，行了，都下去吧，先等宫里的消息。凌初瑶掩面离开，老夫人示意凌初微和二夫人留下来。凌初夏看了一眼，行礼退下。众人散去，屋内一时间静得有些可怕。忽然，老夫人一巴掌甩在了凌初微的脸上。你这个蠢货，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是你做的吗？我是怎么警告你的？我让你不要再闹事。
你就是这么做的。祖母，我没有。你没有什么？现在你的庶妹都要嫁进齐王府了，你怎么办？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孙女？娘，凌初夏那死丫头不按常理出牌，初微也是乱了阵脚呀，愚不可及。教养了这么多年，凌初微目光竟然这般短浅。祖母，现在怎么办？哭什么？老爷回来，让他来我这里一趟。二夫人还想说什么，见老夫人直接转头进了内室。娘，我不管凌初瑶和凌初夏，但是我一定要嫁给齐王，正妃的位子是我的。放心，娘一定会给你想办法的。除了你，没有人能嫁齐王。二夫人心疼极了，她攥紧了手，指甲都掐进了手心里。思来想去，都是凌初夏在其中作梗，二夫人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凌初夏不管二夫人怎么想，一回去她就让自己的小厨房做了份点心。正娘子做了一份绿豆糕端了上来，这绿豆糕做的比外面卖的晶莹剔透一些，口感软糯，做法更像是江南那边的。平王殿下应该会喜欢吧。想着，凌初夏说道：麻烦你多做一点，我想给我朋友送一些。是。白果进来禀告道：大小姐，老夫人请您去福安堂一趟。凌初夏的手顿了下，暗忖应该是宫里来人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看来这件事情对陆凌天影响不小。凌初夏放下了药丸，净了手，带着白芷就去了福安堂。两个人走到半路，便看到凌初瑶也带着侍女秋萍往福安堂那边走去。看到凌初夏，凌初瑶迅速地别过头去，加快了脚下的步伐。凌初夏眼神微眯，得了便宜就不认账了，什么德行？白芷撇了撇嘴，三小姐这副做派当真是上不了台面。福安堂里，一位身着玄色宫装30岁左右的女子正在和老夫人说着什么，笑语嫣嫣。那女子容貌普通，可是却十分的精神，目光锐利，仿佛能看透人心一样。老夫人满脸的笑意，看到两个人进来，笑意瞬间淡了几分。这位是温贵妃身旁的常姑姑。常姑姑好。两位小姐无需客气。常姑姑目光从两人身上扫过。齐王殿下昨日回宫与娘娘细说了事情，既然事出匆忙，未免夜长梦多，一顶轿子接过去，上了玉碟就是，也无需准备什么。可是凌初瑶正要说话，却被凌初夏一个凌厉的眼神给压了下来。毕竟这事发突然，要是闹到陛下那里就不好了，希望凌三小姐体谅齐王殿下的难处。凌初瑶咬着唇，可是她不甘心，她更怕陆凌天不认账。王爷是男子，若真的要不认，他将沦为全京城的笑柄。那定在什么时候？常姑姑面上一直带着淡淡的笑容，一举一动的规矩仿佛都刻进了骨子里。等端午宫宴过后，就派人来安排接入门。老夫人心中暗骂凌初瑶蠢货，嘴上应下：那便按娘娘的意思办。说定了，常姑姑便告退了。老夫人忧心忡忡，凌初夏就跟他爹一样，不服管教，
就怕以后反了凌家，那可不好收场。过几日端午，宫中有宴会，初瑶待在家中备婚，让你母亲给你准备点嫁妆。端午宴就由初微和初夏去吧。是。退下后，凌初夏直接朝着自己的院子方向走了过去，凌初瑶却追了过来。大姐姐，我有话跟你说。三妹妹要出嫁，回阁中准备吧。凌初瑶见凌初夏并不想理会自己，心中揪紧了。她想不到自己都要当侧妃了，凌初夏还敢这么对她，但面上也不敢表现出不悦来。我还有事情想请姐姐帮忙。什么忙？那些药，姐姐能不能再给我点？我听不明白三妹妹在说什么。这个愚不可及的蠢货，竟然还想第二次对齐王用药，也不怕事情暴露。你要是不想让祖母知道，就把你昨天的药给我。凌初瑶的话还未完全说完，就被凌初夏一把捏住脸的两颊。凌初夏的目光冰冷如霜。陆凌天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若他知道是你算计了他，你觉得你会有什么下场？把这件事情烂在你的肚子里，不然我会让你连凌家的门都走不出去。有时间还是想想怎么讨好陆凌天。要是你对我有用，说不定我还能帮你。说完，凌初夏转头就离开了。凌初瑶摔到了地上，惶恐地看着凌初夏。端午，宫中大宴，5品以上的官员皆携带家眷入宫，以示荣宠。清晨，凌初夏就收到了福安堂送来的东西，这真是下了血本了。小姐，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没事儿，见招拆招。这次算计土匪绑架的事已经失败，不知道凌初微要拿什么来做文章。花厅内，老夫人看着凌初微，短短几日消瘦了不少，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太好。初微，你是我凌家的嫡女，别让其他人看你的笑话不成？祖母放心，初微定不会让将军府丢脸的。坤宁宫内人来人往，十分的热闹。老夫人带着人对皇后行礼，皇后也给了将军府面子，连忙赐座。这就是凌老夫人刚回京的大孙女儿吧？当真是标致啊！来，走上来让我瞧瞧。温贵妃招呼凌初夏上前，见凌初夏面带微笑，举止规矩，心中更满意了几分。温贵妃得宠，偏就出身低了些，如今她心心念念的就是为儿子找一个听话又有权势的姻亲，凌家是最好的选择。老夫人见凌初夏并没有甩脸色，暗中松了口气。这孩子刚从随州回来，不懂规矩，娘娘不怪就好。这话说的，我瞧着这孩子真的是合我眼缘，真想让他留下来陪陪我，就是怕老夫人不舍。温贵妃笑着转向了凌初夏，宫宴不如坐我边上吧。凌大姑娘，你意下如何呀？凌初夏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向皇后行了一礼。臣女自然是欢喜的，不知皇后娘娘怎么想？妹妹这话说的，别吓到人家姑娘了。凌家大姑娘出落得好，本宫看了也喜欢。宴会上就坐本宫旁边吧。老夫人和温贵妃脸色齐齐的一变，唯独皇后满意的笑了笑。凌初夏倒是聪明，就算受到了温贵妃的照顾，
也知道先向他这个皇后请示。温贵妃也太嚣张了，当真以为没人看出她是想要凌初夏做齐王妃吗？起来吧。皇后娘娘让身旁的宫女扶起凌初夏。臣女多谢娘娘。凌初夏低头，掩盖住了眸中的冰冷。儿臣等恭祝父皇龙体安康。大皇子秦王殿下带着诸位王爷起身，向主位上的皇帝敬酒。只有平王陆凌寒仍坐在轮椅上，抬手举杯。皇帝高兴，当即满饮杯中酒。温贵妃趁机给皇上添了酒，在他耳边娇声地抱怨道：皇上，您瞧，诸位皇子都已经大了，个个都有了府邸，齐王却还没有成家。今日这么多的贵女，你也给他们相看一下，瞧瞧哪家的合适。一旁的皇后见也微微的一笑。妹妹说的是，皇上别忘了，平王也没着落呢。平王身体羸弱，府中也确实需要个女主人照顾。你们心里可有合适的人选？皇上，您瞧那边。这是哪家的？怎么没见过？皇上，那是凌家的大姑娘，刚回京，臣妾见了心里欢喜，就让赐坐到臣妾旁边了。凌大姑娘。皇上愣了一下，才想起来，当年凌家大将军是留下了一个女儿。是啊，臣妾看着也喜欢。这凌家忠心耿耿，只可惜了这个姑娘，孤零零的一个人，现在到了出嫁的年纪，可得选个好人家。皇上，臣妾觉得这凌家的大姑娘和齐王很是般配，您觉得怎么样？可惜呀，齐王已经定了凌家的三姑娘，倒是不好娶凌大姑娘了。温贵妃脸色一黑。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不知道吗？齐王可是纳了凌家的一个庶女做侧妃，这礼还没成，就已经无名有实了。皇上蹙眉，这话一听就知道里面有问题，礼都没过，竟然就纳了一个侧妃，怎么回事？皇上，事情是这样的。不用说了，既然齐王纳了凌家的庶女，正妃就换个人选吧。皇上，虽说齐王有了凌三姑娘，但是娥皇女英，姐妹共侍一夫，不也是佳话吗？多谢皇上娘娘抬爱，臣女荣幸至极。只是臣女虽然刚回京，但已经与三妹妹感情深厚。臣女知道三妹妹仰慕齐王已久，不愿分走三妹妹的宠爱。凌姑娘可真是姐妹情深呐。旁边有人感慨地说着。齐王陆凌天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难看至极。四弟准备什么时候纳侧妃啊？我们可要上门去讨个喜酒啊！陆凌天压下了眼底的阴冷。到时候一定会请皇兄们去喝喜酒，只是现在江南的案子未定，本王也没有心思娶妻啊。说到这件事，皇上的脸色一肃，不悦地瞪向了秦王。混账东西，你还有心思开老四的玩笑？这案子交给你到现在为止，交给你已经快10天了，这事情可有进展？儿臣无能。案子到现在毫无进展，朕要你们有什么用？父皇，江南一案牵扯众多，大皇兄一个人确实难以排查，儿臣愿意出力分忧。老大就算了，他没用，就留在京城好了。你想查，那朕就派你去江南好好查查。陆凌天心中一沉，他的计划已经完全乱了，但走到这一步也没办法了。要是儿臣查清楚了，
希望父皇能答应儿臣一件事。陆凌天目光灼灼，死死地盯着凌初夏。好，只要你能查清。等等。席上传来了清冽、略带冰冷的声音。父皇，这江南一案，儿臣虽不了解，但也知道牵扯重大，只查江南恐怕还不够。众人望去，见是平王陆林寒。大皇兄查到现在都没有结果，想必一定是有人在京城做内应，应该好查一查京中的户部，看江南贪腐之案和京中到底有多少牵扯。你说的有理。四皇帝年轻，还是留守京城查案吧。父皇，儿臣愿意前往江南调查此案，请父皇下旨。好，那你明日即刻前往江南，明天你就镇守京城。皇上冷冷地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大皇子秦王。别让朕查到这案子和你有关系。今天就到这里吧。宴会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回到灵府，准备笔墨。是。凌初夏是在给师父写信。白芷又兴奋又欣慰。小姐，顾夫人若是看到你给她写信，必然会很开心的。凌初夏手一顿，心里浮起了难言的痛意。小姐，我马上就寄出去。收到你的信，顾夫人不知道会开心成什么样子呢。是啊，师父对她最好，可能也是这世界上最关心她的人了。这一身医术武功都是师父所教，他无以为报。百凤楼，陆凌寒闷哼一声，吐出了一口黑血。主子，这蛊毒复发的越来越严重了，属下无能啊，只能暂时压制，还是要尽快想办法才是啊。一个两鬓斑白的大夫忧心的一叹。韩医生手顾红衣呢，还没查到下落吗？底下众人跪了一地，低头答复。只知道在随州，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人。众人满身冷汗，只有陆七敢犹豫着开口。主子，上次您说过，林大姑娘说自己能治这种毒，要不我们找她试试？陆凌寒眸子一眯，没有说话。凌初夏不知道百凤楼里的事情，在宫宴上受到了温贵妃和陆凌天的逼迫后，便思索着置办行当。他不想受制于凌家，早晚要离开的。白芷出去几趟后回复道：小姐，我看了几家铺子，却没有特别合适的。田地倒是置办了一些，买的奴仆还需要时间去瞧瞧。无妨，慢慢来。凌初夏知道其中的难处。姐姐，毛雀找了过来，他笑得灿烂，有事情就说是。哎呀，我这不是就要嫁入齐王府了，想着跟姐姐说一声。凌初瑶有些怕他，但手抚摸了一下头上的步摇，又嘚瑟起来。恭喜妹妹。凌初夏懒得和他一般见识。凌初瑶打量着凌初夏的脸色。大姐姐是没看到二姐，那嘴脸，那叫一个难看呐。她也就只能干看着嫉妒了。还好大姐姐的心思不在平王殿下身上，不然我肯定是争不过大姐姐的。听出了凌初瑶的试探，凌初夏冷哼一声：行了，我不会嫁给齐王的，你放心好了。估计是宫宴结束，凌初微又去和凌初瑶说什么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来试探。凌初瑶松了一口气：大姐姐都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大姐姐让我得偿所愿，
那我也要报答大姐姐呀。凌初瑶小心地从怀里取出了一本册子。姐姐在府中孤立无援，祖母不喜你，这婚事可要小心。这本册子是我姨娘多方打听出来的青年才俊，你得尽早为自己打算啦，大姐姐。她还是不信凌初夏的话，只有确保凌初夏嫁了别人，凌初瑶才能安心。小姐，她一定不安好心。白芷气愤。凌初夏翻了两眼册子，上面清楚写着京中适龄男子的籍贯、年纪、官爵，倒是详细得当。放着吧。凌初瑶现在指望我为她出谋划策，左右翻不出什么东西，她还有用，先应付着她。凌初夏若有所思地开口。很快，齐王府的人上门迎亲了。到了出嫁的时辰，福安堂内坐满了府中的女眷。嫁入齐王府，要好好服侍王爷。老夫人看着穿着一身粉色嫁衣的凌初瑶，神情冷冷地嘱咐着。二夫人坐在老夫人的身侧，神色冷漠。凌初微并没有出现，称病不来。倒是二夫人另一侧站着一个中年妇人，一脸笑意，这正是凌初瑶的生母李姨娘。是。凌初瑶难掩喜色的点头。锣鼓声在外面响起，凌初瑶出阁，却毫无半点喜事之色。今日是三妹妹出嫁的日子，怎么都垂头丧气的？凌初夏笑着出声，打破了屋内的沉默。老夫人脸色一冷，二夫人更是勃然大怒，直接讽刺：我们舍不得初瑶罢了，也就你这个没心肝的才笑得出来。李姨娘都高兴呢，觉得三妹妹嫁得好。二婶儿倒是比三妹妹的生母还挑剔啊，见三妹妹嫁给齐王，有什么不满吗？王府的嬷嬷闻言，瞬间盯着二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二夫人词穷，心中暗恨，却不得不解释着。我只是太喜欢初瑶那丫头了，一时舍不得，情难自禁。二夫人忍着怒火掩饰，她的亲女儿以泪洗面，还得看着小妾的女儿嫁入王府，二夫人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那也得笑啊，不看三妹妹的面子，也得看齐王殿下的面子。你二夫人终于明白过来，她是跳进凌初夏的陷阱里了。够了，今日是喜事，在这里闹什么？是啊，祖母，拉着个丧脸像什么样子？大家都多笑笑啊。老夫人被凌初夏的话噎住，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但是有王府的嬷嬷在，他们无论心里怎么恨，怎么咬牙切齿，还是得硬生生地挤出一个笑，送人上轿。事已成，凌初夏便甩袖而去，装都不屑地装了。你老夫人气得捂住胸口，忽然眼前一黑，直接昏倒在了地上。顿时屋中乱作了一团。到了深夜，凌初夏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忽然听到了窗户声响起，凌初夏警觉地摸住了枕头下的匕首。人醒了，不聊聊？一个低沉悦耳的男声响了起来，那声音极为的耳熟，有辨识度。凌初夏立刻想起来是谁了，没想到百凤楼主竟然是一个喜欢夜闯深闺的登徒子。林小姐最近让人刮目相看，算计了齐王和庶妹，倒是成人之美了。叶楼主的消息很灵通。凌初夏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叶寒霜会这么关注他，
连这事情都知道。面具闪烁着寒光，面具下的唇角却勾起了一丝笑意。叶楼主来访有什么事？你上次说过能帮我制毒。是。犹豫了一瞬，凌初夏便坐到了他的面前。他要抓住这个和百凤楼楼主合作的机会。那日我只是仓促诊脉，若是想诊治，需要望闻问切，才能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你当真有这样的本事？陆凌寒仍有疑问，凌初夏自信的一笑。要是不想让我治，叶楼主也不会深夜前来了，不是吗？陆凌寒没有废话，伸出手腕。凌初夏愣了一下，把住脉象，比上次清晰多了，果然是中毒。思索了半天，凌初夏放开了陆凌寒的手腕。这蛊毒已经发作多年了，这毒很奇怪，应该是隔一段时间发作一次，疼痛难忍。你现在用药物压制着，但不根治，迟早会导致你双腿难以行走，变成残废，甚至咳血而亡。有办法？这我也是第一次见，需要慢慢的治疗。这个蛊毒怕是不少年了。凌初夏不敢有十足的把握，但知道他终于有了谈判的机会。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来这里也不过是试试罢了，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陆凌寒沉吟着，你之前提的要求我答应了，你为我制毒，我会调查替你查清林家当年的真相。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定个时间，我去百凤楼找你。话音未落，陆凌寒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凌初夏望着空了的椅子，心里浮现了无数的疑问。但现在更重要的是，有了百凤楼楼主这个帮手，他一定能知道他的父兄到底是怎么死的。他要为爹娘讨回公道。翌日一早，凌初夏就带着白芷出了门。这一次没有人再来阻拦。上次李嬷嬷的事情，所有人可以说是记忆犹新。这大小姐回来不过半个月，将府中闹得天翻地覆。凌初夏直奔百凤楼，这次早早的就有人等候在门口。林姑娘，我家楼主有请。男子的声音很耳熟，凌初夏想起来，是第一次给他玉佩的人。只有林姑娘一人可以见。好。凌初夏自己一人推门进去，让白芷在外面等候，而男子也留在了门外。寒衣圣手顾红衣和你有什么关系？谁？只有寒衣圣手顾红衣才能治天下万毒，可惜我一直找不到他。你说你也能治？我一身本领皆来自家师，既然叶楼主同意让我来治，那就请相信我。但他的心里一愣，顾，他师父也姓顾，这是巧合吗？每次发作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陆凌寒一一答了。凌初夏问清楚之后，便准备进行第一次治疗。脱衣服，我下针试试。陆凌寒动手脱下了衣服。凌初夏深吸了一口气，手中银针扎得稳当。几针下去，陆凌寒冷汗津津，若非忍耐力异于常人，怕是早就疼得尖叫起来。这蛊毒发作凶险，你最好不要贸然扎针。这蛊毒在你体内盘踞了多年，我只能用银针试探一番，看看毒素究竟延伸到了哪里。过程很痛，要忍一忍，实在忍不住了，我可以给你用一些止疼的药。不用，我能行。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竟然下这般阴狠的蛊毒？凌初夏忍不住的试探。
陆凌寒缓了缓，才挣扎着起身，将衣服穿上了。开药吧。林初夏知道他不会说了，只能先将药方写下来。先按这个服用吧，你下次发作的时候我再来诊治，调整药的成分。小兰，听说齐王陆凌天有意要娶你。林初夏的手顿了一下。为什么不嫁给陆凌天？一个孤女能够攀上4皇子，从此可以摆脱林家的钳制，他们见了你都要跪拜你，不是更能达成你的心愿吗？因为他道貌岸然，实则是个伪君子，不仅睡了我的三妹妹凌初瑶，还和凌初微眉来眼去的。这样的人要娶我，分明是另有图谋。叶楼主难道看不出来？他图谋你，你利用他，岂不是个好选择？陆凌寒勾起了唇角，声音依旧冷冽。利用？一看到陆凌天，他就觉得恶心。有前世的记忆在，凌初夏又怎么会重蹈覆辙？那我宁愿嫁给平王殿下。叶寒霜一愣。平王陆凌寒，他可是个残废。纵然他是皇子，可还是身有残疾。但凡是权贵之后，都会想将宝压在几个健康的皇子身上。那又如何？平王殿下温润如玉，是一个谦谦公子，比那些虚伪贪婪之辈要好上万倍。凌初夏毫不吝啬，直言夸奖。面具遮住了男人的神情，他沉默许久，才淡淡道：林府现在是你那二伯父掌家，他会让你嫁给一个废皇子？他能做到这个位置，全是捡了我爹的便宜。我要嫁给谁，跟他有什么关系？凌初夏的眼中闪过了冷光，微微的一笑。早晚他要让二房的人把占来的便宜都还回来。第一次的治疗结束，很快就有人送凌初夏离开了。陆七走了进来。主子，伤势如何？陆凌寒摇头，看着窗外。老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陆凌天一早便去了户部，清查账本。那本账册记载了江南府这3年的税收，和户部的账本全部对不上。缺了多大的口子？差不多整个江南府每年税收的30%都进了大皇子的秦王府，还有2%在从上到下的各个官员手中。整整1半江南府的税收，难怪秦王这些年来生活奢靡，到处招兵买马。老大好胃口，陆凌天能这么快找出来，在里面花了不少心思。还好真账本还是被我们拿到手了，要不然要被他大出风头了。派人盯紧了老四，透些情报给秦王，让他和老四狗咬狗。是，主子，林家那边上了秦王的船，要是等这案子翻出来，怕是无力回天了。我们要不要？林家是书香门第，林相更是天下学子的楷模，但他的儿子却搭上了秦王的船，一旦牵连进来，势必要将整个林家都拖下水。陆凌寒看不上林家的儿女，但有几分拉拢林相的意思。等着，看到时候林相那老狐狸用什么来换。是。陆七应下。正当陆七以为陆凌寒没有话了，却听主子突然问道：对了，林家府中有什么消息吗？凌府。凌初夏从百凤楼里回来后，就一直在家研究药方。突然白芷进来道：大小姐，今日齐王殿下陪着三小姐回门了，老夫人派人来叫我们。捣药的手一顿，凌初夏蹙起了眉头。这才过去几天，之前陆凌天似乎还不大满意凌初瑶嫁去，现在就陪着回门了。凌初夏收起了眼中的情绪，跨步出门。
福安堂内一片欢声笑语。凌初夏进门，看到了凌初瑶坐在老夫人的旁边，而另一侧，二夫人和凌初微面色都不大好看。大姐姐来了呀！凌初瑶亲热地喊了一声。凌初夏看过去，凌初瑶今日换上了妇人的发髻，头上的珠翠可比在府中好的不是一星半点，看来日子过得不差嘛。见过侧妃娘娘。凌初瑶咯咯地笑着，语气中却难掩得意。都是自家姐妹，何须如此客气？王爷在书房和老爷谈话，初瑶也几日没回来了，你们姐妹陪着他聊聊。老夫人吩咐道，却是有些高兴。凌初瑶是侧妃，脑子又不是十分的聪明，他们本来就做到了放弃了准备。祖母说的是，那就请两位姐姐陪我出去逛逛吧。凌初瑶仰起头，丝毫没有将凌初微和凌初夏放在眼里。这才过去多久就得意忘形了。旁边的凌初微更是攥紧了手心，难掩眸中的恨意。唉，王爷这几天在查案，这么忙还带着我回府，我瞧着真是心疼。说明齐王爷疼妹妹，那真是太好了。妹妹也要多照顾王爷。凌初微面上不露声色，可是手中的帕子似乎要搅碎了一样。看他们逢场作戏，唯独凌初夏默默不语，在后面跟着。后来干脆找了个借口，想要提前回房休息。谁知道他还没走多远，就见陆凌天在小厮的带领下走了过来。凌初夏的脸色顿时一僵，低头行礼。齐王殿下。陆凌天目光灼灼，盯着凌初夏不放。他连日忙着查案，根本无暇理会那个赖上他的侧妃。可一听回凌府省亲，他还是空出时间来了凌府。他只想见一见凌初夏。我纳了初瑶，就是你妹夫，何必喊得这么疏远？凌初夏忍下心中的厌恶。就是妹夫才更要避嫌。三妹妹在前面，齐王殿下要找她，再往前走就是了。凌初夏，你就这么讨厌我？凌初夏陡然一惊，却发现那小厮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退下了。臣女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臣女告退。跑什么？王爷，请自重。你明知道我想娶你做正妃，在宫宴上为何要出言拒绝？如果凌初夏当时不说话，那么凌初瑶那个肤浅又蠢的女人怎么可能进他齐王府的大门？一切都不一样了。前世都是他追着陆凌天跑，恨不能立刻嫁给他，哪里有过陆凌天来这里追着他问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凌初夏，本王哪里配不上你？看凌初夏沉默不语，陆凌天愈发的恼怒。他从来都是天之骄子，无往不利，何其在女人面前吃过亏？只要一想到那日宫宴上凌初夏故意提起凌初瑶的事，那神情骄傲又自信，明亮耀眼，他的心就蠢蠢欲动。王爷误会了，是初夏有了心上人了。凌初夏躲过了陆凌天伸过来想要拉住他的手，一脸的戒备。是谁？陆凌天怒极，除了他母家示威，他何曾输给任何人？看陆凌天的眼中有了怒意，凌初夏却有些解气。天之骄子又如何？总有一日他要让他跌落尘埃，经历他前世经历的一切。与王爷无关。是谁？你想嫁给谁？说呀！陆凌天掩住了眼中滔天的怒意。他都以为凌初夏是他的，
从未想过凌初夏会爱上别人。王爷！凌初瑶的惊呼声打断了陆凌天的问话。陆凌天眼神阴鸷地看着来人，透露着不悦。凌初微也有些不可置信，心下虽然难受，但又有些明白，从一开始陆凌天的目标就是凌初夏，如今一切落空，自然是来算账的。贱人！凌初夏猝不及防，被凌初瑶推倒在地上，石子路上顿时感觉浑身都是疼的。你这个贱人，竟然敢勾引王爷！你，本王势在必得。王爷！凌初瑶听到这句话，整个人都僵立在了当场。陆凌天，你做梦！凌初夏咬牙切齿地开口。陆凌天是故意在凌初瑶和凌初微面前这样说的，他们就会针对他，让他在府中日子难过，转而去求他。本王还有事情，先走了。陆凌天对凌初夏笑得十分的温和，这般英俊又高贵的男子主动示好，实在让人很难不心动。陆凌天看都没看凌初瑶一眼，只是瞥了一眼凌初微，转身就离开了王府。他倒要看看这世上是否有他得不到的东西。王爷，王爷！凌初瑶本想追上去的，可是看到陆凌天头也不回地离开，指甲掐入肉中也毫无所觉。今日陪着他回门，分明就是因为陆凌天找借口来找凌初夏的。都是你这个贱人！凌初瑶，你发什么疯？三妹妹，你这是做什么？王爷看上的从头到尾都不是你，若不是因为名声，你以为你能嫁进王府？刚才还得意洋洋的凌初瑶瞬间成了个落败的母鸡。凌初微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爽意，挑拨他们的感觉，看他们撕起来，实在是让他出了一口恶气。还有大姐姐，你毕竟是凌家的嫡长女，就算你在随州那穷乡僻壤长大，也该知道自重。既然你都拒绝了和齐王殿下结亲，怎么还当着三妹妹的面勾引她？这么不要脸，也别怪三妹妹气成这样了。凌初瑶听到这话，气得恨不得撕了面前的两个人，一个跟齐王有暧昧，一个更是当着面就勾引的狐狸精。贱人！贱人！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自家姐妹的丈夫你都勾引，你不是说你不会嫁入王府吗？凌初瑶直接吼了出来，我勾引他，他也配？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这么蠢。你别走，你跟我说清楚。凌初瑶上前不依不饶，想要挠花凌初夏的脸。凌初夏想走，却被凌初微拦住了去路。大姐姐，咱们都是自家姐妹，有什么说清楚就好啊。说清楚什么？说清楚你和陆凌天的关系吗？你这说的什么话？你跟王爷搂抱在一起，是我们亲眼所见，难道还有假？我勾引他，他也配？难道不是他来勾引我吗？凌初夏警告地看着凌初微，凌初微被这样的眼神吓了一跳，那里面充满了杀意和恨意。凌初瑶往后退了一步，反正都是你勾引王爷，有我在一天，你就休想进王府。神经病！凌初夏甩开了两个人，却被两个下人拦住了去路。我要找祖母主持公道。不多时，消息就传到了福安堂，一个嬷嬷富儿老夫人说了几句。什么？当真？老夫人大惊失色，
随即又紧皱着眉头。齐王殿下竟然看中初夏那丫头，怎么还做出这种事情？那初薇……但现在还不是说初薇事情的时候，老夫人立刻让人将3个人给带了过来。你们一个个的大庭广众之下，不知道什么叫丢人现眼吗？2姐妹争男人，姐姐看上了妹夫，无论哪个传出去，对凌家的名声都不好。祖母，他什么意思？要跟我抢男人？我不活了我！够了，你先回去吧。凌初瑶愣了一下，似乎没听懂一样。让我走？我凭什么走？我现在是齐王的侧妃，这个女人勾引我夫君。老夫人被吵得头都是疼的，看着这还是蠢的一如既往的凌初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3小姐，老夫人必然会给您一个交代的，您先回王府。他巧言令色，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还说帮我进王府，我看就是对王爷欲擒故纵。凌初瑶气得直接吼出来，说出的话让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瞬间的寂静让凌初瑶顿时住了口，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什么意思？初瑶，你说啊，什么意思？凌初薇也有些着急，那天的事情他也是想不明白，王爷必然是遭人算计，可是怎么算计的，凌家也没有查出来个所以然。凌初夏抬眸看着凌初瑶，这个沉不住气的蠢货。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凌初瑶飞奔离开，头都没敢回。这若是让王爷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他的。给我拦住他！凌初夏，说怎么回事？初夏听不懂祖母在说什么，那目光冰冷入骨。老夫人仿佛看到了当年凌家那青年的眼神，一时间有些惊慌，眼前一黑。你祖母！见老夫人的情况有些不对，凌初薇连忙扶住了老夫人。场面顿时乱作一团，也无法再审问下去。去请大夫，快点去请大夫！身旁的嬷嬷连忙出去喊人，凌初夏也退了出去。小姐，白芷进来伺候，见凌初夏一直在发呆，有些担心地问道：祖母怎么样了？我刚派人去打听了，老夫人刚醒，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二老爷都已经从京郊大营回来了。那我去看一下。小姐，老夫人会找您算账的。他们从来都不会放过我，从回京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把我当工具。小姐，咱们回随州吧。白芷的眼泪都落了下来，这些日子府中过的什么日子她都看在眼里。傻丫头，我们早就没有退路了。别担心。凌初夏重新回到了福安堂，已经是下午了。这会儿福安堂十分的安静，凌初夏想要进去，却看到有侍卫守在门口，看衣服怕是二老爷过来。眸光一闪，凌初夏从后院墙翻进去，他倒是想听听他们在谋划些什么。母亲，您何必如此震怒啊？凌微远有些头疼。凌微远身为城郊大营的统帅，不常待在府里。现如今所有的人都以为咱们站齐王这边，
今日齐王殿下跟你说了什么？齐王殿下按令彻查江南案子，现在查出和秦王有关，他想让我在朝前跟着一起上奏。不管怎么样，齐王现在已经娶了初瑶，我们凌家已经和他绑定了，帮他扳倒秦王也未尝不可。可是齐王妃的位置原本应该是初微的。林微远说完又有些难堪，他难掩自己的偏心。现在适龄的皇子有齐王和平王，初瑶这次嫁了齐王府，平王又是个残废，初微怎么办呢？齐王正妃的位置不是还没人吗？可是温贵妃的意思是要凌初夏那丫头。林微远不由自主把目光放在了老夫人身上，他这将军的位置也是老夫人谋求得来的，从小到大母亲都是对他呵护备至，是最可靠的。温贵妃要的不是凌初夏，而是宣威将军的名望。但凡你争点气，他也不会舍近求远，让我们把凌初夏接回来。可现在齐王殿下似乎也中意凌初夏。也就是刚进京，齐王觉得新鲜，等这个劲儿过去了，他早晚会明白，还是初微这种懂事体己的贵女更适合做正妻。老夫人心里打着算盘，眼里闪过了阵阵的寒光。那凌初夏这边怎么办呢？怎么办？你去问问齐王殿下，他要怎么办？这最坏的打算不过就是再折一个女儿。你去找齐王，告诉他要帮忙可以，但是我们凌家可不是随便就能帮忙的。啊，明白了。如今初微的婚事要提上日程，让你媳妇儿都不要松口，就说想要多留几年。你去找几个伶俐的人，盯着凌初夏的院子和人，去哪里都要盯紧了。老夫人有些心烦意乱。凌初瑶进了齐府，所有人都以为会成为齐王妃的凌初微反而没嫁出去，都有人想要上门提亲了。老夫人又怎么会分不明白温贵妃的意思？窗下，凌初夏一个不察，碰到了旁边摆放的盆景，盆景落地，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什么人？老夫人住了嘴，示意下人去看。老夫人，没人，可能是鸟儿喝水碰到了盆景，那盆景不太稳固。仔细查看。凌微远有些惊悸地开口。凌家在朝中只能算是二等豪门，谁不想更进一步成为皇亲国戚，一步登天？而凌初夏躲在一墙之隔的后面，他耳尖的听到墙那边的人已经全部撤了，才松了口气，靠在墙上。过了几天，凌家却十分的安静，仿佛凌初瑶当日没有闹出来那一出笑话一样。一早，凌初夏出了门，去百凤楼给叶寒霜诊治，发现现在居然有人跟踪他了。看来是老夫人对他一点儿也不放心。凌初夏冷笑一声，让白芷引开了跟踪的人，转身进了百凤楼里。叶楼主，这是我新配的药。凌初夏拿出配好的药丸，叶寒霜接过，手指摩挲着药瓶。没想到你还有功夫制药。近几日你们林家闹得鸡飞狗跳，你倒是一点也不受影响。凌初夏一惊，想不到叶寒霜的消息这样灵敏。叶楼主神通广大，什么都瞒不住您，但也不用试探我。我在府中的处境，
您想必十分的清楚。今日早朝的时候，宣威将军站在了齐王身边，参了秦王一本。如今看来，是选好了队伍啊。凌家选择了齐王陆凌天，不代表我的选择也是他。叶楼主，我有一个消息，你一定会感兴趣的。陆凌寒沉默，洗耳恭听。江南一案，主谋必是秦王无疑。这案子牵扯众多，无论是哪方的人，都想要扳倒秦王。这样一来，朝中空出了许多职位，没有受到牵连的人就会重新站队，甚至是中立派。这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二皇子晋王和四皇子齐王，但最有利的却是齐王。三个在朝中成年的王爷，齐王陆凌天势力最单薄，扳倒了大皇子秦王，齐王必定趁势而起。无论你身后之人是谁，想必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面。你的消息是什么？凌初夏咬咬牙，把前世得来的消息透露给了他。选择除了相信叶寒霜以外，他也没有别的办法。陆凌天买通了秦王的一个亲信，才得到了江南府账本的下落。本来证据确凿，可惜账本却在运送途中落到了叶楼主的手里。陆凌寒在面具下微微的挑眉，不错，他是拿到了最重要的账本，所以陆凌天所有的算计都变得被动了。有了证据却不上报，朝堂上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叶楼主一直隐忍不发，也是想等待时机。现在陆凌天失去证据，却还是接下了查案的任务，和大皇子秦王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我很好奇，叶楼主到底是谁的人，又会怎么决策呢？你以为我是谁的人？我猜不出来，但是我确定秦王身为大皇子，却犯下如此大错，必输无疑。而那齐王陆凌天也不是什么好人，布了这么大的局，就是为了接手秦王的势力，绝不能让这两方占得便宜。那你想怎么做？我不知道叶楼主是谁的人，但一定不是陆凌天的人。不如提前行动，帮助你自己和你幕后之人抢下这功劳。你就这么厌恶陆凌天？他可是十分倾慕你啊。若是你投靠他，也许就能成为齐王妃，一跃之头。看不上。你倒是舍得。陆凌寒说着，面具下却不自觉扬起了一丝笑意。你放心，我不会让陆凌天讨得好的。好，那我就先告辞了。凌初夏说完就准备离开，陆凌寒盯着他的背影，目送凌初夏的离开。等他走了，陆凌寒低低地说：陆熙，帮我处理掉那些尾巴。话音落下，陆七如同鬼魅一样从暗处走了出来。回到府中，凌初夏犹豫再三，又一次提笔给师父写了一封信。叶寒霜身体的蛊毒到现在他也是压制着，尝试着治疗，和师父请教一下。更重要的是，寒衣圣手是什么人？师父姓顾，寒衣圣手顾寒衣到底和师父是什么关系？小姐，三小姐派人传了消息给您。只一早就回来了，回来三小姐的李姨娘就拿了信回来。凌初夏微微的蹙眉，打开信一看，居然是凌初瑶那个蠢货想要威胁他，让他给点药。这个蠢货给陆凌天下药，怕是活腻了。三小姐这怕是疯了。他既然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他。深夜，凌初夏换上了夜行衣，离开了将军府，绕过所有的守卫，凌初夏顺利地进入了秦王府，进入了主院。一进入院子，他便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儿。
陆凌天素来谨慎，哪怕是现在不得宠的时候，王府的防备也不该这么松才对。林初夏犹豫了一下，忽然听到身后有声音，抬起脚就朝着身后踢去。是我。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响起，林初夏已经被来人拦住了。叶楼主。看到来人，林初夏有些惊讶。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又来做什么？林初夏反问道。看林初夏一双大眼中充满了戒备，陆凌寒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有人告诉我，你深夜从林府翻了出来，直奔秦王府。你现在是我的大夫，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叶楼主也盯得太紧了。他想，叶寒霜还是不相信他，所以才会过来吧。林初夏从怀中掏出了一样东西，被叶寒霜一把按住了。你要做什么？让这件事情更热闹一些。林初夏扬了扬手中的信。陆凌寒有些不解。这是送给秦王的。你说若是秦王知道了江南案是陆凌天算计的，我现在相信你不会选择陆凌天了，甚至还和他有深仇大恨。他一次次的算计我，若不是我运气好，怕是这时候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呢。东西给我，我派人送给秦王。林初夏愣了一下。你以为你扔进去一封信，秦王就会相信吗？多谢了。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告辞了。叶楼主小心，别被人发现了。下一刻，陆七从暗处走了出来，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陆凌寒的身后。主子，林相送来一个箱子，里面是多年来和秦王来往的私信和账目。这么有诚意，就给他一条明路。陆凌寒交出了林初夏的信，让他儿子把这封信献给秦王，唆使秦王对付陆凌天，尚有翻案的机会。要是秦王输了，就将所有的罪责推到秦王身上。陆凌寒勾唇一笑，眼中尽是嘲讽。是。陆七点了点头，相信林相必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毕竟整个林家都在林相的手中，他不敢赌，也赌不起。回吧，之后就派人去请太医，说我病入膏肓，起不来了。陆凌寒想也知道，后面一定会有大乱，但他清白无瑕，不能在明面上参与到这案子之中。第二天，你来做什么？我奉了祖母的命令，来劝你这段时间安分守己。大姐姐，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不要以为自己是初瑶的姐姐，就能肆无忌惮地勾引齐王殿下。我恨不得眼不见心不烦。有勾引之心的，是另有其人吧？凌初微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他没想到凌初夏一点都不屑于伪装。还不走？凌初夏打了个哈欠，挑眉看着愣在原地的凌初微。是祖母命令我来规劝，教导你规矩，你敢不听？凌初微，我一不算计姐妹，二不勾结外人，我比你更懂规矩。哈，你没有算计过人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凌初瑶的事情是你做的。你有证据吗？凌初瑶认吗？凌初夏冷笑一声，挑衅地看着凌初微。凌初微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却不敢告诉陆凌天，因为当初这个局本来就是他为陆凌天做的，却失败了。再捅到陆凌天的面前，倒霉的只会是他自己。唉，可惜了你一番筹谋，最后却给别人做了嫁衣。凌初夏十分感慨地摇了摇头。凌初微脸色铁青，手指攥紧，刺得掌心流血。就在凌初夏以为凌初微要爆发了，
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时，最后一刻，凌初微忍着怒火掉头离开，不愿意和凌初夏多说一句话。看着凌初微离开，白芷有些担忧。小姐，您这是故意激怒他？气成这个样子，他会怎么做？一定想着怎么报复咱们。他不动，咱们不动，等他失控，我们才好反击。凌初夏知道，前世的凌初微就那般执着，今生也是一样的。白芷打探到，近来凌初微和外面有书信往来，这样的事怎么能不告诉已经是陆凌天侧妃的凌初瑶？你去一趟李姨娘的院子里，跟她说，凌初瑶要药可以，但是有条件。凌初夏附耳在白芷的耳边说了几句，白芷有些吃惊。小姐，你疯了？这要是三小姐出卖了咱们怎么收场啊？都已经撕破脸了，还在乎这些？齐王的侧妃给他下药，咱们充其量就是提供个春药。况且家丑不可外扬，他还能来找咱们算账？凌初夏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狡黠的笑意。凌初微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就开始砸东西。要不是祖母三令五申，他真想将凌初夏弄死在府中。滚！你给我滚！我的心肝啊！你这是做什么？娘，那个贱人，他竟然敢侮辱我！我的乖女儿啊，你这又是何必？你不愿意看见他，不理他就是了。你可是咱们将军府的嫡小姐，他算什么？王爷说是心里有我，可是我分明就感觉到了他的疏远。娘，我该怎么办？你想多了，你爹说了，咱们跟王府合作，这王妃的位置一定是你的。凌初微哭了一会儿，发泄过，也逐渐的平静下来。娘，我觉得这样不行。凌初夏一天没出嫁，我就不安心。乖女儿啊，你想怎么样？你祖母说了的，这四皇子能否上位还是要看的，总不能把你给折进去。二夫人看着凌初微的眼神，里面的怨恨和仇视让她有些心惊。我不管，母亲，你要帮我。凌初微的眼底有一丝疯狂，她需要凌初夏来给她铺路，只要凌初夏能做到的，她凌初微一样可以。你想怎么样？我要让她嫁给一个流氓纨绔，让她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受尽折磨。你这孩子魔怔了呀！你祖母可是要让她……娘，你都不帮我，我该怎么办？你也瞧见她那狐媚样子，若是入了王府，王爷变心了怎么办？凌初微熟悉陆凌天，那天他看凌初夏的眼神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好奇，那一刻他知道凌初夏不能再留了。凌初夏若是嫁给纨绔，她一个孤女只能依靠咱们家，我就不信了，到了那个时候她怎么能不听话呢？你想怎么办？我记得李姨娘有个外甥吧，经常来府中打秋风。凌初微从知道温贵妃中意凌初夏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各种谋划了。李姨娘未必听话呀，如今初瑶成了侧妃，她在府中也胆大了起来。哼，娘以为凌初瑶不想算计凌初夏吗？凌初微得意的一笑，他恨凌初瑶那个蠢货，怕是更恨，生怕凌初夏抢了他的人，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斤两。二夫人仍旧有些犹豫，老夫人和老爷都警告过她了，让她不要去管凌初夏。娘，一个破落户娶个千金小姐，嫁妆也够吃一辈子了，
你以为李姨娘不心动吗？齐王府内，凌初瑶收到了凌家派人送来的信，一封是凌初夏的。凌初微这个贱人，他明知道我已经是齐王侧妃了，还与王爷牵扯不断，真是下贱。看到凌初夏给他的信，凌初瑶气得想杀人。娘娘，王爷跟二小姐也算是青梅竹马，有联系也正常。二小姐也寄来了信，您看看吧。侍女秋萍递上了第二封信，凌初瑶不耐烦地拆开了另外一封凌初微写给她的信。看到信上的内容，凌初瑶脸色凝重起来。两封信，一封信上写着凌初微和陆凌天的暧昧，而另一封上面却是凌初微劝他一起合作，算计凌初夏嫁给他那个不成器的表哥。娘娘，大小姐和二小姐斗法，您打算站在哪一边？他们两个斗，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拿出诚意来，凭什么让我帮忙？哼，我现在是侧妃，抓住王爷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夜色渐沉，只余下蛙声蝉鸣。小姐，奴婢有事情禀报。奴婢今日去买菜，看到李姨娘带了娘家的外甥来了府内，要小住几日。但我打听了，那家穷得很，经常上门打秋风。二夫人不待见他们，每次来都是偷偷摸摸的，更别说是住下了。凌初夏的脸色冷了下去，二夫人绝对不会发善心的，一定有什么图谋。二夫人亲自见了那人，那李家的少爷风流纨绔，不求上进，只知道吃喝嫖赌，弱冠之年了，还没成亲呢。我明白了，下去领赏吧。郑娘子点头，往后退了下去。忽然听凌初夏问道：郑娘子的本事，为何要离开王府呢？这么多年找个合适的主子并不难吧？小姐说笑了，奴婢不过是个厨娘。郑娘子面上有些惶恐惊慌之色，可是眼底却毫无半点波动。凌初夏微微的一笑，不再追问了。若是府中有什么动静，告诉我，我重重有赏。是。郑娘子点头应下，退了出去。这个郑娘子真是有意思，今日她有意示好，但不知道底细，还是再好好的查查来历。二夫人整这一出，明显就是针对她来的。难道二夫人想把她嫁给那个李外甥？好毒的心思。皇宫内，皇后召见陆凌寒，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身体如何了？老母后挂念，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样的容貌，这般的聪慧，可惜是个残废，折了成为太子的通天路。母后今日让我入宫，可是有什么事情？我知道你身体不适，只是你也大了，连老四都知道求父皇操办婚事，你也是时候定下来了。我母家倒是有几个温顺的姑娘。不必了。母后，我这副身子就不要连累人家好姑娘了。你呀，皇后神色微沉，但也没有太多的失落。你再好好想想吧，你毕竟是三皇子，是平王，这婚事你拖得了一时，也拖不了一世。你最近病重，不了解朝中局势纷争，若是你几个兄弟去找你，可要离他们远一点，不要掺和进去。到底是寄养在名下的，皇后可不想为陆凌寒收拾残局。大皇子争斗，
皇后只想作壁上观，不沾半点。想到什么，皇后忽然提醒：说起来，你似乎和林家那大姑娘走得挺近。温贵妃到现在还惦记着那丫头呢，凌天也挺喜欢她的。陆凌寒的眼中暗光一闪，温贵妃还不死心，看来凌家那10万大军的魅力是真的很大。虽然凌家庶女已经进了老四的齐王府，但温贵妃再缠上几天，皇上很有可能还是会点头。凌寒，你要注意和凌家大姑娘的分寸。皇后端起面前的茶，轻抿了一口，意图敲打，但话还没说完，就被陆凌寒打断了。这几日陆凌天忙于奔波江南岸，怕是温贵妃也没那个心情了。他这难得的反驳让皇后心里一惊，看陆凌寒神色微冷，皇后突然觉得他从来都不了解继子。皇后来不及多想，就听守在门外的公公小步跑着进来。哎呀，皇后娘娘，不好了，秦王和齐王在御书房打起来了，皇上震怒，求您去看看吧。打起来了。皇后的茶杯霍地砸在了桌上。大皇子秦王脾气暴躁倒也罢了，四皇子齐王陆凌天可是温文尔雅，怎么可能打起来？哎呀，千真万确呀！晋王爷一早到了京城就立刻进宫，不到1刻钟，皇上便传唤了秦王和齐王入宫。老二回来了。皇后思索了一下，看向了陆凌寒。应该是与江南一案有关，儿臣陪母后一起去看看吧。皇后也不细听，忙不迭地赶过去。书房的门口，2道身影直挺挺地跪着。殿内刚回京的靖王跪在地上，皇上扔下了一本册子。混账！皇上息怒啊！皇后迈步进来，忧心忡忡。你们来做什么？皇上抬眸看了一眼皇后和跟在身后的陆凌寒，余怒难消。皇上，他们做错了，您训诫就是，但不要气到自己的身子呀。朕看他们是想把朕给气死。凌寒，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账本。永乐帝还是没让靖王起身。陆凌寒弯腰将账本捡起来，一翻，上面清楚地记着江南府的银子都去了什么地方，层层盘剥下来的官员名单，长长的一串，触目惊心。这全是从他手里过了一遍的数字，陆凌寒熟悉得很。他收到了靖王求救的眼神，温声道：父皇，这是二哥辛苦从江南拿回来的账本，也不该不让他起身呀。你看看这上面的官员名单，到底填了多少人？陆凌寒看了一眼靖王，心里暗叹：老二这个蠢货，我提供的名册如此详尽，竟然还在上面画蛇添足。父亲明察秋毫，必定能分辨真假。那你说该如何处理？永乐帝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陆凌寒，也只有先皇后留下来的老三是最安分守己的。可惜呀，他是个残废。事已至此，父皇心里早就有了决断，秉公办理就是，何必让皇兄皇帝们跪着，这让群臣看到了，丢的是皇家的颜面啊！做得出这种丑事，他们早就不要脸面了。父皇要是不想管这件事，倒不如让丞相处理。林相为人素来两袖清风，再加上父皇监督，他必然秉公执法，不敢偏私。处理这事儿，林相也可以顺势把自己的儿子摘出来。永乐帝心烦意乱，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就这样吧。他看着陆凌寒，心念转了几个可惜的念头，
终于还是道：“老二，起来吧，让外面2个人也滚进来。”谢父皇。晋王终于听到这句话，连忙谢恩，从地上爬起来。秦王进门，顾不上擦拭额头的汗水，直接跪在了地上。父皇，儿臣知错，儿臣知错。父皇，儿臣的错，儿臣认了。但老四公报私仇的罪，也不能不罚呀。秦王恶狠狠地瞪着陆凌天，恨不能从他身上挖下一块肉来。那日林相之子献上的信，将他前后一桩桩、一件件被陷害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这一切的幕后主使者，竟是平日里不吭不响的陆凌天算计。秦王哪里能罢休？最近一直在朝堂上咬着陆凌天不放。果然会咬人的狗不叫，平日里看着不动声色，却敢派人偷他的账本，设计陷害他，让他一败涂地。不然他做得如此隐蔽，怎么会暴露出来？儿臣冤枉啊！父皇，儿臣只是奉命彻查案子，绝无半点私心。你冤枉吗？永乐帝本就怀疑这案子的罪证泄露得这么明显，直指秦王。现在秦王指责，他心里的疑问就更深了。来人，传朕旨意，押秦王幽禁府中，待林相查明后，听候发落。父皇，求父皇网开一面，给儿臣一个机会。父皇，父皇，父皇！秦王再怎么不甘，也被几个侍卫进门给拖了出去。陆凌天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期待，他以为自己赢了，满心以为就能得到父王的赏赐，却听永乐帝道：“齐王，你查案辛苦，近几日就在家休息吧。”什么？陆凌天不可置信，他做了这么多，不仅连个赏赐都没有，甚至还得到了这变相的禁足。永乐帝没有理会陆凌天，也没有理会晋王，无罚就是赏了。晋王连忙跪下谢恩。江南案有了定局，所有的人都退下去。陆凌寒行动不便，落到最后。太医院看了，百凤楼也看了，这腿还没有任何起色吗？你也年纪不小了，早点定下吧。永乐帝神色淡了下来，老三不行，就早点生个儿子，也许还能堪大用。这已经不是皇后那样的劝说了，而是不容反驳的催促。陆凌寒神色一凛，浑身冰冷，看来无论如何他还是需要一个王妃的。宣威将军府。你说什么？王爷被皇上勒令休息。老夫人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凌初瑶。不可能！老夫人第一反应就是凌初瑶在撒谎。陆凌天查案有功，这次应该有大功劳的。整个凌家都将宝压在了陆凌天的身上，这个节骨眼上，齐王怎么反而休息了呢？是真的，祖母。王爷让我来，就是把这封信交给父亲。行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歇着。凌初瑶也没有过多的纠缠，他没忘记老夫人之前还想要审问他呢。转身出了门，凌初瑶就直奔一个方向。娘娘，这边不是去咱们院子的路。出了门，秋萍就见凌初瑶走反了，连忙提醒她。我知道，我就是想见大姐姐了。凌初瑶的嘴角勾出了一抹冷笑，眼中闪过了一丝恨意。姐姐，这是好兴致呀。凌初瑶压住眼中的恨意，换上了一副笑脸走了进去。你怎么来了？我来谢谢姐姐上次的礼物。我和王爷
近来关系也好了不少。你记得回报我就行，口头上的感谢就免了。妹妹请回吧。林初夏蹙着眉，直觉林初瑶有些不对，来者不善。林初夏如此冷淡，林初瑶一时间心里发恨，不知好歹的东西他都舍下脸来了，竟然还敢这般摆脸色。我当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你瞧，我还带了礼物，这我第一时间就给姐姐送来了。既然是王爷赏的，还是妹妹用吧。姐姐还是看一下的好，若非跟姐姐有关系，我也不会巴巴的拿着非要给你。这东西从哪里来的？林初瑶吓了一跳，反应过来，眼底却狂喜，没想到进展的这么容易。就在城南的首饰铺子里，咱们林家布庄的隔壁。林初微说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只要林初夏去了，表哥就等在那里呢。娘娘，你……秋萍有些担忧地开口，这般行事，王爷已经是那般冷淡，若是连娘家都不能依靠，可该怎么办？我那表哥已经安排好了。林初瑶挑眉一笑，他没想到事情竟然进行得这般顺利。林初微显然是早有安排，虽然不知道那玉佩是什么，但是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是的，表少爷一早就跟着二小姐出门了。贱人，你也只配给畜生糟蹋。林初瑶的眼底尽是恨意，疯狂之色让身边的侍女冷冷地打了个寒战。这边，姑娘想买什么？首饰铺的小二看上去不像是开门做生意的，凶神恶煞的。半块玉佩。林初夏不曾放下眼中的戒备，那是他哥哥的东西呀。即使明知道有可能有诈，他依旧还是来了。我家少爷楼上等着你呢，请跟我来吧。我愿意花钱高价买那半块玉佩，你让他拿下来吧。姑娘别为难我呀，那虽然是半块玉，可是那可是上好的料子，稍微改改，可是不少的银子。小二话虽然说得好听，可是眼睛却十分猥琐地从林初夏身上扫过。姑娘，亲自上楼跟我们掌柜的谈谈吧。嘿嘿，姑娘喝茶。男子猥琐的目光从林初夏的身上扫过，这般极品美人可真是难得一见呢。林初夏坐都不肯坐，更不会去喝茶了。半边残损的玉佩上面的纹路花纹和他手中可以肯定是同一块玉石取出来的。林初夏抬头想问个价格，却忽然感觉到头有些昏沉。你……林初夏猛然瞪大了眼睛，中计了。林初夏立刻想要起身离开，却连站都站不住了。哎呦，美人啊，来让哥哥瞧瞧。滚开！林初夏用尽了力气，一把将男子踹开。还挺泼辣的，敢踹爷，不知道天高地厚。滚开！别过来！林初夏发现自己浑身燥热，头脑发昏，闻到男子身上的味道，却有些想要靠过去，神志不清，眼睛有些迷糊。美人儿，也会让你舒服的。这般美人，她平日里可是无福消受的。忽然抬起脚狠狠地踹在男子身上，突如其来的疼痛，男子捂着裆部在地上打滚，趁着空档，林初夏推开门就往下跑。呀，来人了！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凌初夏拼了命的逃跑。包厢内，男子忍着疼从地上爬了起来，带着人就跑出门追赶。3、4个大汉手中拿着粗重的木棍，就奔着凌初夏一路追赶。眼看着越来越近，凌初夏拐在了一条条的小巷子里，才拉开了一点距离。眼看着人就要追上来了，凌初夏用尽浑身的力气，运功翻过了高墙，似乎是到了一处人家的院子里。李少爷，你怎么回事啊？连个娘们都看不住。追来的人抱怨的开口。那男子有些恼怒，身体还有些疼痛。还不是你家主子给那药不行，连个女人都要不到。哎呀，别吵了，赶紧找找。人呢？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墙之隔，凌初夏清楚地听到了追赶者的声音。不会跑进别人家院子里了吧？这墙这么高，不可能。说的也是，一个臭娘们儿跑不了多远，再找找，去那边看看。随着声音的消失，脚步声也逐渐的走远，凌初夏才缓缓地松了一口气。李少爷吗？他最近听到姓李的少爷，那就只有凌初瑶的表哥，李姨娘的外甥。眼中迸发出了恨意。凌初瑶和凌初微那2个人竟然联手了。不及细想，药效已经再一次袭来，他浑身燥热，知道只能熬过去，熬过了时间就好了。玉佩上面的毒根本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是将今天发生的一切串联起来，凌初瑶虽然品味低俗，也不会红配绿出门，好算计呀。凌初瑶脑子简单，想不出来这么复杂的计谋，必然是凌初微了。哎，有人没有啊？啪啪的拍门声，是凌初瑶表哥的声音。什么人？敢拍我们的门？我看这不想活了。有没有一个姑娘跑进来？没有。让我们进去看看。你们什么东西啊？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声音十分的尖锐，不像是男子有的，反而像是宫中太监独有的那种声线。管你什么地方呢？我们要进去搜。李家外甥仗着有人撑腰，十分的嚣张。凌初夏观察了一下四周，他尚有一些距离，缩了缩身子，尽量让树木和石头遮住身形。别怕，我在。清冽而淡薄的声音有些耳熟。凌初夏抬眸，却是一张熟悉的面庞。是我，没事吧？看着掉落在旁边的那半块玉佩，陆林寒有些奇怪。待看清楚上面的字，这是凌月北的玉佩。林姑娘，还好吧？来，站得起来吗？这是中了春药啊，会医术还中了这种药。别过来！别怕，把簪子给我。陆林寒伸出手点了凌初夏的穴道，凌初夏身体一软，软趴趴的倒下了。门口的争吵声越发的厉害，陆林寒看凌初夏已然昏迷，直接从轮椅上站起来，一把抱起了凌初夏。陆林寒蹙着眉，他怎么这样轻，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加瘦弱，几乎没有什么重量。抱着凌初夏进了屋子。对不起，王爷。你没事就好，我先出去。陆林寒笑得十分的温柔，低眸遮掩住了眼中的冷漠。感觉好点的话，我让人准备衣服给你。王爷不问问我发生了什么吗？先起来吧，事情发生了，总有解决的办法。看到陆林寒出去，凌初夏感觉到体内的药性已经退了。不多时，凌初夏从屋中走了出来，看到陆林寒坐在轮椅上，
对着院中的水潭，似乎在安静地思考着什么。整个画面美得像是一幅画，让林初夏有些不忍上前去打破。陌上公子人如玉，这位王爷才华过人，温文尔雅，却死于病痛，实在是让人惋惜。陆凌天看上了他背后的母族，也是每天盼着他死。多谢王爷，还请王爷帮我保密今日之事。放心，我不是多嘴之人。王爷大恩大德，初夏无以为报。若是王爷有什么需要的，必定赴汤蹈火，报王爷今日恩德。无需如此。陆凌寒咳嗽了一声，遮住差点脱口而出的声音。他现在是陆凌寒，不是叶寒霜。林初夏向他辞了行，已经走了出去，却忽然回头对陆凌寒说：王爷，可以再跟您借点东西吗？见林初夏指着陆七的佩刀，林小姐请。陆七解下了佩刀，双手递给了林初夏，送林初夏到门口。待林初夏离开，陆凌寒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冰冷的气质。摇了摇脖子，看他的暗卫从暗处走了出来。主子，今日早朝上论功行赏，齐王被变相禁足思过，林威远并没有给齐王求情。下朝之后，温贵妃偷偷去见了这位威远将军，不过似乎不欢而散。他这是想拉拢林家？林家门生遍布天下，天下文臣之首，谁不想拉拢？不过林下那个老狐狸可不是好对付的。说的也是。陆七抿唇，林家这内宅很热闹啊，派人盯紧了。我总觉得当年林月北在边关战死的事情和林家老二有关系。要安排人保护下林小姐吗？月北对我有救命之恩，他只有这个妹妹，照顾一下吧。是。林家，林初瑶和林初微坐在园中的凉亭，这会儿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等着消息。今日多亏了妹妹呢，不然她怎么会上当？林初微看了一眼林初瑶，还要多亏母亲帮忙，林家大房的东西都在她手里，拿了她哥哥的玉佩，她就巴巴的送上门，还真是兄妹情深呢。多亏姐姐运筹帷幄，替我除掉这个眼中钉呢。唉，我是真想看看她怎么回来。林初微隐忍了这么久，终于可以除掉林初夏，觉得出了心中的一口闷气，笑容愈发的灿烂了。两位妹妹在这里等谁回来呢？不如说给我一道听听。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入到两人的耳中，却犹如地狱里爬出来的一样。林初微握紧了拳头，回头看过去，却见林初夏好端端地站在自己的眼前，眼中闪过震惊之色，看到他手中握着一把刀，顿时起了个机灵。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了？林初夏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人，握紧了手中的刀。我的好妹妹，不如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在哪里？林初夏将手中的麻袋扔到了地上，发出砰的一声，那麻袋的形状很像是人。你想干什么？林初微的心头闪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看着林初夏越走越近，浑身的杀意让林初瑶和林初微都害怕起来。我想做什么，妹妹不知道吗？来人啊！来人啊！妹妹别喊了，我知道你们在这里等人，你们在等他呢吧？我刚巧遇见，就给一起带过来了。妹妹知道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凌初夏一刀划破了那麻袋，麻袋里赫然是一个年轻的男人，那人蜷缩成了一团，手脚被捆住，嘴里还塞着破布，整个人昏迷不醒。凌初瑶和凌初微都震惊了，这不是李少爷吗？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凌初微往后退，却发现再退就要退到湖里面了。过来一个人，我就在你脸上划一刀。凌初夏用眼神警告了周围的人一眼，锋利的刀刃在凌初微的脸上拍了拍。你敢？我怎么不敢？别过来，都别过来！你们真当我是软柿子呢？凌初夏脸上依然在笑着，从怀中取出了一个药瓶，捏住凌初微的嘴，直接灌了进去。看着那熟悉的瓶子，凌初微拼命的挣扎，却发现自己在凌初夏的面前不堪一击。灌了药，凌初夏甩开了凌初微，将剩下的半瓶药塞进了凌初瑶的嘴里。你给我喝的什么？凌初瑶被捏着下巴强行灌了进去，和凌初微一样拼命地咳嗽着，想要将药给吐出来。这你要问你的好姐姐，给我用什么药了？这不是你找来的药吗？这么喜欢下药，我就好心给你们尝尝。两位妹妹和这样的男人私会，哎呀，我忘记了，三妹妹可是嫁了人的，不知道齐王殿下能不能受得了这绿帽子。李少爷早就被这药性折磨得冲昏了头脑。美人，美人，滚开，滚开！你们在干什么？老夫人和二夫人接到消息，匆匆忙忙地朝着花园走来。快点救人！看到凌初微落水，二夫人的心脏差点都停了下来。还不把他们给我分开！老夫人看到凌初瑶和男子抱作一团，怒不可遏，厉声开口：我的女儿啊！二夫人一把抱住了凌初微，却见凌初微像缠麻花一样就要扯衣服。热，好热！哪个狗东西敢给我女儿下药？看凌初瑶和男子被分开，泼了冷水，整个园中乱作一团。老夫人冷眸看着站在庭中一脸笑意的凌初夏，心头闪过了一丝不安，仿佛有什么超出了他的手掌心。到底怎么回事？祖母何须如此动怒呢？不如等你这两个孙女儿清醒以后，好好跟你说说他们是如何陷害自己的堂姐，找人毁人清白，逼人去死的。凌初夏似笑非笑地看着老夫人，毁人清白，逼人去死。老夫人听到这8个字，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了凌初微和凌初瑶。二夫人闻言，眼中闪过了一丝心虚，连忙低下头，派人拉住凌初微，想要带凌初微离开。看到这副模样，老夫人瞬间就明白了过来。但是这不是盘问的时候，立刻吩咐身边的嬷嬷将在场的下人都记下来，想要将事情给掩盖下去。老夫人这边正吩咐着，忽然听到了嗤笑一声。凌初夏微微的一笑，说道：祖母不用这么着急，这些下人可以等会儿再处置，反正都是凌家的人，也跑不掉。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喝的不多，冷水冲下去一会儿就清醒了。那男子看到凌初夏如同看到了恶魔一样，再看看周围这阵势，顿时被吓破了胆子。凌初微和凌初瑶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恨不能去死。闻讯赶来的李姨娘看到这一幕，肝胆俱裂，上前抱住了凌初瑶。我的女儿啊，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李姨娘和二夫人都不知道吗？二夫人语塞，她做当家主母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可是在接触到林初夏那冷淡的目光时，不知道为何有些瑟缩了。两位妹妹，好好跟祖母说说，你们今天干了什么？说错一个字，我就在你们脸上划一刀。我说到做到哦。我们什么都没做，是你这个疯子，一回来就逼我们吃药，拿着刀威胁我们。祖母，你要给孙女做主呀！来，给老夫人讲讲，不然的话……眼前的女子笑容灿烂，可是手中的刀却毫不留情地扎进了男子的手臂。说出来，我饶你一命；不说的话……林初夏扬起了手中的刀。我说。他哆哆嗦嗦地将今日的事情都给说了出来。刚说到受了林初瑶的指使，到指定的地方去玷污林初夏的时候，你胡说八道，你诬陷我！住口！让他说完。老夫人厉声开口。二夫人想说什么，却在老夫人难看的眼神下，什么都不敢再说了。越听越生气，老夫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手教养出来的嫡女，竟然会给别人下春药，让人玷污自己的堂姐。她可知道为了她的婚事，林家付出了多少？林初夏本来就是用来给她铺路的。蠢货！老夫人怒极，一巴掌甩在林初微的脸上。娘，这跟初微又有什么关系？都是林初瑶这个贱人做的呀！你还看不出来，还在惯着他？祖母、母亲，事情不是这样的，都是初瑶一手指使的。林初微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阴狠，今日之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否则林家女儿的名声就全部都毁了。不是我，又是他给我的。林初瑶哪里见过这阵势，吓得肝胆俱裂，生怕下一刀扎在自己身上。听到林初微甩锅，更是心慌。祖母，若不是二夫人有命，我表哥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是林初微承诺事情之后会让林初夏嫁给我表哥，给一大笔嫁妆的。林初瑶毫不犹豫就把林初微给卖了。祖母，他诬陷我。母亲，初微她是无辜的。二夫人看老夫人的神色不语，开口想解释，却在老夫人凌厉的目光下住了口，不敢再多言。斥责林初微母女的事情可以随后再议，重要的是这里发生的事情不能传出去，影响了宣威将军府的名声，连累了他的儿子。认出这是李姨娘家的外甥，初瑶妹妹的表哥，老夫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老夫人戒备地看向了林初夏。林初夏微微的含笑，一刀送入男子的胸口。男子只挣扎了一下，双目圆睁，在地上躺着一动不动了。整个园中都安静了下来，目光都集中在林初夏的身上。看他缓慢地抽出刀，还用随身携带的丝帕擦着刀上的血迹。这男人死了，处理了这院中的人，除了咱们自家人，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给您解决了心头大患。院中的下人听到这话，都是一抖。今日这样的传闻若是传出去，对林家就是灭顶之灾，老夫人的处置手段可想而知。老夫人饶命啊！我们必定守口如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老夫人要命啊！今日院中本来就有不少的下人，地上乌压压的跪了一地。
你……老夫人指着凌初夏，双眼一蒙，直接昏了过去。娘，老夫人，娘，快去请大夫，快去请大夫！院中慌乱作一团，看着二夫人派人去请大夫，凌初瑶母女抱作一团，瑟瑟发抖。凌初夏冷眼看着这一切，只要他再一日，凌家就别想安生。在外的凌微远赶回府中，就看到老夫人靠在榻上，面色惨白。二夫人和凌初微、凌初瑶跪在老夫人的榻前面。娘，这是怎么了？凌微远蹙眉，想要扶起地上的二夫人。你教的好女儿！老夫人怒极，让身边的嬷嬷将所有的事情给凌初微讲述了一遍。这事情若是传出去，我凌家还有什么脸面在京中立足？母亲如何处置他？素来乖巧的女儿会给人下毒。爹，我是冤枉的。凌初微想要争辩，老夫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已经让人将今日看到的下人都关进了柴房，你派侍卫去处理了吧，不要留活口。老夫人仿佛在说今天天气还不错的语气。二夫人哪里见过这种血腥，整个人脸色煞白煞白的。你知道他要做这种蠢事，还不拦着他，反而帮他为虎作伥。我跟你们说的话都说给狗听了，再有下次就不是我凌家的人了。是。二夫人不敢再解释，低头垂泪。凌微远看着地上的两个女儿，一身的狼狈，哭得眼睛都肿了，于心不忍地说道：娘，您罚也罚了，而且这事情一个巴掌也拍不响，那凌初夏未免也欺人太甚了。凌初微和凌初瑶似乎被吓破了胆子，两个人瑟缩的样子，看着他这当父亲的有些心疼。是有些欺人太甚了，都下去，好好给我闭门思过，别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祖母，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凌初瑶恨不能现在就回王府，看着表哥死在眼前，他真的肝胆俱裂。做了这样的蠢事，你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不如趁早给我滚回去！凌初瑶连忙摇头，他再蠢也知道王爷让他出来给娘家报信儿是为了什么，就这样一无所获的回去，王爷会怎么看他？那还不滚！老夫人气得捂住胸口，凌初瑶眼睛含泪，遮脸出去了。二夫人抱紧了凌初微，哭道：初微以后可怎么办呀？这还怎么嫁人呀？还不是他自己找的。老夫人恨铁不成钢，直直地看着靠在二夫人怀中哭得眼肿的凌初微。凌初微被老夫人那如有实质的目光看得抖了一下。祖母，我不要嫁给凌初瑶的表哥。蠢货，你是凌家唯一的嫡女，我当然不会把你嫁给那样的玩意儿。可是你既然没有万全的把握，为什么要贸然出手算计凌初夏？你呀，可是凌初夏他出手跟我争。他跟你争什么？争得过你吗？他只是一个吸引凌家旧部势力的招牌，你才是真正的底牌，你明白吗？凌初微咬着唇，可现在陆凌天不只是想要凌家的旧部，他还想要凌初夏呢。他要嫁给陆凌天，他喜欢陆凌天，可是陆凌天却真的看上了凌初夏，他怎么能忍？
嫁进齐王府，可以成为陆凌天的王妃，协助齐王继承大统，成为皇后，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现在最要紧的是辅助齐王重获圣上的心，而不是忙着窝里斗，你明不明白？见他们一家三口这个样子，老夫人叹了一口气。今日入宫，形势如何？晋王如今立了大功，更讨圣上欢心了。秦王败局已定，就等定罪了。那温贵妃是什么意思？温贵妃还是更中意凌初夏那丫头。不可能，凌初夏不听话，绝不能是她。温贵妃想要凌家帮忙，就要选择凌家真正的自己人。可是……没有可是，必须定下初位，不能拖。老夫人看着脸色苍白的凌初微，一咬牙便下了狠话。经过今天的事儿，凌初微不可能再有更好的归宿了，她必须早做决断，现在听明白了吗？初微，你要给我争口气，不要再去理会凌初夏了。那边祖母自然会收拾他。老夫人眼中闪过了一丝狠厉，一个黄毛丫头，她收拾的手段多的是。三女知道了。凌初微有些慌乱地点了点头，楚楚可怜。她确实被折腾得够呛，明明是她先算计凌初夏的，可到头来却被耍得团团转。回到明月阁，凌初夏一进门，身体就软了。小姐，你怎么样？小姐。他三言两语说完了今天的凶险，听得白芷心惊肉跳。小姐，只是这样太便宜凌初微那两个蛇蝎了。白芷愤怒的恨不得将那凌初微和凌初瑶砍了。这就是大少爷的玉佩。今日凌初瑶就是用这个引我出去的，他的智商做不出来这种事情，一定是凌初微的主意。我倒要问问他是怎么拿到哥哥的玉佩的。小姐，今日闹成这样，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咱们的，要不咱们离开凌家，回随州吧。不行，未查明真相之前，我不会回去的。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线索，我一定要查到底。凌初夏想到那块玉佩就无法平静。今日还好有平王殿下救了您，可是下次呢？我会小心的。小姐，平王殿下三番两次帮我们，不如我们去求平王殿下，让他帮我们。他帮我们是情分，不是义务。本来就是我亏欠他，怎么还能再去打扰呢？白芷，你不用说了，你去备点礼，把刀还回去，下次我再登门拜谢。凌初夏看着桌上的佩刀，缓缓道：“他有些累了。”一躺下就睡了过去。翌日一早，白芷看到了时间，凌初夏还未起身，进屋查看，却发现是凌初夏面色微红，浑身发烫。小姐！白芷吓死了，她连忙叫人去请外面的大夫。府中的人她可是不敢用的。凌初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快到晌午了。小姐，你可算醒了，你发烧了，喝点药。白芷看到凌初夏醒过来，喜极而泣。府中今日怎么样了？听到这话，白芷的脸色变了变。没什么动静，昨日你回来，花园里的下人都被关进了柴房，今日一早，二爷带着侍卫进去。
凌初夏的脸色微变。我偷偷看了，全部都被处死了。白芷没想到府中这么狠，10几条人命啊！除了贴身的侍从被警告了之外，剩下的都变成了白布抬出来的尸体。下手也太快了，好狠的心！不信凌家的人还能杀尽所有人，能够堵住这天下的悠悠之口。白芷，你派人出去宣传一下，务必让凌家这家丑闻整个京城人尽皆知。可是这样，小姐也会受牵连的呀。我还有什么名声呢？若能让凌家对我低头，我根本不在乎这一点名声。我要的是查清楚真相，为父兄报仇。好，无论如何，我陪小姐一起守着。你去吧。凌初夏说话间，眼皮子又开始上下打架，他当真是累了。皇宫御花园的林荫小路上，陆七推着陆凌寒的轮椅，压低了声音说道：主子，皇上解了齐王的族禁，又让齐王出来了。秦王一到，朝中就有2个看大用的皇子，若让晋王势力太大，父皇怎么放心呢？当然要扶持另外一个儿子跟晋王继续斗下去，维持平衡。父皇不愿给母亲翻案，更不愿看到王室东山再起。思索间，已经到了御花园的中厅，帝后全部整装端坐，晋王和齐王陆凌天也坐在一旁，连晋王妃也在。凌寒来了，你父皇都等你许久了，赶紧坐过来。皇后第一个看到陆凌寒，浅笑着打招呼：这几日身体如何了？多谢母后挂念，已经无碍。无不无碍，都得过来坐下。以往那些宴会你赖掉就算了，今日可是七夕乞巧节，你是一定要在的。永乐帝难得笑着打趣：说不定啊，这姻缘就落到你头上了。陆凌寒的脸色微微的一变：怎么，你这孩子连今日是什么日子都不知道吗？最近诸事繁杂，儿臣记差了。乞巧节这也是女儿节，可陆凌寒暗中一直忙于斡旋朝中势力，府中又没有女眷，完全不记得这样的日子。你年纪不小了，早点成亲，诞下子嗣，自然就记得这样的日子。皇爷爷，你看看我。晋王家的3岁的女儿缠在永乐帝的怀里撒娇，逗得永乐帝又笑了起来。陆凌寒一瞥晋王，他没想到晋王竟然搬出孩子来争宠，倒也不是个完全的蠢货。明天最近的差事都办得很不错，虽然有些错漏，但功可抵过，也该好好相看齐王妃的人选了。永乐帝近来交给陆凌天一些处理公务的权职。差务劳苦，府中也要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才好啊。父皇，我……陆凌天听到这话，欲言又止。永乐帝这意思是要指婚，可上一次在端午宴上，他已经提出要娶凌初夏，但永乐帝这口吻却像是之前的事没发生过似的。难道父皇不喜凌初夏？温贵妃比陆凌天先反应过来。皇上是想指哪家天金给凌天啊？若是不合臣妾的心意，臣妾可不愿意。晋王在旁撇嘴，他向来都瞧不上温贵妃这装模作样。这是自然，怎么，爱妃心里有了人选？皇上还记得之前端午宴上那位？臣妾觉得那凌家大房的嫡女挺面善的。皇上日理万机，
怎么会记得一个小姑娘？那林大姑娘就是上任宣威将军一脉谨慎的亲女，让人怜惜。原来是她。若是那宣威将军还在，他是绝对不会考虑让一个皇子娶林初夏的。但那人已经死了，永乐帝的警惕便少了许多。林家大姑娘倒是不错，可堪良配。永乐帝顿了一下，温贵妃的面上刚起了一丝喜悦，等着永乐帝的下旨赐婚。那永乐帝话还没出口，便听陆凌寒温和的一笑：等等，父皇忘记了吗？凌天的侧妃和这姑娘可是姐妹。永乐帝赐婚的旨意就要说出口了，陆凌寒再不打断就成定局了。陆凌寒的语气都不自觉急了起来。永乐帝闻言，疑惑的目光看向了陆凌寒。陆凌寒的眼中寒光闪烁，垂眉遮眼。他勾动唇角，带起了一抹浅浅的笑容。那姑娘都拒绝过一次了，父皇何必强人所难？强扭的瓜不甜。永乐帝原本有些怀疑陆凌寒是不是跟陆凌天有什么龌龊，听到这话反而是笑了起来。陆凌寒这孩子从不多管闲事儿，忽然开口阻止了这婚事。那凌寒，你见过这姑娘吗？永乐帝话锋一转，微笑着看着陆凌寒。皇后原本是想开口阻止这门亲事的，听到这话顿时松了口气，目光有些探视地看着陆凌寒。见过2次，儿臣在街上差点被疯狗所咬，是这位姑娘出手相助。倒是良善。永乐帝的目光从陆凌寒的腿上扫过，那姑娘一介孤女，有的不过是父兄的名望，若是别的皇子娶了，还能算是助理。陆凌寒嘛，温贵妃打的算盘，永乐帝猜出了几分。母家示弱，他却是要给陆凌天找门好婚事，以便平衡朝局。凌天不是已经娶了一个凌家的吗？既然那凌大姑娘不愿与妹妹争宠，就赐婚给凌寒吧，也是全了凌家满门忠烈。哈，恭喜三弟要娶亲了呀！凌家大房只有这个女儿，你可要善待人家。永乐帝转向了陆凌寒。陆凌寒面色不显，点头领下了这旨意，但心里却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还好他把林初夏护到自己的身边了。皇上！温贵妃暗恨不已，连忙扭到皇上的身边撒娇着。好好好，朕知道不会亏待老四的。凌寒定了凌大姑娘，那就给老三娶一个凌相嫡女凌琼楼，年纪跟凌天刚好。那姑娘朕见过2次，很是活泼呀。可是温贵妃脸色微僵，还想挣扎。林相是个老狐狸，连儿子和秦王混在一起也不管，娶了他的女儿也不一定能拉拢他。好了，就这样定了。去林家和林家传朕旨意，赐林家大小姐为平王妃，林家大小姐为齐王妃。一语定下，金口玉言，再无悔改的余地。恭喜三弟，恭喜四弟，都要娶亲了，双喜临门呢！啊2条赐婚的旨意从宫中一路到了林家和凌家，凌家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前堂，跪下接旨。这可是喜事啊！奴才先道一声恭喜呀！老夫人一喜，这是温贵妃同意了，还特地找皇上下旨赐婚，
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呀！上天保佑林家。跪在后头的林初微听到了，面上也带了娇羞的喜色，唇畔的笑怎么也下不去。他期许地看着那道明黄的圣旨，像是在看自己光明的未来。兹林氏有女，林初夏，恭顺贤德，自婚平王，择日完婚。霎时间，室内一静。老夫人，接旨吧。怎么会是林初夏？老夫人这是欢喜傻啊！圣上的旨意很清楚啊，林家大小姐赐婚给平王殿下，这喜事儿你还不赶紧接旨？奴才还等着去林家呢。什么？赐婚？和平王陆林寒？陆林寒自己的意思呢？皇上怎么会忽然想起来给他赐婚的？不可能！林初微跌坐在地上，看着身旁的林初夏接到圣旨，一把抓过打开，看着上面林初夏3个字，面如土色，不可置信。公然抢圣旨，你这是找死啊！公公恕罪，我家二姑娘和姐姐关系好，大喜过头了啊！你这林家热闹得很呀，不过咱家还要去林家给林家大小姐传旨，就不耽误了。你们林家早点准备嫁妆，毕竟平王年长，婚事要办在齐王前面，不要耽误了齐王殿下和林家小姐的婚事。什么？林家小姐赐婚给了齐王殿下？是啊，圣上金口玉言，咱家这就去传旨了。公公扭头离开，林初微面色惨白，却还是爬起来亲自去送。不会的，不会的，圣上一定是给我和齐王殿下赐婚，是那太监搞错了，我不信。我说妹妹何必这么激动？公公不是说了吗？这是皇上金口玉言赐下的婚事，当然不会有假了。林初夏讽刺地笑道。原本他心里还满是吃惊和意外，但是现在看到林家众人的脸色，林初夏又觉得快意，看到他们不舒服，他就开心。为什么会是林琼楼？说，是不是又是你算计的？林琼楼嫁给了齐王，你嫁给了平王，我不信这是巧合，肯定是你。林小姐嫁给齐王，我嫁给平王殿下，这有什么不好的？林相是文臣首领，林家更是书香门第，林小姐和齐王殿下也算是门当户对。他与林家早就势同水火，林家想把他推入火坑，而他巴不得林家倒霉呢。你得意什么？赐婚给一个残废，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平王殿下容色过人，温文尔雅，我也不亏呀。我嫁过去就是王妃，以后和林家小姐就是妯娌了。林初微气得说不出来话了。林初夏这话可是句句扎心。妹妹，你跟林小姐熟，这林小姐好不好相处啊？你……哦，对了，祖母，皇后娘娘的话你也听到了，要好好准备嫁妆，不能折了皇家的脸面。林初夏转头对林老夫人笑道。林初夏勾唇一笑，林老夫人却如同见到了鬼一样，这神态样子像极了那个林家大少，这是恶鬼索命啊！你老夫人捂着心口，前几日已经气急攻心，还没好，这会儿一口气提不上来，两眼一翻，竟然又昏了过去。老夫人，快找大夫！服侍的嬷嬷连忙高声呼喊。
爹，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嫁给齐王的人是林琼楼？你不是去求温贵妃了吗？你们不是计划好了要把我嫁进齐王府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凌初薇根本无心在意祖母，死死拉着凌微远纠缠着。够了！当初你要是少点任性，没有自作主张，事情至于变成这个地步吗？这是我的错吗？这是我的错吗？难道我不应该亲近齐王殿下吗？我不应该为家里巩固和齐王殿下的关系吗？微微，你冷静一点，也许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让你爹去问问，咱们再打听打听。这是圣上的旨意，哪里还有回环的余地？他知道凌初薇爱极了陆凌天，前世那算计他的种种还不够吗？凌初薇从很早之前就怀着野心，要嫁给陆凌天，成为王妃，甚至皇后。现在一朝梦碎，可不就崩溃了？听到凌初夏火上浇油的话，凌初薇胸中的恨意和怒火全然压制不住，愤恨到了极点，喉咙一甜，竟然一口血喷了出来。微微！二夫人吓得魂儿都要飞了，凌微远也愣住了。这事情当真是没有一件顺利的。今日的凌家可不是一般的热闹啊。凌初夏可不愿掺和，直接拍了拍衣袖，回了明月阁。白芷拿着圣旨，跟捧着烫手的山芋一样。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就要嫁给平王殿下了？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还得问问平王殿下，或许他知道什么。凌初夏叹了一口气，他这几日病着，借的佩刀还没还给平王，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林家想必也十分的热闹。凌初夏想到那日在林家撞破了林家小姐跟平王殿下告白，场面一度十分的尴尬。那林家小姐成了王妃，不该欢天喜地的？你呀，想什么呢？你看林家有热闹的氛围吗？平王殿下，平王人好心善，必然能够善待小姐，从此婚事就不用拿捏在别人的手上了。白芷心下十分的欢喜，不同于白芷的欢喜，凌初夏反而是有些头疼，不知道该不该登门去拜访一下平王。但是旨意刚刚下来，他去真的一点都不合适。唯独凌初瑶在得知婚事已经落地，反而松了口气。还好进门的不是凌初薇，更不是凌初夏，她的那些姐姐们再也没资格跟她争王爷了。娘娘，林小姐跟二小姐素来不对付，这进了门以后，您的处境……他和凌初薇不对付，难道我就和凌初薇对付吗？走一步看一步吧。是谁都好，是谁都比凌初夏那个贱人好。凭什么？太便宜凌初夏那贱人。想着，凌初瑶提筷子狠狠地戳进了鱼肉里，夹起一块，谁知一股腥味直到喉咙口，一个没忍住直接吐了出来。凌初瑶一甩筷子，刚想要斥责善防几句，但不悦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秋萍打断了。娘娘，您是不是有了？在旁服侍的秋萍忍不住的开口。凌初瑶愣了一下，随即欣喜若狂。她有孩子了，要是有了孩子，她连什么未来的齐王妃都不用顾忌，更不用听凌初夏、凌初薇那些贱人们了。这孩子才是她一生的保障啊！去请大夫过来。凌初瑶立刻吩咐。话音未落，就见齐王陆凌天从外面走了进来。这还是陆凌天第一次来找他，凌初瑶一脸的欣喜。
王爷。谁想到，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记恶狠狠的巴掌。林初瑶一下子就被扇倒在地，懵了。陆凌天气势凶煞，眼神冰冷。贱人，都背着本王干了什么好事？王爷，本王是看在林家的面上，才没有跟你这个贱人计较下春药的事，娶了你进府。想不到你还不肯罢休，又去算计林秋夏。本王警告过你，让你安分一点的，你竟然一字不听。陆凌天的眼神越来越阴冷，他已经查过了，哪怕林家处置光了那天的下人，但风声还是藏不住。到底还是让陆凌天知道了那日的经过底细。臣妾不明白王爷什么意思。林初瑶心虚，只一个劲儿的泪眼婆娑着。不明白？你还想跟本王装傻？不如本王亲自送你下去陪陪你的表哥吧。陆凌天眯起了眼睛，带着几分杀意。这贱人蠢成这样还不安分，真是个祸害。一样姓林，怎么偏就差这么多？不是的，王爷您误会了。林初瑶自知算计败露，张口结舌。看林初瑶这样子，陆凌天恼怒至极，直接一脚踹过去，吓得林初瑶花容失色，下意识地护着肚子。贱人，要不是你自作主张，三皇兄也不会出来跟本王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王爷还有林小姐，林家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还是林家的声望更能助王爷一臂之力。陆凌天脸色一阵扭曲，气急反笑。林家，林相是什么人？花不溜秋，从不站队。这次贪腐案若非林相负责，他怕是连投靠亲王的亲儿子都能舍弃。这样的人，就算娶了他女儿，也不一定能左右他。可娶了林初夏，就能收拢军部的威望，怎么能并为一谈？蠢妇，本王再也不想见到你。陆凌天彻底没了耐心，甩袖便要走。不，王爷别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王爷，王爷为什么就不肯多看我一眼？我到底哪里不如那林初夏？旁的婢女们已经吓得瑟瑟发抖，匍匐在地，一句话也不敢说。你是林家大房的嫡女吗？你是宣威将军的女儿吗？陆凌天接连2个反问，将林初瑶打入了谷底。人，将他拖走。是，我不是林家嫡出，也不是大房所生，但我还可以为王爷你生儿育女。秋萍此时才敢开口。王爷，娘娘刚才吐了，很有可能，娘娘有可能怀有身孕，王爷请大夫看一下吧。去请大夫来看。陆凌天犹豫了一下，派人去请了大夫。不多时，王府内的大夫一路小跑着进来，看着林初瑶脸上的巴掌印，故作没瞧见的给林初瑶诊脉。王爷，侧妃娘娘似乎是有了身孕，但月份还浅，不能确定。大夫看陆凌天阴沉着脸色，没有半点喜色，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小心翼翼地开口：再等1个月，再来给侧妃诊脉。是。大夫连忙点头，嘱咐了秋萍几句需要注意的事项。他不能把话说得太满了，万一不是呢？还是再等1个月再来看看吧。王爷，
林初瑶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却出现了变故，跪在陆凌天的脚下，不住地哀求。他不想被禁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明明是凌初微那个贱人出的主意呀！王爷，不是我算计的凌初夏，是凌初微啊！来人，侧妃身体不适，没有本王允许，不许踏出院门一步。陆凌天甩手而去，一声落定，留下身后凌初瑶哭得撕心裂肺。王爷，王爷！凌初瑶追了出来，却见院门紧闭，这才发现院中的下人已经被遣散的差不多了。凌初夏，都是凌初夏这个贱人害的，我不会放过他的。身旁的亲信面带忧色。王爷，林家近日连续来打探消息，眼下该如何回应啊？林家也想不到一个正妃的位置都捞不着，已经急了。区区一个凌初瑶做齐王侧妃，还不足以绑定他们和陆凌天的关系。不管林家，晾着他们。江南岸战队，林家已经得罪了晋王，除了本王，他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陆凌天转动了一下手上的扳指，眼底一片阴寒。那灵儿小姐的信，王爷您看？放着吧。陆凌天看着那精致的信笺，他要好好想想怎么能够搅黄了陆凌寒的婚事。他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京城忙着为陆凌天和凌琼楼贺喜，没人知道陆凌寒前去为秦王送行。江南岸落下帷幕，秦王被贬为庶人，圈进皇陵，黯然离京。城外，秦王看着这唯一来送行的马车，露出讥讽的表情。没想到最后来送我的，竟然只有你。大哥言重了，只是我这个废人最闲罢了。我都已经是废人了，你还要和我装？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吧。我想知道什么，大哥难道不清楚？我只想问，到底是谁杀了我的母后？秦王看他气质巨变，心里微惊。原来你一直在演。陆凌寒，是我们全都小看了你。他先是大怒，随后又垮了下来，摇头苦笑。算了，事到如今，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和先皇后挡了多少人的路，计较得完吗？现在再追问那10年前的旧事，又能怎么样呢？把你知道的说出来，我可以保证你在皇陵仍旧锦衣玉食。陆凌寒不动声色，眼神微眯着，一丝杀意倾泻而出。否则，我就不知道大哥能在那清苦的地方活几天了。大哥，你知道的，二哥和老四都不会放过你。只要你活着一天，就还是危险。除了相信我，你别无选择。老三，你才是那个藏得最深的。陆凌寒并不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秦王。被他看得毛骨悚然，秦王无奈地耸了耸肩，却带着满不在乎的冷笑。陈年旧事，又有谁会在乎？这世上，不过是成王败寇。别跟我废话。陆凌寒没心情在这里听他的一番败者言论。我知道的也不多。10年前出事的时候，我也刚成年，只知道母妃让日后小心温贵妃和安贵妃，不要与你走得太近。
安贵妃。安贵妃1年前就带着5皇子去泰山给太后祈福，算算时间，还有些日子才能够回来的。身为嫡子，你就是所有皇子的仇人，谁不想下手啊？秦王看了他的腿一眼，他们也曾找人多方试探，这个身份差一步就是太子，可是心腹大患。看陆凌寒不语，秦王也不愿意多言。唉，父皇表面上看重我，其实背地里一直扶持老二跟我作对。我是贪，我认栽了，其他几个又好得到哪里去呢？没有父皇放纵，我也走不到这个地步。老三，我们几个不过都是父皇权衡利益的棋子，你千万小心吧。父皇不喜欢你母家。陆凌寒的手指攥紧，随即又慢慢的松开。若非父皇纵容，那些人又怎么敢对他和母亲下手？这个他一直都知道的。押送的侍卫虽然等了许久，但十分的安静，直到他们谈完才上前。看着亲王被押送离开的身影远去，陆凌寒一言未发。主子，秦王的话可信吗？能不能信，试探一番就知道了。回去吧，今日也该看病了。陆凌寒脸色逐渐趋于平静，在陆七的搀扶下上了马车。去百凤楼，林姑娘该等久了。闻言，陆七脸色怪异。林姑娘，今后就不只是林姑娘了，而是主子未来的正王妃。林初夏今日一进百凤楼，便觉得有些怪异之处。林大小姐好。看到林初夏，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子也缓缓地出声。恭喜，以后你就是平王妃了。多谢叶楼主。林初夏的神色有些不自在，他不意外叶寒霜知道这个消息，但是被人这样喊还是第一次呢。婚事都定下了，林家还能让你出来？透过面具，陆凌寒上下打量着他，想要窥视林初夏的每一丝情绪。林初夏回以一个笑容，他们自顾不暇，凭林家还拦不住我。说完，他也放下了那点怪异，示意叶寒霜脱衣服进行今日的治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陆凌寒本该直接解衣的，可莫名的想到林初夏不久就要嫁进他的平王府，心里就起了一丝异样。看着陆凌寒半天没动作，林初夏也咳嗽了一声。叶楼主，这几日林初微闭门不出的养病，老夫人也整日的吃药，但是皇家婚事不可轻慢，一切必须按照礼部的规章办理。老夫人身体虽然不适，可还是去迎皇后宫中的女官。这八字和婚期，钦天监已经算出来了，今日的好日子就在冬日里，还要几个月的时间。林大小姐好好待嫁便是。女官一一的交代。是，府中一定会准备妥当的。老夫人面上含笑，眼中却没有半分笑意。还有，这2位是皇后娘娘送来的嬷嬷，教导宫中的规矩礼仪。竟然还特意挑选了嬷嬷，也太给那蹬鼻子上脸的小蹄子脸面了。凭什么偏偏是林初夏？老夫人差点撑不住笑，还是林初夏开口答了。还请姑姑替我多谢皇后娘娘。林初夏笑得落落大方，看得女官暗暗点头。
都说林家二小姐貌美惊人，才华出众，但过于楚楚可怜，柔弱如菟丝，不够大气。倒是这位大小姐，眼底清明又有倾国之色，正得正妃。大小姐客气了，过几日礼部便会将聘礼送上门，到时候还要劳烦老夫人带着小姐入宫谢恩。女官打量着凌初夏，随后又转向老夫人，眼神威厉。老夫人，平王殿下可是先皇后嫡子，娘娘养在西夏这么多年，平王殿下和齐王殿下婚事只隔了半个月，可万万不能有什么闪失。老夫人眼皮跳了一下，现在凌家是齐王麾下，女官这是警告他们不能把婚事办得比齐王差，这次恐怕要大出血了。姑姑放心。老夫人心里恼怒，暗恨地看了一眼旁边故作娇羞的凌初夏。本以为这丫头能换来一门好亲事，给凌家增添一门重力。老夫人眯起眼睛，齐王不是没有拉拢过平王殿下，毕竟平王的母家虽然没落，也到底是氏族名门，百年门阀的王室。但平王素来不站队，不表态，相当于凌家这是又折了一个女儿，还得倒贴。送走了女官，老夫人的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去跟着两位嬷嬷学学宫里的规矩？你这不成体统的，可别丢了凌家的脸面。老夫人上下扫过凌初夏，藏不住眼底的嫌恶。是祖母，我会安心备嫁的，有劳祖母为我准备嫁妆了。这话刺得老夫人脸色一僵。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凌初夏，你不要忘记了，你也是凌家的人，出了门能够仰仗的也只有凌家而已。凌初夏眼中微闪芒光。礼部改日会送聘礼过来，那么凌家就要出嫁妆单子，他母亲的嫁妆他是一定要拿回来的。两位见笑了，这丫头被惯坏了。老夫人露出勉强的笑容，话音刚落就被凌初夏打断了。劳烦两位姑姑了，我让白芷带你们去安置。这丝毫没有礼义教养的乳臭丫头，哪里登得上台面？简直丢人现眼！老夫人，这大小姐现在就这副作态，以后出了阁怎么帮娘家？真是冤孽！老夫人在陈嬷嬷的搀扶下回到了房中。我让你做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已经安排妥当，明日就会叫上大小姐一起出门。老夫人点了点头，听出了陈嬷嬷话中的犹豫，叹了一口气。你也别怪我心狠，凌初夏这般不听话，我也是没辙了。这丫头就跟她那该死的父亲一样，桀骜难驯，果然都是下贱胚子。她要出嫁，还要带走她娘的嫁妆，是她先不给凌家脸面，就不能怪凌家无情。老夫人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阴狠。凌初夏是绝技不能嫁出去的，不提凌初夏的心思，就是凌初夏娘的嫁妆，老夫人也舍不得还回去。良田、铺面、地契，落入凌家手里就不可能再送出去。没了这些，他们凌家都不知道会有多少的落差。京中富贵，凌家本就武将出身，想要融进去，最好的就是金钱开路，就仰仗这呢。这丫头想飞上枝头当凤凰，也要看我准不准。
是，一切听老夫人吩咐。这边林初夏先回到了院中，白芷领着2个嬷嬷进来。刚刚多有得罪，还请嬷嬷海涵。林初夏含笑，大小姐说笑了，奴婢只知道奉命教导小姐，没有什么得罪的。他们是内务府派下来的，林家府中诸事，他们不会多管闲事。何况比起林家，林家才是重中之重。同样是嫁作王妃，西王府和平王府可不能比呀。一个是闲散的残废王爷，一个是皇上新宠，谁都会选嫁给齐王的林家。但凡有点上进心的嬷嬷，都不会选择跟着林初夏的。见嬷嬷态度冷淡，林初夏客套几句，就让白芷带他们下去了。不一会儿，白芷回来了。小姐，2位嬷嬷都安置妥当了。明日就是老爷和夫人的忌日，小姐需要些什么吗？林初夏眼中闪过了一丝深切的悲哀。时间过得可真快，他们回京也好些个月了，也是时候给父母兄长扫墓了。把一切都准备好，明天我们就去看爹娘和兄长。回来这么久，却拖到现在，爹娘该骂我不孝了。小姐别难过，咱们回来府中就是这个样子，老爷和夫人会体谅您的。府里怎么样了？我一直让人盯着二小姐呢，没出来过，看样子是真的有病了，还病得不轻。我看她是得了心病，过不去这道坎儿吧。林初瑶那边呢？她怎么也没动静了？白芷摇头，表示不知道底细。翌日一早，林初夏和白芷便开始为扫墓做准备。谁料厌恶他的老夫人突然传唤，林初夏只好去了一趟福安堂。陈嬷嬷说，你在置办扫墓的物件，是要去祭拜你爹娘吧？你这也快出嫁了，许的还是皇家，是该去告慰你父母在天之灵。他们要是知道，也算是有所安慰。看林初夏不语，老夫人微微的低眸，遮住了眼中的厌恶和算计。你但也别怕，虽然你现在无父无母，但还有你二叔帮扶治抗，这血脉是断不了的。初夏，你可不要因为一点龃龉就对家里生了嫌隙。祖母说笑了，初夏幼年有父母庇佑，日后成婚自有夫君庇佑。我以后的夫君便是当朝平王，定能护我，就不劳烦二叔了。林初夏嘴上毫不留情地开口。老夫人眯了眯眼，嘴角一扯，笑容便冷了下来。行了，你早去早回，莫要误了时辰。老夫人冷哼了一声，让嬷嬷叫上人，带上准备好的东西，上山祭拜。纵然撕破脸，林家还是要做足了脸面的。何况今日是宣威将军的忌日，祭拜是必须要做的。爹娘的坟墓就在京郊的半山腰上，到了山下，马车就已经不能前行了，得下来步行。小姐起风了，咱们赶紧上山吧。林初夏加快了脚步，眼看着快到父母的墓前，林初夏眼中泛起了泪珠。贡品刚刚摆好，只见周围的花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零枯萎了。这是什么？老天爷要罚人吗？我的天哪，花都枯了，好好的怎么会枯了？人群中的惊呼声，林初夏抬眸望去，果然墓地周围一圈的花草全部都枯萎了。住口！胡说八道些什么？
白芷不忿地厉声开口。可是这群人要么是老夫人派来的，要么是这院中守墓的，谁不知道这小姐虽然是未来的王妃，可是在府中不过是个孤女，嫁的王爷也是个残废。这昨日青天剑不是才定下来的婚期，今日就出了这种事情。听说大小姐命硬，天煞孤星，克父克母呢。凌初夏听到这些话，循声朝着说话的人看去，却是老夫人院子里的嬷嬷，心里一沉。凌初夏起身去查看，看到坟墓周围的花草都枯萎了，空气中微微的能够闻到一股说不上来的酸味。小姐，怎么了？白芷也察觉到了不对。咱们回去吧，要不？周围的人面面相觑，有些害怕。这不会闹鬼吧？咱们走吧，咋会无缘无故的这样呢？放肆！谁准你们在这里说的？再说，我拔了你们的舌头！白芷姑娘，话还不让人说了。就是，切！那些老嬷嬷根本就不把白芷放在眼中。都给我站住！谁在这里撒的药？顿时场面安静了下来，一双双的眼睛都看着凌初夏。大小姐，你不要在这里无事生非，时候不早了。老夫人派来的进士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边收拾着贡品，一边让凌初夏回府。小姐，这么不祥的事情，赶紧把东西烧了，磕个头，咱们赶紧回去。真晦气！晦气！凌初夏的眼睛如同淬了寒冰一样，语气也更冷了几分。我说大小姐，您瞧瞧您4年没回来，这里都被照顾得妥妥当当的，你一回来，你瞧这叫什么事儿啊？照我说呀，这老爷夫人怕是不待见您，嫌弃您呢。这老嬷嬷一张利嘴，换个人怕是都抬不起来头。凌初夏却是笑了一下，按照嬷嬷的意思，我应该在这里磕头谢罪，才对得起凌家的列祖列宗了。这是自然的呀，你一回来，这府中就没有消停过。你说说你，一个姑娘怎么就那么能折腾？大小姐，这么多年，这府中一直都是平安顺遂的，你一回来就各种事情，不是灾星是什么？老嬷嬷捏了捏袖中二夫人给的银两。二夫人特意交代了的，今日是忌日，大小姐为了父母也会忍耐下来，可要好好的羞辱一下。听到这话，再看到眼前的一幕，凌初夏心下了然。照你的意思，这百草窟是我下的了？什么？老嬷嬷一张嘴叭叭叭的说得正得意，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凌初夏的视线从在场的人脸上扫过，跟过来的仆人并不多，车夫都等在山下，并没有上山。刚刚在这里摆贡品和清扫杂草的都有谁？在场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听凌初夏冷笑道：我的手段你们在府中应该很清楚的。凌初夏近似于威胁的话，让府中的一些消息灵通的下人冷冷打了个寒战。这个大小姐可不是个软弱可欺的人呐。要我一个个的审，还是你们自己说？大小姐，你这是做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而且你怎么随便说人在这附近扫药？这百草窟听都没有听说过，这2个人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干什么？到了府中自然就知道了。这里的人都是凌家的人，无论威逼利诱，都未必会忠心听话。卖身契一天在凌家手上，他们就一日不会跟他站在一条线上，还是尽早离开凌家的好。
小姐，这些纸扎你不烧了吗？今日可是……有一个小厮在这里。令初夏瞥了一眼老嬷嬷，不再多言，直接下山。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回了将军府。将军府内，老夫人看着回来报信的下人，微微的蹙着眉。事情的发展怎么有些不对？那丫头没点纸扎。是啊，说什么都不点，最后留个小厮在那里。报信的下人有些为难地看了下老夫人的脸色。老夫人神色一沉。你说那丫头已经回来的路上了，快吩咐人散布流言出去，把大门关上，让她走下人走的偏门，无论如何都要给她点教训。是，刘管家已经在门口守着了，流言已经散布出去了，老夫人就放心好了。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对，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按照他那脾气，发现什么早就闹起来了，难不成还等着回府到咱们门口呢？听说了吗？今日那林家千金去上坟，刚磕头，那草木都凋谢了。哎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那将军府的小厮可是一路跑着回来的，又不远，好多人看到，还能有假？听说这可是天煞孤星啊，林家大房可只有这一个女儿了。不是赐给了平王做平王妃吗？就凭我那身子骨。凌初夏的马车还未到城内，流言就已经传开，有不少人都去林家瞧热闹，等着林家的马车回来，看看这天煞孤星长什么样子。主子，这林小姐是被人算计了吧？陆七关上了门。陆凌寒点头。早上凌初夏去上坟，这还未到晌午，关于他不祥行克父母的流言蜚语就从林家流传了出来，怎么看都像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那咱们也去看看。看时辰已经快到林家了，这流言看着趋势会传得很快。没有凌初夏，父皇还会塞别人进王府。准备下，咱们去看看。从流言传出来好几个时辰了，凌初夏还在山上没有下来。想到这里，陆凌寒眉宇间也染上了寒意。这还没过门呢，就担心起来了。凌初夏刚到将军府的门前，就看到门前围满了人群。看着紧闭的大门，再看看周围的人群，心里差不多也知道了凌家想要做什么了。欺人太甚！白芷气得要去砸门，凌初夏并未阻止，他只想敲开门，并没有想要进去。如果今日事情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决，泼在他身上的这盆污水就洗不干净。不多时，门就开了，肥胖的刘管家站在了门口。大小姐，老夫人有命令，让您从侧门走。哎呦喂，大小姐，你这行客六亲，从回府中竟没有一件好事儿，您就行好，放过凌家吧。忽然从山上下来的老嬷嬷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大小姐，侧门那边都准备好了驱邪的东西，您从那边让法师好好给您看看。刘管家，你来得正好，你不知道啊，那花草一瞬间都枯萎了，有邪在世啊！真的假的？真的枯萎了呀？府内的人说的，还能有假？周围的议论声，这些下人个个都躲得距离凌初夏远远的，仿佛他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你们
一阵笑声在这里面宛如一道惊雷一般，众人皆不解地看着凌初夏。这种情况下，他还如何笑得出口？既然祖母认为我是天煞孤星，刑克六亲，祖母也是我的血亲，怎么就还没死呢？放肆！你竟然这样诅咒老夫人，那可是你的亲祖母。看来是我挡了别人的位置啊。凌初夏浅浅地笑了一下，对周围的人说道：劳烦各位给我做个见证。见证？我到门口就听见你们议论了，说我天煞孤星，刑克六亲。今日花草瞬间枯萎，这等事情当然要查个明白。大小姐应该不认识才对啊，而且没有什么味道，莫不是在诈他们？去找京兆府的人过来。这2个下人诬陷主子背信弃义，论罪当诛。是。大小姐，您说有人诬陷您？刘管家安抚地开口，他已经悄悄派人去禀报了二夫人和老夫人了。山上的花草全部都被撒上了百草枯，而他们2个人负责清理周围的杂草，衣服上全部都沾染了。哎呀，大小姐，你也说了他们是清理杂草，还有什么比这什么这叫什么来着啊，更方便快捷的吗？大小姐，您不要无事生非，这可是将军府。大小姐就是邪祟，我们看着呀都害怕。是吗？那我不仅在周围发现了百草枯，在我祭拜的时候让所有的花草都枯萎，我还在周边发现了埋在地上的火雷。凌初夏从袖子中丢出了一个极浅的火雷管子，扔在了刘管家的面前。刘管家眼皮一跳，有人在我父母墓前埋了火药，我也不该找人问问吗？若我没有看出这老嬷嬷神色不对，点燃了那堆纸扎，现在我还有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就算这火药威力不大，传出的流言想必更难听吧。大小姐，你不要在这里随便攀咬，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东西是你在坟墓上发现的？无凭无据，你可不要随便开口。那老嬷嬷知道没有下人敢站出来给凌初夏说话，祖母想要我的命也该跟我说一声。她距离那么近，轻则毁容，重则身死。这是有人要杀着凌家小姐，这大小姐可不容易呀！谁知道是不是自己弄的？眼看着人群中的议论声越来越激烈，刘管家朝着后面看了看，见有人过来，顿时松了口气。跪下！二夫人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居高临下的看着凌初夏。凌初夏挑眉，听二夫人说道：你身为凌家的小姐，在这里不顾脸面的闹起来，而且有什么话说错的吗？二婶，这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想炸死我自己？没有人想要杀你，也没人拦着你不让你进门，是你自己要在这正门口闹的，侧门给你开着你不进。若我不呢？不，哈哈，你以为你是谁？皇家定了亲的王妃？你爹娘战死也就罢了，哥哥弟弟一个都没回来，难道不是你命不好？真认是谁娶了你谁倒霉。老嬷嬷看到撑腰的来了，顿时抖了起来。二夫人瞥了眼凌初夏，缓缓地说道：你想要进门也不是不行，要么从后门进，要么就磕头跪祖宗。来人，教教大小姐如何磕头的。二夫人见凌初夏没动作，冷声开口：
他今日就是要让凌初夏丢尽颜面。果然凌家无我容身之处啊！放肆！怎么说话的？你一日姓凌，凌家就是你的家，让你磕头是替你父母教育你。大小姐磕头认错就能进门了，凌家再怎么不是也养了你这么大，你不感恩就算了，还这般做派，败坏了凌家的家风。老夫人身边的嬷嬷开口，一句句逼着凌初夏。凌初夏看了一眼二夫人，眼中充满嘲讽之意。凌初夏正要说什么，住手！一道清冽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人群中让开了一条道路。二夫人惊了一下，连忙行礼，周围看热闹的也连忙跪下行礼。这满京城看到这标志性的轮椅和旁边带刀侍卫，谁还能不清楚眼前之人的身份？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陆凌寒微微地蹙着眉，一个下人竟然敢这般做派。王爷面前如此放肆，谁给你们的胆子？林大小姐，没事吧？陆凌寒推动轮椅到凌初夏的身边。王爷，白芷看到陆凌寒，仿佛看到救星一样。来的路上，陆凌寒听到了千奇百怪的流言。他刚听到流言的时候，以为是冲着他来的，但是仔细盘问了，流言跟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关系，所有的矛头都直指凌初夏。王爷怎么来了？我也听到了流言。是我连累王爷了。如此名声，若是传到皇上或者皇后耳中，凌初夏电光火石之间就将一切都想明白了，只是连累了眼前之人。我倒是没有关系，父皇那边也可以去解释，只是看凌初夏似乎没什么事情，陆凌寒眼沉，遮住了勾起的冷笑。皇爷怎么来了？这是我们的家事，王爷不要多管闲事。这是本王未来的王妃，你在这里跟我说家事？王爷怎么来了？还请先进来吧。不急。陆凌寒微微的一笑，却是看着凌初夏。老夫人看着凌初夏这张漂亮的脸蛋儿，却是比凌初微更美，少了几分楚楚可怜，却更明艳骄傲，平白让人生出几分征服欲。你们在门口闹什么？老夫人白了一眼二夫人，出来半天了，还没掰扯清楚。祖母怎么来了？凌初夏挑眉，这老夫人将二夫人推出来，若非陆凌寒过来，这老夫人是绝对不会出来的。在屋中听到流言，我怎么可能还坐得住？流言？哼！初夏，还愣着做什么？请王爷入府。你也赶紧进来，不要在门口丢人现眼。老夫人警告地开口。现在才来做表演吗？只是这演技太拙劣了一些。陆凌寒看着凌老夫人如此唱作俱佳的表演，心中暗叹。林家大房去世之后，林家再无可用之才。林家这老夫人和二夫人汲汲营营，哪里有半分高门做派？祖母赶快收起这拙劣的演技吧。我没想到祖母为了不让我嫁入皇室，如此煞费苦心，甚至想要我的命。你这说的什么话？这就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二夫人出声斥责，冷眸看着凌初夏。若不是这个女人，她的女儿怎么可能到现在还卧病在床？世上女子的名声十分重要，她可以肯定凌家就要散布她行克六亲不宜婚配的谣言，无异于逼着她去死。住口！出了这种事情，
还不回府？在这里说什么疯话？疯话？这流言难道不是你们放出去的？这火药不是你们埋的？这好端端的去上个坟，怎么就变成了我是不祥之人，克父克母？这等手段是祖母的，还是二婶的？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来人，还不带小姐回去？二夫人厉声开口。身边的奴仆听到这话，想从地上起身。陆凌寒咳嗽了一声，陆七向前一步，一张娃娃脸上笑出来2个酒窝，手在腰间的佩刀上摸了下，警告意味不言而喻。王爷什么意思？要管我凌家闲事不成？本王并无此意，只是事关本王，觉得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清楚的好，总觉得今日并非意外呢。王爷这说的哪里话？我们家的姑娘不听话，我们自己会教育。老夫人看着陆凌寒，希望他能够知难而退。一个没有根基的皇子还想着替人出头，不自量力。若非做贼心虚，老夫人又怕什么呢？你给我住口！住口！凌家用这样的手段，若是传入皇上耳中，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凌家不想嫁女而震怒呢？蛇打7寸，凌初夏最清楚凌家在乎的是什么。你胡说八道什么？来人，彻查！彻查！我要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我儿子的坟墓！老夫人色厉内荏地开口。老夫人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露怯，一旦被抓到把柄，凌初夏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我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凌家的人？你们算计我不要紧，对付我也不要紧，但是对我父母的墓碑做这种事情，不觉得无耻吗？凌初夏不理会老夫人的话，反而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夫人。没有我父亲，没有兄弟，哪里来的凌家今天的荣耀，今天的荣宠？可怜我父亲为国尽忠，光耀门楣，换来的却是一群吸血鬼，豺狼虎豹。九泉之下，不知道祖母你有什么脸面去见我父亲？你这孩子不懂事的，你父亲难道不是我儿子？希望祖母这话问心无愧。这，你想干什么？当然是清理门户了，敢动我父母的陵墓，想要我的命。既然人都在场，那审问一下就知道了。荒唐！这么多人怎么审问？回府再说。我回京到现在，不曾出门结交旁人。这火药乃是管制的东西，我从哪里获得？今日我上山，这些下人的百草枯早不弄晚不弄，偏偏等我到的时候，骗鬼呢？是啊，若是凌初夏买的火药，查查自然就能查出来。既然早就知道凌初夏今日上山，为何不早点派人去除了杂草啊？这怎么看凌家都不太干净呢？听到周围的议论声，凌初夏微微的一笑。在随州4年，我只学了一身医术，若非如此，我怎么会认识百草枯这种东西呢？平王殿下还在，你在胡说什么？祖母前几日处罚那些下人的时候，不也是直接杀了了事的吗？凌初夏声音冰冷，从眼前这些人脸上扫过。白纸，把人弄出来。白纸直接将2个小厮拖在地上，说：“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周围的人想上去解救，陆七扬了扬手中的刀，下人都往后退了下。
开玩笑，王爷杀人，他们还能还手？不说什么，这里是毒药，这个吃下去不会死的，也就是疼上一个时辰，疼得生不如死，疼到你最后忍不住自杀而亡。住手！平王殿下，你就看着他这般胡闹。说句实话，我便饶你们一命。你们也听闻了前几日凌家那些下人的下场了吧？不过是听到了主子们的阴私，便一个都没有活下来。你们以为老夫人会放过你们？这世上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密。这么热的天，跪在地上的人却冷冷地打了个寒战。凌初夏如此心狠手辣，周围看热闹的人也冷冷地打了个寒战。凌初夏，你不要太过分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大小姐议政了，还不起来带大小姐离开？老夫人暗含警告地开口，他们这么多人，还能让这2个毛丫头给拿住了不成？平王殿下，你就这样看着吗？难道不怕我们参奏圣上吗？今日之事，我会如实禀明父皇，无需费心。威胁他，也不看看自己什么东西。老夫人恼怒地看了二夫人一眼。没用的东西！难道皇帝还能不相信自家的儿子，而帮外人不成？真是长了个猪脑子！是老夫人，老夫人身边的陈嬷嬷给了银子让我们这么做的呀。那跪在地上的小厮看着白纸越来越逼近，不敢去看老夫人的脸色，直接给凌初夏磕头。我的天哪！老夫人陷害自己孙女，凌家连个孤女都容不下。咋可能啊？这孤女还被赐婚呢？老夫人不是想干什么吧？凌家可还有别的女儿啊！王妃呀，一辈子荣华富贵呀！哎呀，没看出来呀，凌家是这样的人家。就是，自己孙女都陷害。老夫人目光阴沉地看着凌初夏，半晌才移开，转向自己最得力的陈嬷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嬷嬷会意，立刻跪在了地上。一切都是老奴所为，大小姐实在是太过嚣张，把老夫人都气病了，奴才看不过去，一时糊涂。一时糊涂，这背锅背的不要太明显，真的把别人当傻子吗？地上跪着的小厮都连忙说出了真相，个个都跟凌初夏求饶。大小姐，我等都是奉命行事啊。是啊，请大小姐饶命啊！大小姐饶命啊！老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陈嬷嬷一个下人竟然这么大的狗胆，陈嬷嬷敢这么擅作主张？凌初夏冰冷的目光看着老夫人，他连叫一声祖母都觉得恶心。你一个奴才哪里有这样大的本事？这些贿赂的银子从哪里来的？还计划得如此周详？都是奴才鬼迷心窍，联合了林嬷嬷，做出了这样的事情。陈嬷嬷指着二夫人的身边，跟着凌初夏上山，现在畏畏缩缩的老嬷嬷说道。老嬷嬷收到了老夫人的目光，也看向了二夫人。二夫人此时看到老夫人的目光，顿时有些惊慌。做了10几年的婆媳，这个婆婆什么样子，她心里清楚得很。是。陈嬷嬷欲言又止地看着二夫人，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二夫人。二夫人越发的惊恐。不是我，就是二夫人指使奴婢这样做的。二夫人嫉妒大小姐赐婚，联系二小姐，
加上大小姐气病了老夫人，奴婢一时糊涂，才犯下如此大错。林家这可真够热闹的。哎呀，这二夫人竟然这么恶毒啊！那林家二小姐不是号称京城双姝吗？你瞧瞧，这林家大小姐是不是更好看？哎呀，毒妇啊，果然最毒妇人心呢！别人家的孩子都不是孩子了。周围的污言秽语，二夫人惊恐地看着婆母。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住口！老夫人一巴掌甩在二夫人的脸上。我如此信任你，托付你钟馗，照顾一家老小，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想要怎么样，祖母都会补偿你的。既然这事情是二婶做的，我不怪祖母。我现在只想要回爹娘和兄长的遗物，也好尝尝道理。可以。还有，我要我娘的嫁妆。林初夏低下头，装作了一副委屈的模样，看得旁人更加的心生怜悯。老夫人攥紧了手，当年林初夏的母亲江氏嫁入府中，嫁妆何等丰厚，还回去无异于从老夫人的身上剜下一块肉来。好，还请老夫人信守承诺。陆凌寒看着老夫人这般咬牙切齿恨不能吃人的模样，再看看周围，这看热闹的人还不曾散去。林家最要脸面，生生咽下这口气，恐怕还有后招。那就多谢祖母了。还不进来？看什么热闹，丢人现眼。林初夏却没有理会，对陆凌寒说：今日多谢王爷了。不用谢我，你是我未来的王妃，我自然是要护着你的。林初夏看着陆凌寒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数次救他于危难，可是她嫁给他却是为了图安定，这般利用有违本心。见林初夏面有犹疑之色，陆凌寒却是微微的一笑。明日我再来看你，回府之后你多加小心。林初夏点头，见老夫人和二夫人都已经离开，轻轻地呼了一口气。外人聚在那儿指指点点。林家这是仗着大房死光了，这般欺负一个孤女，也不怕被人笑话？什么世家大族啊！我呸！唉，宣威将军一死，林家就不像样了。这林家也就是指着长房的风光过活呢，连二房的职位都是捡了老大的便宜，结果连大房留下来的独苗都不好好照顾，都真是开了眼。哎呀，都散了，看什么热闹！刘管家连忙将人群驱散了。围在林家门口的人群散开了，暮色也渐渐地浓了起来。平王府，主子，这林大小姐也太惨了些吧？派人将今日之事禀明父皇，就告林威远治家不严。是，主子。这下林家得受惩罚了。嘿嘿，幽州军至今还叫林家军，那些旧部若是知道林威远这般对待将军之女，有的热闹看了，哼，必然要让传遍全京城才是啊！陆七不怀好意地笑起来，但是话还没说完，就有管家来汇报。王爷，林家小姐来了。不进。主子，这件事要是传到陆凌天耳朵里，就怕又生事端。想也知道，自己的王妃频繁与兄弟接触，总会生出个心里疙瘩。虽然他们已经互相为敌，但再牵扯出一个林琼楼，谁知道会不会影响林初夏和陆凌寒的婚事？
将此事告知林笑，让他管教好自己的女儿。念在林家的投靠和情面，他对林琼楼总是宽容几分，但是林琼楼似乎有些得寸进尺了。名冠京城的林家才女眼中却只有情情爱爱，简直可笑。享受了家族的荣光，却不愿为林家牺牲。林琼楼还敢在这个节骨眼捅娄子，只让陆凌寒觉得不知所谓。管家诺诺地点了点头，正要告退，陆凌寒突然想到什么，叫住他。去林家下聘的聘礼清单准备好了吗？陆七和管家皆是一惊，性情冷淡的王爷竟然也会问起这些琐事，难道他对这桩婚事另有想法？已经置办妥当，王爷还需要再添置点什么吗？齐王府那边添多少，我们这边便翻多少倍。是，王爷。此时的凌家又是另一副光景。凌初夏终于进了府，老夫人的面色十分的难堪，二夫人更是眼睛都哭肿了。混账东西，为什么要在凌府门口闹开？你就一点都不顾及凌家的颜面？祖母这是翻脸不认账啊！我不认账？你总归是凌家的人，今日丢的是凌家的脸，你难道就能讨得了好？凌家的人我可不敢当，凌家都不能顾我双亡的父母，对我一个孤女下死手，我要这脸面又有何用呢？闹成现在这局面，你就满意了？满意的很。你还请祖母早日将东西送过来，好让孙女儿安心，不会出去乱说话。凌初夏扔了话，直接转身离开，迎面撞上了匆匆赶过来的凌初微。凌初夏也没有说话，头也不回地走了。耍什么威风？娘，发生了什么事情？二夫人难堪地低下头，泪眼婆娑。娘，现在该怎么处理？今日跟着大小姐出去的，都发卖了吧？老嬷嬷惊惧地瞪大了眼睛，她是收了二夫人的银子去为难大小姐的呀，不就说了几句，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老夫人饶命啊！是二夫人指使。你给我好好闭门思过，没想清楚前，不准再出门。随后，老夫人又看向了凌初微。初微，扶你母亲下去。你近几日也安分点儿，不要再给凌家添乱，知道了吗？是，祖母。凌初微心里一紧，和二夫人一起退了下去。去把库房里的东西给那死丫头送过去，她有胆子要，也看有没有这个福分拿。是。身边的嬷嬷赶紧应声退了下去，所有人都不敢再多说一句话了。凌初夏回到了院中不久，老夫人便派人送来了几大箱的物件。就这些。大小姐，大老爷和夫人去了多年，还能留下这些已经是不容易了，知足吧。来回话的嬷嬷口气不太好。这满府谁不知道大小姐跟老夫人都撕破了脸面，谁敢给大小姐好脸色看？虽然不敢欺负，但也是绝不能亲近的。看到这些东西，她心头涌上来的都是难过。她爹娘为凌家光耀门楣，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凌家的眼里只有利益，没有丝毫的亲情。小姐，你累了一天，先休息一下，我把院门锁了，我和周娘子来收拾。整理好，归拢成箱。
出嫁的时候一起带走。小姐放心。白芷姑娘，这些要分类装起来吧。小心点儿。郑娘子一一的应下，手脚利落的收拾东西。翌日一早，陆凌天和礼部的人一同前来下聘。身为陆凌寒的亲弟弟，自然代表着亲眷。不仅如此，连陆凌寒的贴身侍卫都跟了过来。凌大人，这是今日聘礼的单子，您看看，平王府备礼丰厚，这有心了。多谢王爷。凌微远的脸上挂着笑意，心中却没有半点的笑。怎么不见林家大姑娘？平王府添的礼也已经整理成册，三哥吩咐，将来这些都是大姑娘的嫁妆了。陆凌天暗含警告的开口。这些日子凌家实在是太过分了，苛待凌初夏闹得满城风雨。老夫人也看到了天妆，心里一跳，想不到平王殿下竟然对凌初夏这么满意。将这些东西都抬到你的院子里，有时间了自己收拾下。多谢祖母。这些是王爷给的天妆，单子你先仔细的收好，稍后等人都看过了，我派人给你送院子里。这是先皇后的遗物，也是三哥吩咐亲手交给你。凌初夏转身离开，看礼部的人和陆凌天都留给了凌微远去招待。凌微远的脸上对陆凌天带着极尽讨好的笑容，看着谄媚又让人恶心。凌初夏带着白芷往后院走的路上，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今日府中乱得很，你跑到前院去做什么？凌初夏不问还好，一问凌初微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她好端端的姑娘怎么可能见外客？自然是为了去见王爷。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自作自受。你回来做什么？你就应该死在外面。凌初微原本一路顺风顺水，可是自眼前这个人回来，他就没有顺利过。凌初微，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凌初夏，你别以为你成了王妃就万事无忧了。哼，嫁给一个残废，也亏你笑得出来。你再说一遍。我说了又怎么样？不就是一个残废吗？你还真敢杀了我吗？你再说一遍。你喜欢的人已经娶了凌初瑶。我听说凌初瑶传信回来，说自己有了身孕。你倒是该给自己想想出路。凌初夏一把将凌初微甩在一边，笑意越发的深了。凌初瑶那个贱人，哪里能跟我比？哪里能跟我比？凌初夏没有理他，直接离开了。良久，凌初微起身离开，却不知这一幕都被墙后面的两个人看在眼中。这凌家二小姐怕是有些魔怔。郑娘子有些犹豫地开口问道。陆七点了点头。高门权贵之家哪里没有什么龌龊？提醒下凌大小姐，毕竟这是咱们府中未来的女主人。郑娘子看了他一眼，将手中的香囊交给了陆七。主子，东西拿到了。没有被发现吧？郑娘子办事很是稳妥，林小姐没有发现东西少了。陆凌寒点头，将玉佩倒了出来，神色变了变。这是……陆七看到顿时也神色大变。我们找了这么多年，竟然真的在林家。这东西是宫中的物件啊。林家当年帮我查母后的死因，必然是察觉到了什么，结果去了战场，
再也没有回来。主子觉得是谁？这样的玉佩，所有出生的皇子都会得到一块。半块玉佩，隐隐看去正是天字的一半。这对母子果然十分隐忍。陆凌寒眯起了眼睛，遮不住的杀意。主子不觉得奇怪吗？10年前四皇子才多大？温贵妃这么早就未雨绸缪了？上面可还有2位皇子，而且下面还有5皇子呢。的确有些奇怪，但是和温贵妃必然脱不了关系。陆凌寒也反应过来，对呀，10年前温贵妃哪里有今日的权势？她手中的不是普通的毒药，就是现在的温贵妃都不一定能弄得来，何况当年那个普通的妃子。好在啊，是有了线索。凌家必然是知道了什么，所以凌家当年的死因肯定有问题。今日下聘礼，那老夫人看到了什么反应？陆七将凌老夫人的申请说了一遍。陆凌天沉默了下。那接下来怎么做呢？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我会让他的儿子得到想要的一切，再亲手毁掉。还有什么比得到后再失去更加痛苦的呢？白芷和凌初夏回到了自己的院子。今日外面十分的热闹，甚至是有些吵闹。白芷关上了房门，才隔绝了外面的声音。我看着那个二小姐有些疯，还不知道准备如何算计咱们呢。她怕是都气疯了。那凌初瑶有了身孕，老夫人肯定瞒着她呢。那李姨娘喜得跟什么一样？那李姨娘平日谨小慎微，今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腰杆子都直了一样。来的那些亲戚都有人巴结她了。哼，那些人鼠目寸光，素来如此。我看那平王爷比齐王好多了。小姐你知道吗？平王殿下给您的天装跟齐王给林家的多了3倍之数。聘礼直接决定了对方的重视程度。凌初夏却也没想到平王竟然会这般的豪爽。小姐，王爷对您真好。要是王爷没有残废就好了。不许胡说，恐怕过些日子就不太方便去百凤楼了。婚事提上日程，嫁的又是王爷，怕是宴请都不会断绝。何况他现在的身份，再去见叶寒霜有些不合适，应当避嫌才是。小姐，你真的要这么做吗？凌初微的侍女看着半开的后院小门，那是给下人走的地方。人还没来。凌初微等得不耐烦地开口。快了，那明月阁的吃食都是从外面采买的，天天都是郑娘子一个人去。这几日郑娘子不舒服，那丫头才有了机会。采莲话音刚落，就看到了一个苗条的身影从月牙门进来，是白苏。凌初夏买进府中的丫鬟，身上还挎着一个篮子。看到凌初微在不显眼的凉亭里等他，连忙跑了过去。二小姐，大小姐这几日胳膊疼，要药酒推拿，我得了二小姐吩咐，特意将原来的那瓶给倒了。凌初微看了一眼，将药酒打开，让白苏转过头，将药粉倒进去了一些，晃了晃，又放回到篮子里。行了，你回去吧。你只要听二小姐的话，二小姐不会亏待你的。没有二小姐，你弟弟怎么可能看得起病？行了，我们就是看看你买了什么。大小姐那边若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知道吗？白苏点点头，连忙离开了，生怕被人看到。看到白苏走远了，采莲有些犹豫地劝道：大小姐整日倒腾的草药，
似乎也是学医术的，岂会轻易的中招？林初夏一个在随州长大的野丫头，还能会什么医术？种花种草，她也就配在泥地里打滚了。上次他借林初瑶的手成功下了药，林初夏不也中招了？这一次他做的天衣无缝，亲自下手，不信林初夏不中招。我不动手，那个贱人难道就会放过我？我不能让他踩到我头上。你看看，就算林初夏嫁给了那个残废，那也是三皇子，是平王殿下。可是我呢？我现在还能嫁给谁？小姐，您是将军府的嫡女，何尝嫁不当好人家？可这次要是坏了平王殿下的婚事，万一怪罪下来……平王算什么？无论如何，他也比不上齐王。见林初微脸色阴云可怖，采莲惊吓万分，不敢再开口。白苏回到了院子里，将篮子交给了郑娘子后，就去了林初夏的房间。你站在门口做什么？白芷出现在了房间的门口。我来给大小姐送药酒。你怎么了？脸色这样难看？可是这几日整理东西累着了。白芷看白苏，脸色煞白，嘴上都没有一点颜色。白苏连忙摇头。没事，就是天气太热，我先下去做事。东西买来了。白芷点头，将白苏的异常给说了出来。林初夏若有所思，这白苏的反应不太对呀。小姐用膳了。郑娘子这是有话跟我说，奴婢这几日觉得白苏不太对劲儿，前几日说弟弟病了，奴婢特意将买菜的活交给了他，让他拿些月例回去。但这又有什么问题？白苏家里穷得很，前几日还说没钱看病，我们几个还凑了点给他，这几日也不吭声了。那天我无意中看到他手里居然有不少银子，比他卖身的钱还多。她一个小丫头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多谢娘子告知，这府中的丫鬟还要劳烦你帮我好好看着，对小姐来说忠诚最重要，这点儿奴婢时刻谨记，以期望下半生可以跟着小姐嫁入王府，彼此平安顺遂。娘子客气了，我自己的人必然要护周全，日后入了王府，还有许多地方要仰仗娘子。两人相视一笑，白芷取了银子塞在了郑娘子的怀中。日后娘子要替小姐看好厨房才是。看郑娘子收了银子出去，林初夏脸上的笑容瞬间冷了下来。小姐怎么办？白芷直接过去打开那瓶药酒，闻了一下，里面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香味，跟平日里用的完全不一样。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林初夏冷笑了一声，这是药酒，自然有一股子药味，而这沁人心脾的香味显然是加了别的东西。这林初微还真把他当作傻子。一日一早，采莲看天色已经不早，小姐竟然还未起身，带着疑惑靠近了床榻，掀起了床幔。小姐起身了，不舒服吗？清晨的阳光照射进来，采莲看清楚床上的人，不由得直接后退了一步，摔倒在了地上，有些惊恐地大喊着：小姐你怎么了？大早上的你鬼叫什么？现在什么时辰了？小姐你的脸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采莲一边说一边从地上爬起来，拿了梳妆台上的镜子就给林初微看。这是谁？这是谁？我的脸怎么了？快去请太医！快去请太医！小姐您先不要碰，奴婢这就去。不多时，二夫人和老夫人都接到了消息，立刻朝这个地方赶了过来。看到林初微的脸，二夫人差点被吓晕过去。娘，你看看我这是怎么了？
凌初薇自诩京中第一美人，这张脸像宝贝一样，如今看到自己这样子，简直要疯了。老夫人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家的女儿素来美貌，美丽才是筹码，更何况是凌初薇这一朵被林家娇养起来的花朵。大夫很快就赶了过来。大夫，大夫，你快看看我女儿这是怎么了？诊了脉搏以后呢，犹豫了片刻，缓缓地说道：二小姐似乎是中了毒啊。听见大夫这样说，老夫人眯起了眼睛。什么意思？什么叫中了毒？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在大夫查看症状的时候，老夫人立即派人封锁了凌初薇的院子。若是真的中了毒，那必须要查了，一定要把下毒的人找出来。要是我女儿的容貌有一点损害，我就扒了那贱人的皮。我倒要看看是谁吃了豹子胆，胆敢在灵府作乱。肯定是凌初夏那个贱人要害我，肯定是他，除了他不会有别人的。去把大小姐给我请过来。大小姐，老夫人请您去二小姐院中一趟。福嬷嬷戒备地看着凌初夏。前日闹的那一出，陈嬷嬷被打了板子，还在屋内养伤呢。凌初夏和白芷对视了一眼。昨日下午，凌初夏特意混进了后厨，将药酒撒在了凌初薇每日要吃的燕窝粥之中。那毒药竟然不是致命的，否则来请他的福嬷嬷就不会是这种神色了。你给我跪下！祖母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孙女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何要害初薇？这可是你的妹妹，你为什么要对她下毒？祖母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好端端的，什么下毒？跟我有什么关系？初薇今日中了毒，除了你还有谁？祖母是在说笑话吗？先不说是不是我给她下的毒，就以我跟凌初薇的关系，我会给她送东西。何况昨日我回去之后就吩咐人锁了院门，我院中根本就没有人出过门。若不信的话，中午可以去询问在门口监视我的人。不对，除了你还有谁还会想要这样害我女儿？二夫人愤怒地指着凌初夏，恨不能从她身上咬下一块肉来。若不是这个人，她的女儿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她中了什么毒？凌初夏有些好奇，以凌初薇恨极了她的性子，居然不是致命的毒药。你别在这里装了，你经常购买药材，谁知道这是不是你暗中下手？大夫，麻烦你带人去凌初夏的房中搜一下，看看是否有这种毒药。凭什么搜我的房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这是平白无故的就要诬赖我，我为什么要给他下毒？与初薇素来不和，府中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下手。你这般阻止我们去搜查院子，莫不是做贼心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若想自证清白，又何必怕搜查呢？我看谁敢！我是未来的王妃，你们这样做难道就不怕得罪我吗？只要一日未嫁，你就是凌家的人。在这府中，有哪里我搜不得的？老夫人看都没看凌初夏一眼，直接吩咐身边的嬷嬷：还不派人去？愣在这里做什么？老夫人心中有些急，毒药这种东西自然是拖得越久，对身体损伤越大。凌初薇是凌家的筹码，万万不能出了问题，否则的话，若真毁了容，还如何能攀上高枝儿？
为家族联姻。好，祖母既然话说到这个地方，我若是不让搜，岂不是不知好歹？但若什么都搜不出来，祖母又当如何是好？只要一日未嫁，你还真当你是平王妃？没有家族依靠，你又算得了什么东西？平王如今也不过是孤身一人，不得圣宠，又是个残废，至尊之位必然是擦肩而过。你真的以为这王妃当真那么容易做的？做不做得了王妃，也不是祖母说的算的。好大的胆子！我看你是翅膀硬了。凌初夏只能听到凌初微断断续续的哭泣声，微微的皱眉。谁会给他下毒？满府中，除了嫁出去这些日子都没回来的凌初瑶，跟凌初微矛盾最大的也确实是自己。大小姐请吧。福嬷嬷对凌初夏开口说道。初夏一直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自问我也算乖巧听话，却不知为何祖母这般厌恶我。祖母即使不说，我也能感觉到祖母对我的厌恶。凌初夏也不指望老夫人会回答，跨步上前：“你滚开，滚开！你离我女儿远一点！”凌初微，你也有今天。滚！你给我滚开！都是你这个贱人！若非是你，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凌初微直接将床上的东西朝着凌初夏扔了过去。凌初夏避开扔过来的枕头，却碰到了凌初微的梳妆台。梳妆台上的胭脂水粉洒了一地，一个白色的瓷瓶子，瓶盖掉落，滚落到了凌初夏的脚边。一股熟悉的味道入了凌初夏的鼻中。这是……你干什么要推我女儿？都是你这个贱人要害我的女儿，都是你！闭嘴！二夫人连忙喊了大夫过去，但是大夫也是束手无策，只能给凌初微先吃点清热解毒的药丸，平复一下情绪。这是什么？凌初夏拿着瓷瓶子问凌初微：“这里面放的是毒药吧？这是什么毒？谁给你的？”这似乎就是二小姐中的毒，但是也不能确定。这怕是害人终害己吧？你胡说八道！这不是我的东西，这不是我的！祖母、母亲，你们相信我呀！我怎么可能会把我自己给毁容？我要害也害凌初夏呀，怎么会害了我自己呢？能确定吗？7、8成把握。哈哈，祖母这还要搜我的院子吗？我的院中可没有这般狠毒的药物。居然要毁人容貌，难道是妹妹自己成不了齐王妃，也见不得别人好吗？凌初夏冷冷的话语让所有人都低下了头。祖母若是想找初夏的麻烦，就不要用这般低劣的手段了。毒药既然是凌初微的，他这分明就是蛇蝎心肠，害了自己，自作自受。凌初夏转身便离开了。老夫人，这找到了毒药，让我去研究一下。先将这些人都看押起来，不要让他们在府中随意走动，走漏了口风。刘管家点了点头，立刻吩咐了下去，先将这些人关进柴房，等老夫人发落。等所有人都退了下去，屋中只剩下了他们3人。现在没有人了，说吧，这毒药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给你的？凌初微犹豫了一下，咬了下唇，却不说话。你这傻丫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说？祖母和娘都在这里，肯定会为你做主的。是齐王殿下给我的。昨日他来到府上，给了我这个药，跟我说这个可以毁容。我昨天心烦，没有想好如何下毒，
就将这东西放在了梳妆台上。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中毒的，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拿回来就没碰过。你说这毒药是齐王殿下给你的，那有没有解药呢？我不知道啊，他只跟我说这个可以毁容，然后想办法给林初夏下毒。派人去请齐王来府上，他这是想干什么？我林家已经上了他的船，这诚意还不够吗？不能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林初微尖叫一声，二夫人急忙安慰。老夫人看到林初微这番做派，实在是懒得说下去了。头一次觉得林初微是这样的蠢，教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居然还不如养在外面的林初夏。你看林初微的那个毒像不像南疆之毒？不似中原所有，确实很像。南疆之毒，叶寒霜所中的毒药也是来自南疆。若是找到给林初微药的来源，是不是会有些线索？林初微其实中毒不深，只是毁容而已。但是这种毒这么阴险，以林初微的本事是绝对拿不到这种药的。那给他毒药的又会是谁呢？想到这里，林初夏带着白芷两个人偷偷地去白凤楼。叶寒霜已经恭候他多时了，但凡约定好了日子，叶寒霜就一定会出现在白凤楼。怎么了？林初微想给我下毒，毁了我的容貌。他敢？我没有让他得逞，只是他手里的毒药有些奇怪，好像与你身上的有相似之处。相似的毒？林初微的手里怎么会有与他身上相似的毒药？那这毒一定是有人给他的。你觉得给他毒的人会是谁呢？还有谁能指使林初微下手的？除了林老夫人，也就只有陆凌天了。我还没找他算账呢，他倒是先算计我来，真不知道他到底图什么。你可知道幽州军有一个别名叫做凌家军，现任的将军基本都是你父兄提拔上来的，如今的宣威将军不过就是个京中的傀儡罢了，是让幽州军看到皇帝施恩于军中的工具而已。那些将领自然会对娶了将军女儿的皇子抱有天然的好感，这就是陆凌天高明的打算。就算陆凌天娶不到你，也不会看着你嫁给别的皇子，不用放在心上。你现在毕竟是未来的平王妃，平王的母家可是名门贵族，虽然已经退出朝堂，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要对你下手，就先得应付平王。你安心在家躲避，让他们去斗。我本来就和陆凌天有仇，这麻烦我不能甩给平王殿下。那你有什么打算？难道就这样受制于人，做砧板上的鱼肉吗？除了利用平王，你没有更好的选择。林初夏一时语塞，看林初夏有些挣扎的表情，陆凌寒的心中浮起了阵阵的怜惜。到底是养在深闺的女子，纵然有些心计，却终究还是见得太少。你想查明父皇战死的真相，可如果没有权力，纵然你查到真相了，又如何复仇啊？他希望林初夏能更信任自己另外一个明面上的身份。怎么做就看你了。林家那么多人，并非所有人都效忠老夫人和二夫人，只要是人都有私心。你用银钱开路，不也有了不少的眼线吗？你父母当年的人脉都没有留下来吗？我明白了，你的提议我会考虑的。好，今日之事我会去查清楚。日后我可能就不方便来了，毕竟现在我正待嫁。你无妨，我自会去找你。好，再会。到了黄昏的时候，陆凌天来到了林家，刚到门口，正好与回来的林初夏碰了个头。看到陆凌天，林初夏只是行了一个礼，便匆忙避开。林初夏，你就这么厌恶本王？王爷还请自重。你难道当真不知本王属于你做本王的王妃吗？王爷，婚事是陛下所定，
且臣女与平王殿下情投意合，还请王爷知晓。果然是容易得到的都不值得珍惜。前世他对陆凌天一往情深，处处为他着想，哪里得到过陆凌天半分承诺？倒是今生不理不睬，反而让他说出这种话来。我未来是王爷的嫂子，请王爷放尊重一点。林初夏面带嘲讽，冷笑着推开陆凌天就离开了。陆凌天的眼中浮现出了一丝阴鸷，碍于身份无法追上去，只能去了书房见了林微远。不知道林将军和老夫人请本王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王爷，我林家可是只有这一个女儿了，你这种毒可否是有解药的？这毒药是一位南疆过来的商人送给本王的，并没有说会有解药。不过老夫人放心，这商人每年都会来京中做生意，本王会请他过府来看看的。听说初瑶有了身孕，不知道如何了。他在府中好好养胎呢。这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初瑶年纪还小，不懂事。您看，等他好一点，让他回府，我让人教导一下。就他那德行，谁也教不好，就让他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就是了。初瑶有了孩子，可怜我那初微了，容貌尽毁，整日躲在房间里哭。我还要派人看着，防着他自杀。哎呀，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孽呀。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给他解毒的，让他不要太难过了。那就多谢王爷了。令初微亲自送走了陆凌天，老夫人还在书房里面等着他。王爷今日的态度，对我凌家怕是不利。初瑶都已经有了身孕，这可是齐王府里第一个孩子，齐王和咱们凌家自然是密不可分的。蠢货，你觉得一个侧妃的孩子能有多大的作用？要是初微能当齐王妃也就算了，偏偏要不是凌初夏那个死丫头，我们何至于走到今天这地步？你想的太多了，凌初夏是不好对付，但她就是一个遗孤，能翻出多大的浪花呀？你真以为这些事情和凌初夏没有关系？凌府闹成这样，还不是因为凌初夏回来了？你给我记着，他再闹腾下去，幽州军马上就要回京述职。若是这些谣言传到那些人的耳中，你的位子也坐不稳。初微怎么办？将初微送到京郊的庄子里面去养病。留在京中，总有推不掉的宴会和邀请，反而落人口舌。先看京中的局势如何。如果初瑶能够顺利生下孩子，就送她以继母之名进齐王府做侧妃。什么？这初瑶没用，就换个有用的。就算是侧妃，只要有情分在，初微就不会争不过灵球楼。老夫人双眸一眯，笃定地开口。她很有自信，没有一个男人会拒绝把京城双姝收进房里的诱惑。只要他们赌赢了，有朝一日陆凌天登上皇位，凌初微就是天子的宠妃。一早，凌初微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京城，送到京郊的庄子上养病去了。凌初微前脚离开，后脚就有丫鬟来给凌初夏透露消息。老夫人可真是当机立断呢，只让去养病，真是便宜他了。那些下人如何处理的？说是什么都没有审问出来，
那些下人也都送到庄子里面去，连刘管家的女儿都被送走了。白芷也理解老夫人这般雷霆手段，谁不怕呀？今日是下在凌初微的膳食中，明日搞不好毒药就在老夫人的饭里面了。两人正说话间，老夫人就派人喊她去了福安堂。这是给大小姐准备的嫁妆，大小姐过目一下。不是说是我母亲的嫁妆吗？我不需要府内给我出嫁妆，只要祖母把我母亲的嫁妆给我就可以了。你什么意思？难道我还会贪没你母亲的嫁妆不成？这些就是你母亲的嫁妆。当真？当年我母亲离开的时候，初夏年龄虽然小，却记得一清二楚。我母亲的嫁妆怎么可能只有这些？你一个小孩子家懂什么？做生意自然是有亏有赢，难道这些还不够吗？祖母说这话不幸亏吗？我外祖家虽然不在京城，却是一方大族，当年给我母亲的嫁妆可是轰动了京城10里红妆，怎么到了祖母手里就只有这么一点儿？这才5年，亏损这么大。这嫁妆比起来灵球楼都不差什么了，做人要知足。祖母怕是欺负我年幼无知。有个事情祖母要清楚，当日在府门外，祖母可是亲口答应将我母亲嫁妆都给我，如今想要反悔，就不怕旁人说林家贪没女方的嫁妆吗？果然是养了一条白眼狼，应该就让你死在随州。那可真是让祖母失望了呢。若是明日我还见不到我母亲的嫁妆送到我的院子里，祖母就不要怪初夏心狠，告到御前去。你敢？我有什么不敢？治家不严，想必陛下要考虑考虑二叔是否有能力统帅京郊禁军。若是告上去，不知道二叔这位置能坐多久啊？我看你是翅膀长硬了。我翅膀硬不硬，老夫人难道不清楚吗？相信平王殿下和皇后娘娘会十分愿意为了一个孤女做主的。若是老夫人实在看我不顺眼的话，便可以自回明圣上，将我从林家族谱除名，我也不在乎。放肆！林初夏只回了老夫人一个笑容。看到这个笑容，老夫人觉得林初夏似乎是知道了什么东西。我为林家想想，也要为您自己想想，没有娘家的支持，出嫁女的日子也不好过呀。福嬷嬷见祖孙两人已经快要撕破了脸，连忙劝道：那就不劳烦你们费心了，还请老夫人将真正的嫁妆交出来，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将事情闹大对谁都没有好处。你老夫人不要以为我年纪小好忽悠，这嫁妆我自然会一一检查的。若是不符合我的心意，我自然要去圣上面前讨个公道。滚！林家没有你这样的孽子。求之不得。若非我父母在林家，你以为我愿意做林家的女儿吗？看林初夏转身离开，福嬷嬷连忙扶住了气得半死的老妇人。老夫人，您不要和大小姐一般见识，当心气坏了身子。老夫人眯起眼睛看着林初夏的背影，这样的姑娘嫁出去，跟林家也不会有任何的亲近，这不是结亲，这是结仇。平王殿下不过是个残废，在朝中又无势力，将大小姐直接嫁出去，也落得眼前清净。福嬷嬷也不明白老夫人为何这样看大小姐不顺眼，这大小姐也不是好对付的，不如破财免灾。破什么财？那可不是一笔小钱。这些嫁妆若是都拿了出去，府中几乎要缩减1半的用度。老爷在官场上
哪里不需要金钱来打点？那夫人想怎么做呢？难道真的闹到陛下面前去不成？这对老爷更不好啊！夫人要替老爷想想呀。我不是为老爷着想，我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大小姐如此强势，怕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东西都在我们手上，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就不信她能翻出来什么浪。大小姐如今已不受控制，难道不怕她当真告到御前去？去把账本什么的全部都做干净。江氏到底有多少的嫁妆？她一个丫头片子，没有证据，又说得出来多少？只要没有嫁妆单子，就算告到御前又如何？不过是说她蛮不讲理罢了。老夫人蹙眉冷哼了一声，不知死活的臭丫头，她当真是1分钱都不想给。当年江氏去世以后，老夫人便将江氏所有的陪嫁都赶了出去，只留下凌初夏一人，将连铺子里面的人都换了个遍，就不信他能够查出来什么。当年的旧人一定要处理干净，千万不要让他有所接触。谁知道那些人手里会不会有嫁妆单子？明日皇后娘娘要她和林小姐进宫谢恩呢，可惜大小姐那边没有咱们的人。这丫头倒是个警觉的。院中除了那几个下人之外，竟然是不让外人进去的。那几个丫头的口风也十分的紧，丁点消息都打听不出来。若是凌初微有这般手段，他又何至于操这么大的心？夫人想想，咱们将军府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大少爷也快回京了，算算时间，锦儿何时能够到京城？算算时间，差不多快到京城了。少爷去岁就随夫子云游，这马上春闱了，肯定要回来参加今年的科考。锦儿自幼聪慧，过目不忘，必然能够高中皇榜的。凌初夏从老夫人的院子里出来，问白芷：“消息打听的怎么样了？”百凤楼那边传来消息，当年夫人身边的苏嬷嬷已经找到了。夫人去世以后，她就被打发出去了，府中不让她接触小姐，她也不知道小姐去了什么地方，就跟着她儿子在京中开了一个铺子，守着铺子过日子。等明日从皇宫里出来，咱们就去见见。没有母亲的嫁妆单子，就是我们最被动的地方。希望苏嬷嬷能给我们一些好消息。这夏日已经快过完了，我听府里面的人说，大少爷将要回来了。参加秋闱吗？哼，老夫人为了怕二夫人溺爱他，倒是舍得送他去外面读书。大少爷是个什么样的人？跟二小姐一样吗？君子一个，咱们在府中的日子也没剩下多少了，他回来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凌初夏并没有将那个伪君子放在心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是柔弱的书生，就算有什么阴谋，还能拿他怎么样？只要加入了王府，便能与凌家彻底的脱离关系。比起他，更重要的还是入宫见皇后。第二天一早，凌初夏早早的收拾妥当，入宫。在宫门口，凌初夏见到了林琼楼。林小姐指婚给齐王，自然也是要入宫的。凌初夏，你心里很得意是吧？你别以为你嫁给林寒哥哥你就赢了。你听着，凌初夏，你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好，就是给他提鞋你也不配。林小姐慎言，无论如何我都是准平王妃，你也是板上钉钉的齐王妃。你以为你这就能成平王妃了？骨子里的贱种，上不得台面。林小姐，恕我直言，你这样的作态
更上不得台面。就算不娶我，平王殿下也不会娶你的。若是平王殿下对你有意，怕是早就跟陛下求娶了。你……林琼楼没想到林初夏这嘴皮子倒是厉害，他眼神一寒，转过头不再说话。到了皇后宫门口，林琼楼根本不搭理林初夏，率先进了皇后的宫内。皇后娘娘金安，娘娘终于肯召见琼楼了，几日不见就想得很，恨不能日日陪着皇后娘娘才好。好好好，你们都好，本宫都念着呢。等成了婚，本宫就能随时看到你们了。来，你们两个都上前，让本宫看看。日后你们就是妯娌了，将来成亲的日子也差不了几天。本宫就愿意看你们这些小年轻这鲜活的样子。你们两个可要好好相处。是。近日听闻林家这些日子热闹，初微都受了惊吓，到京郊养病去了，真有些不急。初夏姐姐这般佩戴是不是有些招摇？琼楼妹妹倒是好奇心旺，不仅知道坊间的传言，连我穿戴什么都要一一的关心，真是体贴。初微的身子不好，去庄子养养。你和初微的感情好，不如去陪陪她。有初夏姐姐发话，那我就敢去看望初微了。我听人说，初夏姐姐好威风，连老夫人都要听从一二，退避三舍。姐姐有将门之风，没有姐姐的话，我可不敢贸然行事。唉，家父去世以后，家里只剩下祖母和二叔一家，总要有人挑起大梁。我是将门之后，行事爽利了些，见笑了。那样霁月风光的人，拖着一具行动不便的身子，还要为林初夏这贱人劳心劳力，凭什么？林琼楼还要说什么，却被外面的公公给打断了。娘娘，平王殿下和齐王殿下来给您请安了。赶紧让他们进来。知道本宫召见你们，他们来的还挺快的。凌天也来了。现在你可是大忙人啊，人都清减了不少，也得注意身子。能帮父皇处理些小事，是儿臣的荣幸，不敢不尽心竭力。不过日后就有齐王妃帮着打理，想必也没有那么辛苦了。陆林寒对着林初夏笑了笑，丝毫不理会一旁的准齐王妃。林琼楼心里一酸，声音微尖。现在齐王殿下就有侧妃相伴，也是有人帮忙打理的。听闻侧妃还有了身孕，不知道身子如何了。府中有太医照看，自然没有大碍。现在才2个月，等胎相稳固，便让她入宫来给母后请安。那就好。时候不早了，凌天，你带着琼楼去见见你母妃吧。四皇帝，温贵妃许久没有见到你，该等急了。她肯定想见见你未来的齐王妃。齐王妃是林琼楼，不是林初夏。听出陆凌寒的言下之意，陆凌天恼怒，冷哼一声就转身离开，竟把林琼楼甩下了。林琼楼僵了一会儿，才勉强露出笑意，恢复过来。是，那臣女就告退了。本宫第一次瞧见你就觉得亲近，想不到最后也是凌寒娶了你，真是缘分。凌寒自幼养在我的膝下，本宫待他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你过门之后，可要好好照顾凌寒。是，多谢皇后娘娘教导，臣女一定会对平王殿下尽心的。陆凌寒就在一旁，他当着自己未来夫君的面表忠心，这情形让林初夏羞涩难耐。
之前被林琼楼和陆凌天纠缠的厌烦早就消得一干二净了。林初夏嘴角含笑又羞怯的模样，陆凌寒的眼神深了深。凌寒，你也要好好和初夏相处，别像以前一样闷着了。母后说的是。陆凌寒一勾唇，露出了个温和的笑容，却丝毫未达眼底。皇后试探了几句，却根本看不出来陆凌寒对林初夏有什么不一样。难道他猜错了？陆凌寒其实并没有什么想法，是无意间被皇上指婚才娶林初夏的。你们也是未婚夫妻了，准备婚事也要避嫌，不要接触过多，老人话柄。话是如此，但皇后还是让他们一起离开，就是想给他们一些相处的机会。陆七推动着轮椅，默默地跟在一旁。他看着陆凌寒，似乎与林初夏有话要说，知趣地将轮椅交给了林初夏。皇后娘娘这边你不用多想，她并非我生母，你是我未来的王妃，和我一样，以礼相待便好。王爷已经帮了我许多，我无以为报，就是多花些心思也是应该的。你现在不是已经以身相许了吗？我无妨，一切有我，不要紧张。他眼中清明，如同一汪清泉。即便他无权无势，困守轮椅，却莫名地让林初夏无比的安心。他更添了几分悸动。王爷当真待他极好。两人朝着宫门口走去，却发现林琼楼等在那里。凌寒哥哥，林小姐，请自重。现在你应该改口叫我一声三哥。凌寒哥哥，你明知道我心里的人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就算是皇上下旨，你也不用将懿哲送给这个女人，难道你对我……林小姐，她是未来的平王妃，也是你的皇嫂，注意你的分寸。她能当平王妃，我也能。凌寒哥哥，我知道你一直不愿意娶妻，是为了怕连累他人，我也不怕。你在胡说什么？林琼楼，你当这里是哪里？你自己不怕，也别给平王殿下招惹麻烦。你不要以为凌寒哥哥娶了你，你就能踩到我的头上。凌初微都没资格跟我犟嘴，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教训我？林小姐，你已经是齐王妃了，这件事情不容更改。你不如想想，若是齐王知道了，你又该如何自处？但是林琼楼根本听不进去。若非陆凌寒在场，林初夏觉得林琼楼会冲上来给自己一巴掌。陆七上来，挡在了他们的面前。小姐，林琼楼的丫鬟终于反应过来，拉住了她。齐王侧妃已经怀有身孕，你一入府就有庶长子出生。林小姐，你与其纠缠我们，不如好好想想以后怎么打理齐王府。林琼楼怒极，眼睛却不舍得从陆凌寒的身上离开。我们走。陆凌寒的声音更冷了几分，这变冷的声音让林初夏觉得有些耳熟，不像平王素日的声音。但被陆凌寒一拉，他又没工夫去想这些了，跟着陆凌寒离开了。即便林琼楼再如何望眼欲穿，陆凌寒却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什么？小姐，小姐您别想了，若是平王殿下真的对你有意，早就跟陛下求娶了。求您了，您就听听老爷和夫人的话，赶紧回府吧。听到侍女的话，林琼楼反手就是一巴掌。用不着你来教我做事，我就是不甘心。我喜欢他那么久，他怎么能这样绝情，甚至宁愿为那个贱人羞辱我？
好，他做初一，我就做15，看到底谁更狠。离宫的路上，陆凌寒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出声：我与林琼楼自幼相识，他性子偏执，但我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多想。可是林琼楼喜欢你。我对他无意。我知道，王爷拒绝过他，可是林小姐还如此执着。或许得不到的东西，永远都是最好的。这几日，老夫人可有在为难你？前有我大闹灵府，后有王爷为我撑腰，老夫人怎敢再下手？只是还要在我母亲的嫁妆上纠缠一会儿了，她一定不会轻易的给我的。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脱离林家。别怕，很快我就会娶你过门。臣女失言，请王爷见谅。走吧，我送你回府。不必了，不劳烦王爷了。凌初夏婉拒，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不方便和陆凌寒一起。看出他另有事情，陆凌寒眼神微闪，没有再多说，和陆七先行回去了。凌初夏出了宫，没有回灵府，而是往另一个方向走。白芷在路口等候多时。小姐，你总算出来了。人还在那里吗？白芷点了点头。凌初夏脸上一喜，他这次暗中打探，发现了他母亲身边的一个旧人。这个人说不定能帮他拿回他母亲的嫁妆单子。凌初夏和白芷一起来到了城西的一处闹市之中。不同于靠近皇城，住的都是达官显贵，这里充满了拥挤的市井气息。不远处的巷子口，小棚子下面是个馄饨摊儿，一个20出头的年轻男子一边擦着汗，一边煮馄饨，而旁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正在招呼客人。小姐，那个真的是苏嬷嬷吗？白芷有些不确定，也难怪白芷不敢认。苏嬷嬷是母亲的陪嫁丫鬟，却跟老夫人身边的嬷嬷年纪差不多一样，才30多岁的年纪，头上已然有了白发。苏嬷嬷。正在招呼客人的中年妇女抬头看到了凌初夏，愣了一下。是大小姐吗？娘，怎么了？凌初夏看了一下周围的人来人往，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个地方。苏嬷嬷连忙点头，擦拭掉了眼泪，对儿子说道：不卖了，不卖了，今日不卖了。你收拾摊子，咱们回家了。奴才以为有生之年再也不会见到小姐了。嬷嬷快起来。嬷嬷，还好你留在了京城，不然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找你。我回府时没有了一个认识的人。小姐不知道，夫人去世后您就被送走了，老夫人不让奴才跟着，将夫人身边所有的人发卖的发卖，不能发卖的就送到了外地。我是没办法，父亲生病告急，去不了别的地儿，只能带着孩子在这京城里找点营生。我夫君一死，我和儿子就留了下来。小姐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现在小姐回了灵府，那个老妖婆有没有苛待小姐？她要对付我，我也不怕。现在我也要嫁人了，早晚离了凌家，苏嬷嬷不用担心我。是啊，小姐马上就要成为平王妃了，那老妖婆也要对小姐磕头。就是可惜那平王是个……嬷嬷，平王殿下对我很好，就老夫人的性子，若非平王殿下，我还不知道会许配什么人家呢。小姐受委屈了。
见林初夏这样子，再想到夫人当年受的委屈，苏嬷嬷恨不能以身替之。我已经习惯了，那林家虎狼之窝把我当傻子哄，我也不会听之任之的。我一定要拿回应属于我的一切。小姐可别干傻事儿，那老夫人口腹蜜饯，虚伪至极，您可别害了自己。只恨我现在流落在外，不能护小姐周全。其实我今日来找嬷嬷还有一事。嬷嬷可记得我母亲的嫁妆有多少？我绝对不会把我母亲的嫁妆拱手让人，便宜了那帮人。苏嬷嬷也不是个蠢的，反应过来，当年老夫人将他们全赶出来，不就是为了吞下夫人的嫁妆吗？现在小姐回来了，自然要把这东西抢回来。但凡小姐有用得着老奴的地方，老奴一定尽心竭力。谢谢嬷嬷，我绝对不会让我母亲的东西落在那群小人的手里。小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盯着林家。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还是打听到了一些消息。林家那帮狼子野心的狗东西，居然当了不少夫人的嫁妆。你说什么？他们典当了？小姐，您才回京不知道，二老爷接管了将军府之后，十分的奢靡，处处要跟京中别的豪门世家比拟。可是林家哪里有世家勋贵那种底气呢？母亲的嫁妆中有许多的田产铺面，这些田产铺面每年收的银子，难道还不够将军府的开销吗？林家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老夫人独揽内宅，二老爷不善经营，加上二老爷在京中可是出了名的出手大方，宴请各方的贵族，银子跟流水一样的出，就那点铺子的收入怎么可能够呢？田产铺子总是要等一阵子才能见到钱，所以难免就先拿一些金玉大件出来典当。混账！白芷忍不住地骂出了声。林初夏不言不语，陷入了沉思。只恨您外祖家太远，不能来京城为您做主。我和祖父并不亲近。不是的，小姐，当年将军和夫人过世之后，您外祖家上门来接您，却被老夫人以伤骨为由挡了回去。当年我外祖家派人来过？是啊，江家想夫人的嫁妆都留给小姐，以为他们看在钱的面上会善待您，没想到原来江家是看中她的。林初夏心中一动，有了些许想法。苏嬷嬷，我知道你是母亲身边的人，是陪嫁跟过来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母亲的嫁妆单子？小姐，这是夫人的嫁妆单子，当年一式2份，这是夫人的那份，我被赶出来的时候也一并偷了出来，上面的东西都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林家那些人没一个省油的，更不会松手了。小姐打算怎么做？嬷嬷放心，我自有办法。林初夏捏紧了册子，勾起了一抹冷笑。翌日一早，林初夏到了福安堂的时候，二夫人正在请安。看到林初夏，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你来做什么？自然是来讨账的。一大早来这里做什么？祖母何必明知故问呢？哼，那些嫁妆你爱要不要？你别在这里给我找事。我找事？当日在府门口你答应的好好的，事到如今却反悔。你这是说我们言而无信？老夫人冷笑了一下，将早已准备好的账本扔给了林初夏。你自己看，这些年经营不善，
哪里那么多的钱？那些东西就剩下这么多了。当年我母亲十里红妆嫁入林家的，如今你告诉我就这些？不然还有什么？你可有凭证？林家养你这么多年，难道不要钱的吗？二夫人鄙薄的眼神看着凌初夏，就是这个死丫头害得她的宝贝女儿在外面受苦，那脸都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凌家养了我什么？你抢我女儿的院子，抢我女儿的一切，你回来做什么？应该死在边疆才是。我抢？分明是凌初微罪有应得。你还要嫁妆？林家给的还不够多吗？那本来就是我母亲的东西，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应得的？你应得的是什么？账本都在这里了，信与不信都在你。拖油瓶子一个，口口声声说都是你的。你有本事别赖在将军府，这里早就跟你没关系了。要怪就怪你那爹娘死得早。哼，要不是将军府，你不过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女，给你的你就拿着，别妄想着不属于你的东西。原来这才是你们的心里话，看来祖母是不打算给我了。凌初夏不理会二夫人，只是定定地看着老夫人。老夫人不加制止，任凭二夫人说出来这种话，凌初夏的心早已经死了。该给的我都给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有一点你要清楚，与凌家闹翻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好处？好，祖母，记住你现在的话。凌初夏前世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冷血，如今不过是更加清醒罢了。哼，黄毛丫头！二夫人啐了一口痰，没有任何证据的就来要东西，亏她想得出来。背后听到二夫人这话，凌初夏回头看了一眼，二夫人毫不避讳她的目光，鄙薄之意溢于言表。凌初夏勾起了一抹冷笑，转身便离开，直接带着白纸出府。京兆尹府的门口，门口的鸣冤鼓震动，两个年轻女子奋力地用鼓槌敲击着。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怎么敢到京兆尹府来敲鼓啊？你凶什么？我们当然是来告状的了，不然来这里做什么？哎，去！你们两个小丫头片子闹什么呀？啊，快回家去！击鼓鸣冤，我来这里告状，这是朝廷的法律条例，谁也不能赶我走。他整理了一下衣服，缓缓开口，神色一厉，便露出了几分刚强，让门吏心中一悸。再见凌初夏衣着不俗，他也不敢拿捏，连忙让开，迎人进来。堂下何人？要告什么事情？可有状纸啊？自然是有的。白纸拿出了一纸诉状，交给了旁边的师爷。小女子凌初夏，乃是宣威将军府大房的独女，今日要状告宣威将军府的老夫人侵吞我娘亲的嫁妆拒不归还。按照本朝规定，女方嫁妆若在女方去世以后为子女所有，还请大人做主。怎么，大人不愿意给小女子做主吗？梅大人看着凌初夏，心中犹豫了一下，对身旁的人说道：去请林家老夫人过来，有人上告，我们便要秉公处理。老夫人还未知，请林小姐等等吧。林小姐，距离您成亲还有些时日，您为何会来状告老夫人？或许老夫人只是还没有收拾妥当，所以未曾给你。大人有所不知，早在平王殿下没有下聘之前，老夫人便与我说好，
所有的嫁妆都会归还于我。王爷下聘之后，却只给我送来了几件铺面而已。我母亲当年10里红妆嫁入林家，怎么可能只有这点东西？说的是啊，但是一家人闹到衙门，实在是不好看吧？他们既然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了。林初夏挑眉一笑，这是铁了心了。梅大人见状，只能派人去林家请林老夫人过来。等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林家二夫人扶着老夫人从外面进来。这好端端的，你又要做什么？老夫人这是在说什么？我可是什么都没有做呀，我只是想拿回母亲的嫁妆，聊表思念。老夫人不愿意给，那我就只能用非常手段了。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道理你不懂吗？你是平王妃，这样的名声传出去，让王爷怎么想？原来老夫人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林老夫人被噎了一下，二夫人指着林初夏的鼻子骂道：不孝子！林家养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瞧瞧你把你祖母给气成什么样子了！从你回来，整个林家就不得安生。这是我和林家老夫人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听到林初夏的话，二夫人气急，老夫人生怕她又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连忙拉住了二夫人。梅大人，小孙女胡闹，给您添麻烦了。胡闹？林初夏冷笑了一下，她可是准备的十分周全的。白芷，把嫁妆单子拿出来。这是我娘亲的嫁妆清单，全部都在这里，还有老夫人给我的嫁妆清单。这丫头就是故意的，故意让林家下不来台，铁了心的将事情闹大。林家可曾亏待了你？这么多年，我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整个府中最好的院子都给你住着，反过来跟我要嫁妆，难道我做祖母的还能亏了你不成？我母亲江氏出身南疆大族，距离京城遥远，但是也是一方富豪。当年我母亲嫁入京城的时候，10里红妆这件事情不过发生了20年，想必今日依旧有人记得此事。可是呢，母亲给我的嫁妆一张纸都没写满，我母亲的嫁妆去了哪里呢？你老夫人，有话好好说，咱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啊。梅大人见两边的人剑拔弩张，连忙劝道，但看诉状和下面附的嫁妆也惊呆了。这嫁妆丰厚的，就是他都有点心动了。你这丫头，我什么时候说不给你嫁妆了？你小小年纪还未出嫁，难道不该由我保管吗？这保管着保管着，搞不好就没有了。初夏实在不敢多说什么。老夫人不要生气呀，咱们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哎呀，这家务事啊，也不归咱金兆尹管呢。你们看是不是回家去处理家事啊？啊？家事？大人可知等我回去，他们又会拿什么样的理由搪塞我？今日必须当着大人的面交割清楚，否则我绝对不会出这金兆尹的大门。这早给也是给，晚给也是给，老夫人何不一并给林大姑娘得了？反正过不了几个月就要嫁去王府了嘛。不可能！老夫人着急出口，说完她才自知失言。前不久林家才闹得满城风雨，
这节骨眼上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了。初夏，你莫要胡闹了。胡闹的人不是我，而是老夫人你。这死丫头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为何处处与林家作对？明明当年离开京城的时候还乖巧听话，眼下这样，甚至比他父亲还更要叛逆几分。大人，小女子所言句句属实，清单全部都在此，相信老夫人那里一定也存有旧底，不会有错。还请大人还初夏一个公道。这都是我伪造的。当年你母亲死在幽州，什么话都没有留下。我们在院中找了也没有找到清单，怎么好端端的就落在了你的手里？你一个黄毛丫头，别不是被人骗了？蠢货！老夫人心里暗骂，却来不及阻止。底下的小丽见二夫人还想要抢夺，连忙拦住。大胆！你算什么东西？把东西给我！肃静！二婶，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了？这里可不是灵府，谁也不能如此藐视公堂。放肆！还不赶快跟大人道歉！梅大人见谅，臣妇一时心急，说错话了。大人明鉴，公堂上二婶都敢如此嚣张，可见平日里又是怎么欺辱我的。若非我父兄皆身死幽州，怎么轮得到二房继承家业？看着剩我一个孤女，连我娘亲的嫁妆都想侵吞，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老夫人脸色阴沉，梅大人也看出来了，这林老夫人根本就是不想归还嫁妆，这么大一笔钱，谁不心动？林大姑娘想要如何呀？还请将我母亲的嫁妆全部都归还于我。今日在这里当着梅大人的面，咱们直接商铺田产交割清楚，剩下的东西直接列入嫁妆清单之中。几个月后随我一同入平王府才是。混账！我是你的祖母，你现在是用什么姿态和我说话？把你祖母当成什么人了？简直不知礼义廉耻！等你出嫁之时，我自会把一切明细交付于你。这孙女的嫁妆都要贪，究竟是谁不知礼义廉耻？旁人家的姑娘从小就开始学习管理家务，到了我这边却要搪塞推延，祖母到底安的是什么心？生意有赚有赔，这些年的商铺经营我一概不知，现在不给我怎知最后落到我手里会不会被人做手脚？你什么意思？你母亲的地产商铺一直由我打理，这么多年也都一直顺当，你还怕祖母给你弄砸了不成？那多谢祖母的苦心了，我母亲的田产和商铺经营，每年的收益就当孝敬祖母了。现在我已经备嫁，还请祖母将地契还给我，让我来替祖母分忧。好坏都让凌初夏说完了，里外都堵死。老夫人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借口了，只能怒指着凌初夏。你真是个混账东西啊！凌家养你，就是让你来气我的吗？我们凌家没有你这样毫无孝心、目无尊长的人。我要去皇上面前告你，求圣上做主。好啊，不如我们一起告到皇上那儿，看到底是谁占理。我就是因为孝敬父母、尊爱父兄，才更要收回嫁妆，不然要让他们的苦心经营都白白糟蹋了。你在说什么？白纸，把当票给我。大人请看，这是当铺我赎回来的当票和东西。大人请看，母亲一去，她的嫁妆居然都被这些人给当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遗物被贱卖？请老夫人派人去将东西都拿回来。
正好在官府交割清楚。孽女，孽女！老夫人捂住了心口，若非二夫人扶着，这次只怕真的要昏了。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死了儿子媳妇儿，却还要受孙女儿的气，白白将这个白眼狼养了这么大，反过来还要咬我们一口，真是精彩。案件清楚明了，判林家老夫人将江氏的嫁妆给林大姑娘。梅大人直接宣判，多谢大人。林老夫人自然清楚，这闹开最难堪的就是林家了，当即止住了声音，算是同意了这件事情。那初夏就等着祖母的好消息，别再让我来劳烦梅大人了。刚刚下朝的林威远得知消息，直接回了府中见林老夫人。娘，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闹到衙门去了？哎，这是怎么了？娘不舒服吗？林威远不由地问道。二夫人站在一旁，将今日的事情说了一遍。这臭丫头，一点脸面都不要了。她是吃定了咱们要脸面，才敢这么跟咱们闹的。为了你的官声，咱也得想个办法。母亲您看，我又不是不给他，但是怎么给，咱们要商量一个对策出来。那丫头死不要脸的，可是真的会告到御前的，到时候更难收场啊。他那边有清单，怕是不好忽悠过去。给肯定是要给的，但是总要克扣下一些。林家闹得家破人亡，对他有什么好处啊？真以为攀上平王就一步登天了？哼！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解决眼下才是重要的。将这账册给林初夏送过去，慎与不认，就这么多了。母亲，那丫头不是好打发的，不合心意再去京兆府引告，该怎么收场啊？何况幽州军快要入京了，不能传出去虐待他的名声啊。那你说怎么办？老夫人叹了口气，若非碍于幽州军，他们又何必在意一个林初夏呢？都给他算了。闭嘴！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这都是为了谁？林维远不敢再说。林老夫人正纠结间，只听得外面传来福嬷嬷的欢喜声。少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三人抬起头，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从外面进来。祖母，父亲，母亲。男子生得清俊如玉，一身普通的长袍，头上戴着一个玉冠，长发锦束，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书卷气息，让人如沐春风。景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派人通知一声。啊，刚回来。祖母，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正是林家未来的主人林月锦。几人来不及闲话家常，老夫人将这段时间林初夏的所作所为都跟林月锦说了一遍。祖母，你们糊涂啊！圣上施恩于林家，是念及大房的旧情，若是让圣上知道你们这么对林初夏，父亲该如何自处啊？甚至闹到公堂上去了，这不是添乱吗？既然都已经结了，那祖母就将这些东西都还给林初夏吧。不给，难道还要让别人看更多的笑话吗？什么？就这么便宜这个死丫头吗？不行，不能还给她。若是还给她，咱们二房本身就家底薄，府中的东西又没有多少，
再怎么苦也不能苦了你们呀。听到这里，凌月锦也是脸色难看。凌初夏也是个没良心的贱人，不管怎么样，凌家这些年养了他，他还要和他们争，真是狼心狗肺。但他可以不要脸，凌月锦却要脸。祖母，这是为了凌家的名声。我现在与镇国公世子交好，更与他家妹妹有了情愫，只等我金榜题名就去提亲，我现在的名声不能有一点受损啊。镇国公，我还能骗你们不成？你们闹成这个样子，一点名声都不顾，若是传到烦恼镇国公耳中……你说的可是真的？若能与镇国公家联姻，那可是求之不得。是呀，听说那镇国公小姐是跟着公主一起长大的呢。二夫人一脸的激动。镇国公家的小姐与几位王爷和公主一起长大，地位极高。老夫人顿时就有了决断。好，那嫁妆给她就是。以后锦儿，你的成就必定非凡。如果你能高中，然后娶了镇国府的千金，将来我们也不用顾忌宣威将军的名号，看那丫头的脸色。祖母想明白就好。凌初夏今天这样甩我们凌府的脸面，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去把凌初夏叫过来吧。凌老夫人当场下了决定，幸好她一直早有准备，将江氏的嫁妆这些年的收益和开支都是做了2本账册的。福安堂外，怎么，商量好如何对付我了吗？凌初夏正在喝茶，看到他们出来，笑了一下，引得众人都看了过去。妹妹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咱们都是一家人，你的东西，祖母自然不会贪墨，只不过是怕你不善经营，将这些东西都给糟蹋了。是，一直在随州不回家是我的错，让祖母侵吞嫁妆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凌家不会缺钱，缺到商铺都卖了吧？我说过，有亏有盈，这些盈利不好的自然是要处理的，哪里有一成不变的？妹妹，不过是3、4间铺面，哥哥给你买，就当给妹妹的添妆。那些被典当出去的东西，又该如何？凌初夏，你不要得寸进尺。凌月锦见老夫人火气上来，连忙拽住了她。老夫人忍了又忍。行，这些我都折成银子给你。那就多谢祖母了，希望祖母言而有信。你！凌初夏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你瞧瞧他这嚣张的样子，还能忍到什么时候？真恨不得他明日就给嫁出去，多一眼我都不想看见他。刚走出去没几步的凌初夏听见了老夫人的话，回头对老夫人说：祖母怕是不能如愿以偿，毕竟我一天姓凌，就要待在凌家，还要从凌家出嫁呢。回了院子，白芷有些兴奋，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要回来了。还请苏嬷嬷将这些商铺的情况都调查一遍，若是不能找回那些旧人，就先培养着，找人接手。凡事慢慢来，急不得。只是这些东西，您带回去安全吗？苏嬷嬷看着眼前的2个匣子，凌初夏点头。你们先住进去，整理一下宅子和田产，这些是最重要的。小姐，这是咱们胜利的第一步，就别发愁了，值得高兴的日子呢。外面的丫鬟一看到小姐回来了，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一样。小姐，您可算回来了，老夫人送来了不少东西，这院子都快堆不下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敢擅动，只能将东西给收了回来，请您回来发落。
郑娘子看了一眼院子里的一个丫鬟，自从二小姐倒台之后，白苏就变得老实了不少。既然是祖母给的，都收好，写在嫁妆上。凌初夏走向宫中的2个嬷嬷，笑道：“这些日子事情繁多，劳烦2位嬷嬷等候了。若府中丫鬟有什么伺候不周的地方，您只管说。”小姐有事情，奴婢等不敢多说。不敢多说，就是不会跟皇后告状的意思了。凌初夏见他们如此识趣，笑了笑。2个嬷嬷对视一眼，退了下去。白芷，去拿白苏的卖身契。这种包藏祸心的丫头，我不敢再用了。白芷一言去取，看到卖身契，白苏一愣，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小姐，奴婢做错了什么？你要赶奴婢走？你做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吗？吃里扒外的东西！剩下的2个丫头见状，吓得面色惨白，也跟着跪在地上。求求小姐，我们错了，不要赶我们出去啊！求小姐了。白苏是这几个丫头里面最不安分的，但谁知道她竟然做得出和二房勾结的事，吃里扒外。之前要不是她里应外合，凌初微的药还真放不进明月阁里头。求小姐再给奴婢一次机会，奴婢对天发誓，奴婢还有母亲家里要养，求小姐再给奴婢一次机会。白苏使劲地在地上磕头，头都磕破了。滚！以后不要让我在明月阁看见你。凌月锦在明月阁外听到了声响，微笑着开口：“妹妹真是够狠心的，但做事这么刚硬，想必也会得罪不少人吧？”“你来做什么？”凌月锦让身后的丫鬟捧出了一个锦盒。“我知道之前你家里过得不开心，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还是和和美美为好。就由我替娘讨个不是，这是给妹妹的礼物，你瞧瞧，可还喜欢？”“谢谢，但是我不需要，你拿走吧。”“礼物不收，那邀约就要应下了。这几日入秋，秋闱在即，学子都已经进京，百凤楼举行3年1度的诗文比赛，世家贵女都喜欢去凑个热闹，你可要一起去啊？”“我已经订婚，不好抛头露面。你虽是我兄长，但也该避嫌了，请你出去。”凌月锦神色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笑容一僵。他没想到凌初夏如此的软硬不吃，只能咽下心头的火气，转身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凌初夏心下不安。他当然知道凌月锦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阴险小人，比凌家其他人更难对付。整个府中虽然都不把明月阁放在眼中，但是却不敢轻视。但是凌月锦高中之后，一切都变了。幸亏咱们不用跟从他们那里拿吃的，不然还不知道要为难成什么样。这话不要让小姐知道。不让我知道什么？凌初夏站在门口，不知道站了多久，似乎将他们的话都听入了耳中。小姐，我们……白果吓得连忙跪下。无妨，起来吧。那些人也得意不了几天了。小姐这是什么意思？郑娘子不明白。凌初夏笑了笑。过几天你就知道了。郑娘子觉得凌初夏的话有些奇怪，但是却想不明白，还是暗中告诉主子拿主意才好。既然二房这么风光，那我也该一起高兴才是。白芷，走，陪本小姐去看看状元榜。凌初夏收拾一番，准备出门。若是没记错，很快御史台就会发现科举舞弊的问题，而他当然是要去添一把火。凌初夏特意去看了张贴榜单的告示栏，他要看看
凌月锦高中状元的文章到底写了什么？状元郎的文章是公示的，街上还有人卖抄录的，众人抢着买。凌初夏随便拿了一本，看到这里，凌初夏已经笃定凌月锦的状元有问题。想到，他就用笔画了几个不对的地方，扔到了衙门门口。至于提前引发检举会带来多大的轰动，就不是他能管的了。过了一会儿，凌初夏才回府，却撞上了凌月锦。妹妹伺候的人太少了点儿。凌月锦看了一眼凌初夏身旁的白纸，看似关心的开口：出门也就一个跟着，太危险了，可需要买几个下人。不劳费心了，我自会安排。凌初夏断然拒绝了他的话，想安插人，门儿都没有。院中的人越少越好，他出入就会方便许多，他才不会给自己添麻烦呢。见凌初夏态度仍然和以前一样冷硬，凌月锦的心里生怒，他现在可是当红状元，凌初夏凭什么给他摆脸色？就凭他是一个废物王爷的待嫁王妃？可笑！妹妹，凌月锦还想说什么，就见二夫人带着一行人面色慌张地朝他走过来。看到凌月锦，二夫人仿佛看到了主心骨一样。锦儿，这几位是大理寺派来的，说有事情找你。二夫人本来想说更多，但见到凌初夏，嘴巴就闭上了。劳烦几位，可是有什么事情？大理寺有案子，请凌公子跟我们走一趟。哥哥，既然大理寺请你，你就过去吧，没做亏心事又怕什么呢？凌初夏讽刺似的笑了笑。凌月锦面色一黑，但他也没办法，僵硬地随着来人离开，留下神色焦虑的二夫人以及似笑非笑的凌初夏。你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大理寺找他做什么？二婶未免太多心了，说不定是好事呢。听凌初夏这样说，二夫人才恨恨地冷哼一声离开了。回到院中，凌初夏立刻派人去打听消息。过了会儿，白芷跑了进来。小姐，我出去打听了，说是科举发现了舞弊之事，京中的学子都被带去官府了。陛下大怒，让刚回京的徐将军主审。10年寒窗比不过人家作弊，这天下学子怕是要闹起来了。凌月锦怎么样了？不知道，现在大理寺将所有的考生都喊了过去，一一审问。但徐将军是幽州出来的，一定会秉公执法的，查个水落石出。凌初夏看着早已经写好的书信，微微地眯起了眼眸。他已经根据前世的猜测，把可以调查的人都写在了这封信里，具体就看徐将军会怎么做呢？天微微入夜，用了晚膳，凌初夏便换了一身男装，易了容，趁着夜色，凌初夏翻出了灵府，直奔徐府而去。徐峰看着眼前的圣旨，头疼不已。他根本没料到皇上会将这个案子交给他来办。将军，这案子京中这么多的人，偏偏到了咱们的手上。皇上知道我是个粗人，常年在边关，刚回京城，这案子怕是破不了了。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件事情，齐王、晋王哪个都比将军更合适此案呢？军师叹了一口气，这案子审问都不知道突破口在什么地方。两人相视无言。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声声响，两人都朝着外面看去。有刺客！声音四起，侍卫追到了书房门口。徐峰二人开门出去，
只见一个年纪很轻的黑衣人被侍卫团团围住，转过脸来，正是那日在京郊出手相助的少年郎。是你？几日不见，徐将军这气色可不怎么好，想必是遇到麻烦了。哈哈，还不曾多谢公子那日出手相助之恩。今日公子既然来了，何不坐下喝杯茶？茶就不必了，我是来给将军解围的。听闻将军接了舞弊一案，现在怕是毫无头绪吧？你……徐峰正准备说什么，忽然眼尖的看到凌初夏腰间的那块印章，这上面的东西可以解将军的处境，这是用与不用，都在将军。凌初夏缓缓的一笑，趁着月色轻功离开。侍卫正要追，却被徐峰给拦了下来。不用追了，把信拿过来。这是敌是友啊，就怕来者不善呐。是啊，这刚回京，就想让我得罪皇子吗？得罪的还是眼下最得宠的齐王。咱们回京本已经就是惹眼了，若是再破了这个案子，怕是皇上不愿意看到的。军师将信塞入了旁边的烛火点燃。你这是做什么？这上面是楷体，字迹无从辨认，不会留下证据让我们找来人的。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京城，几个皇子身后都是庞大的势力。当年凌将军之死，不知道是哪位的手笔。晋王、齐王当年都还小，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你刚才看到那少年腰间的东西了吗？徐将军看着那信件化为灰烬，这封信上的内容远远没有那少年腰间的印章带给他的震撼更大。那是凌将军的。那少年容色显然是乔装了的，肯定是不想让我们查到。等这件案子有了定论，他肯定还会再找上门来，再问也不迟啊。说起来，将军还有个女儿，不知道如今情况怎么样。咱们在幽州想要照顾她，却无暇顾及啊。林将军的女儿已经许给平王殿下，入冬就要成婚了。什么？他们怎么能？平王殿下虽然聪慧，却是个残废，身体又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那可是将军唯一的血脉，要是大小姐过得不好，哪怕这桩亲事是陛下金口玉言赐下的，也不能让成婚。大小姐在府中日子不好过呀。军师想到打听的种种，眼中闪过了一丝杀意。大小姐应该15、16了，今日那少年看着也是差不多的年纪。不如咱们改日登门去找大小姐打探一下，也看看她过得如何。好。黑夜里，凌初夏回了凌家。年过去了，如今徐峰才是幽州军的一把手。人心易变，他不敢轻易的赌。作为父兄之死最大的受益者，他不得不怀疑徐峰的忠诚。2日过去，又到了约定的治疗日。凌初夏如约到了百凤楼，但是他心里存着事儿，并不专心。看凌初夏今日诊治的心不在焉，陆林寒不由得问道：这是怎么了？看你心不在焉的。最近事情有点多，我担心。你在担心李月锦？舞弊的事情一出，陆林寒自然一早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不是的，叶楼主，我不是担心他，是担心我自己。不过我怀疑他也与舞弊有牵扯。此人有几分才华，可是心高气傲，心肠狭隘。当日你一手势压过了他的风头，
便刺激了他接连派人打探消息，想要铲除对手。他要是舞弊也不奇怪。你就这么相信我？你是我的合作搭档，我不相信你，信谁啊？可是现在似乎没查到什么。那位徐将军到现在都一无所获，不知道陛下会不会让其他人插手。徐峰统治幽州军谨慎非常，更何况身边还有军师幕僚在，他们从幽州回来出入京城，纵然有本事查出来，怕也不敢跟皇上汇报。你的意思是，徐峰就算知道幕后之人是谁，他也不敢说？徐峰刚回来，太快查出来反而让人疑心，加上皇上本来就多疑。他是要打消皇上的疑心，让人觉得他是个粗人。你很关心他？我怕齐王和靖王借机拉拢他，陆凌天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徐峰没那么傻。若是查不出什么，这件事情就要草草了结，岂不是便宜了凌月锦？若是能让事情闹得更大一些就好了。你想，泄露考题事关重大，肯定不只是为了名利，也许就是有幕后之人在借此收拢人才，巩固自己的势力。他竟然敢教唆叶楼主帮他搞事，陆凌寒心里暗笑。放心吧，舞弊案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的。陆凌寒顺应他说道，但要是能让凌初夏开心，帮他一把也未尝不可。反正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都是七王陆凌天。凌初夏和叶楼主聊开了，其他人却是一头雾水。凌老夫人和二夫人快急疯了。自从那日大理寺挨家挨户带走了所有考生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外面对里面的消息一无所知。哪怕凌家去找了陆凌天，也没有打听出来其中的详情。便早已经怨声载道，加上齐王在旁施压，皇上龙颜大怒，申斥徐峰，勒令徐峰立刻进宫汇报案情。晌午，徐峰终于拿着奏折进了宫。直到此时，他才敢交出自己查到的证据。皇上的神色沉了下来，徐峰低着头，腰杆直挺。臣确定上面罪名无误，提前知道考题的名单都在这里。皇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脸色铁青。这不是，臣已经确定泄题之人是齐王殿下的门客，但不知道他侍奉齐王左右到底是何居心。徐峰只针对那门客，但永乐帝却不傻，立刻传人，叫陆凌天滚进来。父皇，儿臣并不知道此事啊。齐王进殿立刻跪在地上，从头到尾永乐帝的神色都没有什么变化，完全看不出他是怎么想的。事情虽然与你无关，但是你御下不严，难辞其咎。徐峰刚正不阿，见状不平，他正要说什么，却被太监的声音打断了。陛下，平王殿下求见。宣，这残废现在过来要做什么？老三，你来做什么？儿臣听闻舞弊和司隶的门客有关，心下担心就过来了。想必司隶也不是有心的，请父皇不要动怒。你倒是护着他。父皇，眼下最重要的是江南岸查抄了不少贪赃枉法的罪人，导致六部缺人，急需新鲜人才。若是这一届不予录用了，既是损害朝廷栋梁的储备，也是对天下学子不公。不如重考，彰显天家宽仁贤德，把这些牵扯其中的打入黑名单，终生不再录用。父皇以为如何？甚好。皇上看也不看跪着的陆凌天一眼，反而对陆凌寒开口：你倒是变聪明了，不如你来负责此事吧。
儿臣身体不好，怕是难堪众人。传令，本次科考全部作废，约3日后重考，交由平王负责。父皇，儿臣身体羸弱，怕难堪众人。论才华，满京城的才子都不如你，除了你，还有谁能让朕放心呢？自有人替你办事，你只需做最后决策便是。齐王禁足到重考结束，罚俸3年。老四，金科状元是你府中侧妃的兄长吧？因为舞弊案，永乐帝对一切与陆凌天有联系的人都有猜疑。他也是3哥未来王妃的兄长。你们都别谋私啊！永乐帝警告地看向了陆凌寒。父皇多虑，林月锦相当有才华，必然还能再次高中。行了，起来吧，混账东西！谢父皇。此次事情还多亏了徐爱卿啊。幽州军入京以来还未曾嘉奖，等事情平息之后，宫中会举行庆功宴，为幽州回来的重臣接风洗尘。谢陛下。几人退出殿内，齐王追上陆凌寒，强忍着怒气。今日倒是多谢3哥帮我说话了。彼此都是兄弟，谢什么？别再惹父皇生气了。陆凌寒知道陆凌天这是试探，但是他不动声色。陆凌天打探不出什么，只好甩袖离开。看陆凌天离开，徐峰满脸的厌恶。徐将军无需介怀，你秉公执法，此地不会放在心上的。陆凌寒提点了几句，徐峰的心里有些惊讶。从前只知道平王是个残废，但今天一见，发现平王温文尔雅，待人谦和有礼，这样看似乎也是良配。舞弊案了结，徐将军有了大功劳。皇上的旨意一夕之间便传遍了京城，凌月锦也被送回了家中，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挑了个日子，凌月锦又去了明月阁。妹妹好。有事情吗？初夏，听闻这次科考平王殿下主审，不知道平王殿下有何偏好？平王殿下严谨公正，我劝你还是安心备考，不要打歪主意，走错了路。歪主意？难道打听一下妹夫的偏好也是错吗？你上次可以考到状元郎，这次自然也可以了。堂哥安心备考就是，何必费其他的心思？凌初夏冷声拒绝，油盐不进。凌月锦心中暗恨，是齐王将他捞了出来，保下了他。若是无法回给齐王一份好的答卷，那么对齐王而言，凌家就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看凌初夏的样子，凌月锦也知道打听不出来什么，只能压着火气转身离开了。出门却遇到了回府探亲的凌初瑶。你怎么回来了？这是王爷让我交给你的，王爷说你肯定能高中的。多谢。不客气。大哥，你要擦亮眼睛，我和王爷才是帮你的。那凌初夏就是个贱人，你可千万别和他搭上关系。初瑶，都是自家的姐妹，何必这样刻薄？何况初夏以后就是平王妃，比你高了一级，你见了她还要行礼，还是规矩点好。什么王妃？那平王就是个残废，给王爷擦鞋都不配。凌初夏又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踩在我头上？这蠢货，这么容易挑拨，倒是可以好好利用。想到凌初夏那高高在上的态度，凌月锦也是恨得要死，只想着给那自视甚高的贱人找点麻烦。
初瑶，你还是收敛点，别管初夏了。过些日子，林家小姐就要进门了，你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抓住齐王的心呢。我当然知道，可是王爷对我……别难过了，你有孩子，王爷不会冷待你。那林琼楼出身名门，大家闺秀，自是身份也不会为难你。不，哥你根本不知道，王爷不喜欢林琼楼，也不喜欢林初微，他真正看重的人是林初夏，连温贵妃也属于林初夏。若非有些变故，他早已经是齐王妃了。好了，别哭了啊！你如今也是要当额娘的人了，还是齐王的侧妃娘娘，何必在乎林初夏呢？她以后出嫁就是平王的王妃，不会再和齐王殿下有牵扯的。平王妃？做梦！我不会让她有这个嫁人的机会。只可惜她把自己会医术的事情瞒得死死的，不然我跟林初微早就算计成功了。傻丫头，让一个人消失，又不是只有下春药这一种手段。他一直都防着我们，下药肯定是不会第二次上当的。你这丫头，我只不过是随口说说，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知道了，哥哥。在凌月锦的挑唆下，他早就移动，决定要在林初夏嫁到平王府之前就动手。科考很快就重新开始了，而这次凌月锦却是3甲末，比起上次的状元，对比太过惨烈。看到了科考结果，齐王府中的陆凌天心中十分的不悦。废物！本王把三哥翻阅的书目都透露给他了，想不到还是考不中状元。王爷，侧妃娘娘不舒服，您要不要去看下？不舒服就找太医，找本王做什么？该死的，究竟是谁？是谁？要是让他查出是谁泄露了消息，他一定让那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王爷息怒啊！宫中要给徐将军举行庆功宴，您看……平王呢？据说今天早上传了太医，熬了2次药，没出宫，还在宫中休息。宫中今日宴会在大厅举行，这次的主角是幽州回来的众位将领。一入宫，便有宫女太监带领着他们入席。皇上到，皇后娘娘到。这次是为徐爱卿庆功。幽州战事平息，徐爱卿又查出了科举舞弊案，文武双全呐。看来除了统帅幽州军，徐爱卿可以长留京城，为朕分忧了。父皇，也别忘了老三的功劳啊。二皇子靖王连忙扯出了陆凌寒。二哥说笑了，臣弟不过是为父皇分忧罢了，不敢鞠躬。老三辛苦了，可要注意身体啊。是。儿臣身体不适，该吃药了。请恕儿臣先告辞。陆凌寒顺水推舟离开了宴席，永乐帝允了。毕竟之前他授意陆凌寒负责科举，确实操劳。哎呀，徐将军，恭喜恭喜啊！恭喜徐将军啊！我和徐将军也多年不见了，一定要喝一杯。凌将军这话严重了，毕竟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只能靠自己啊。凌威远平生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他不如大哥，他的一切都是大哥带给他的，没有他大哥，他凌威远就是地上扶不上来的烂泥。哼，你凌威远
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将军坟前那等龌龊的伎俩，也亏你们用得出来。为了贪墨一个小姑娘的嫁妆，哼，好本事啊！徐将军这话说的，我凌家问心无愧，没有地方对不起他。将军虽然已经不在，可我们这些旧部可都在。若凌家不能照拂，我徐峰愿意。你，凌老夫人气得说不上话来。这番争论引得上手的永乐帝频频看过来，眉头微蹙，待听太监汇报了这件事情的原因，心中更加不悦。齐家不严，家事都能闹到京兆尹府去，是该好好反省一下。永乐帝话音一落，凌维远和凌家众人吓得立刻跪在了地上。凌家安分地躲在角落里，再也没有人敢再来给凌家搭话。凌初夏的目光看着众人拥簇的徐峰，心下有些感动。徐峰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给他出头罢了。离开皇宫，老夫人的脸色阴沉的可以滴下水来。凌初夏，你不毁了凌家，不甘心吗？是啊，这是你父亲一手打下的凌家，你非要眼睁睁地看着宣威将军府落魄才开心吗？你也知道没有我父亲何来今日的凌家。看到凌家如此对我，我父母在天之灵想必倍感欣慰。凌初夏如此言语，凌老夫人不由得怀疑凌初夏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才会如此针对凌家。我凌初夏孤身一人，什么都不怕，大不了鱼死网破。赤裸裸的威胁，老夫人不再多言。比起凌初夏，老夫人更关心凌威远的官位能不能保住。过了没几天，宫中传来了旨意，凌威远仍旧是宣威将军，却变成了有名无权的将军，不过是在军营里挂个号，京郊统领的位置还是落在徐峰的身上。大哥，你说爹的位置？凌初瑶的眼前有些黑，险些昏过去。看他的神态，凌月锦点点头。凌初夏闹这一次，咱们家也不好过，往后家里怕是不能给你更大的助力了。凌初夏那个贱人，都是他要是不回来就好了，死在外面多好呀，真是个丧门星。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现在是咱们家该想想如何走出困境。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我找人去杀他，都让他给跑了。什么？你找人去杀他了？我拿了银子去找江湖上那个什么帮什么来着，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我又去问，定银也不退给我，说他们折了人手。哎呀，行了，你好好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才是依靠。入冬了，你照顾好自己，别让人给卖了还给数钱。凌月锦看着这精致的齐王府，眼眸微微的眯起来。陆凌天野心不小啊，凌家若是攀上这棵大树，凌初瑶这个智障肯定是不行的。将来凌琼楼一入门，哪里还有他的地位？想到这里，凌月锦想到了在京郊的凌初微。能和林琼楼一较高下，除了凌初微，又有谁更合适呢？也不知道那张脸到底怎么样了。看来要亲自去一趟京郊，看看凌初微了。得知凌月锦去了齐王府，却连齐王的面都没见到。凌初夏听到这消息，差点没笑出声来。真是活该！白芷从外面回来，听到这消息，简直开心死了。凌初夏点头，放下手中的账本。
看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交代了白纸几句，换了一身男装前往徐府。到达徐府的时候，徐府灯火通明，车水马龙来恭贺徐峰升官的马车都已经散去。林初夏翻墙进去，戒备的比上次来的时候森严多了。看书房的灯已然亮起，什么人？府中侍卫立刻冲了出来，戒备的将林初夏团团围住。书房的门打开了，徐峰看着站在墙头的林初夏，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很快就压了下去。小公子，我们又见面了。徐叔叔，是我。林初夏微微的一笑，解开头发，长发随着他的动作散落，眼前锐利逼人的少年顿时就柔和下来，才像一个女孩子。你是初夏？身在林家，不得已而为之，此前多有得罪，还请叔父见谅。我知道，林威远见利忘义，豺狼之辈，倒是为难你了。这些都无关紧要，还请叔父告知这印章是怎么回事。这印章如何会落在你的手中？难道是齐远交给你的？并不是，当年送印章之人抵达了京城，齐大人已经被贬出京，死在途中。我回到京中，辗转找到了当年之人，说此物乃是我父亲在幽州大战前夕送回来的。林初夏说罢，跪在徐峰的面前，还请叔父告诉我，我父兄到底是怎么死的？我母亲为何会带着弟弟惨遭不测？到底是谁要害我全家？林初夏一字一句如杜鹃啼血，闻者落泪。当年军中出了叛斗，军情泄露，导致将军被困，幽州失陷。你哥哥岳北在3天后赶到幽州城，与将军里应外合。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侥幸收回了幽州。我们进城的时候，将军已经战死。萧将军带军追击敌军，孤军深入。我们赶到的时候，没有一人生还。不可能，不可能，我哥哥不是那样鲁莽的人。所以我们很疑惑，我们觉得是自己的人背后下手的。夫人也察觉到不对，立刻派人送你弟弟回京。哪里知道，居然碰到了泥石流，死伤惨重。我们听着徐峰一字一句地说着当年的事情，林初夏的眼尾也红了起来。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清查幽州军内部细琐，怀疑和京中的人有关。我们在想，是不是因为林家军功太过，将军风头太盛，才引得圣上故意下手的？不对，如果是皇上的话，为何要在阵前杀我父兄？我父兄一死，幽州大乱，敌人趁机而入，一旦失守，北方战事不断，对皇上没有半点好处。我们也是如此认为，所以怀疑跟后宫的人有关系。当年一直拖着我们不让去增援，是德妃娘娘的兄长安宁侯。德妃？我们一直暗中调查安宁侯，他是奉了命的，但后来又觉得不太对。如果是安宁侯所为，那么最后掌管幽州的就该是他，这位置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呀。当年徐峰接管幽州军后，许多战友都怀疑他，毕竟他是最大的受益者，确实值得怀疑。我父亲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才会让人将印章送回京城交给齐大人。但是齐大人正好在这个时候被逼离开京城，太巧了。是的，
当年逼齐远离开京城的人，正是贤妃娘娘，晋王生母。调查之中，还能看到温贵妃的身影，所以朝中诸位皇子均有嫌疑。除了当时齐王刚接触朝政，晋王和秦王嫌疑最大。叔父调查了这么多，是要为我父兄复仇吗？你既然都知道了，那么就交给我们，安安心心的出嫁，日后不要再过问此事了。我与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保护好自己，不要牵扯到这里面去。从我救你的那一刻起，就该知道我的决心。即使你不帮我，我也会自己行动的。我活着，就是为了所有的家人报仇。除了我，还有谁更有资格？果然有将军之风。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灭我全家，难道我凌初夏怕死吗？独自一人苟活于世，让凌家践踏利用，便是我父母也不希望我是这样的活着。他知道徐峰不愿意他卷入这件事情中来，可是他早已经泥足深陷了。你婚事已经定了，将印章交给我，平安出嫁。我们已经从幽州回来了，只要有我们在，便不会让凌家欺负你。叔父无需因为我是女子便希望我一生顺遂。您可知道我婚事从何而来？凌家接我回京，便是温贵妃有撮合之意。温贵妃想借我拉拢幽州军，那齐王陆凌天阴险狡诈，虚伪至极，是个十足十的小人。若非我处处谋划和平王殿下相助，怕是如今叔父回京已经见不到我了。这个印章是凌家暗卫的信物。暗卫？当年将军私下蓄养了一支暗卫，几十个人。这支暗卫本来是作为幽州军养在暗处的眼睛。幽州战事起得突然，将军还没来得及将这支暗卫调到幽州，便出了事。暗卫非亲贵不可养，那可是死事，需要从小培养，大量的银子支持。父亲只是一个一品将军，纵然有些权势，但是凌家的钱绝对养不起呀。朝中养得起死士的，除了皇族，便是那种百年大族，而且若是传出去，就是圣上也不会放过凌家的。父亲怕不是疯了吧？这件事情做得极其私密，这些暗卫也养了10几年，活着知道此事的，也只有我了。徐峰叹息一声，当年肝胆相照的兄弟，如今寥寥无几。如今这东西落在你手中，也算是物归原主了。你拿着印章去城西的当铺，他们自然认得此物，忠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6年了，怕如今许多都已经成家了。他们训练多年，当年都是年轻的小子，养活自己肯定是不成问题的，但少了凌家钱财的支持，也不知道日子过得如何了。我有钱有铺子，如今正缺人手，他们由暗转明也是极好的。听凌初夏这样说，是个有主意的，徐峰便松了一口气。凌初夏抱拳对徐峰行礼，多谢徐叔父告知，初夏感激不尽。赶紧起来，你这孩子，还有些日子你便要成亲了。你是女儿身，出门到底是不方便，手里有些人，保护好自己。多谢。这京郊统领的位置，里面也有你的手笔吧？林维远这次丢官，怕要对你不利呀。
他丢官是自己齐家不严，我所言句句属实，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平王殿下聪慧绝顶，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他。平王殿下是个风光霁月之人，我自然是知晓，只是事已至此，到时候再说吧。将来你们就是夫妻，总不好处处隐瞒。我先回去了，若有消息再跟叔父联系。你这孩子，等你成亲之日，我们自然是要给你撑场面的，不要想太多了啊。一日一早，凌初夏便带着白芷亲自前往许凤所说的当铺。当这个，看问这东西从何而来？我姓凌，家父凌轩。里面请。小姐为何知道此地？徐将军告诉我的。小姐既然有印章，为何这么多年了才来到此地？5年前幽州大变的时候，我才10岁出头，父母离世后，我便被送往随州。今年才回到京中，我并不知道这个印章的作用，一直到徐将军回京认出了这个印章。凌初夏并没有觉得他说话难听，反而是缓缓地解释道：我知道你们潜藏京中多年，并没有来寻，被遗忘在这里，心有怨气，我能理解，只是我却有苦衷。今日来此，亦是有事相求。不知道小姐有何事？我父亲养你们多年，你们不肯离开京城，又是为何？你们都是年轻男子，到哪里都能谋一条生路的。将军对我们恩重如山，收养我们，我们本就是孤儿，又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父亲当年的事情，你们知道的并不多吧？小姐放心，这里都是自家兄弟。当年将军战死的消息传来，凌家那边便再也没有人跟我们联系了。我们兄弟齐心，在京中谋生，不会有人背叛的。那你们今日有何打算？凌初夏并不信任他们。6年过去，凌家早已经今非昔比，怎么可能指望这些人忠心耿耿潜伏在京中，继续为凌家效忠？小姐在试探我们？既然信不过，那便不必再说了。我难道不该试探吗？我全家被害，凶手不明，信不过你们也是正常的。当年将军之死，我们也有疑虑，前往幽州调查。可是没有将军引荐，我们根本接触不到，便回到了京城，开了这间铺子，打听消息。那就请各位助我一臂之力。我凌初夏保证，只要你们愿意，我必然不会亏待你们。凌初夏看这些人眸光清正，特别是为首这个年轻男子，刚正忠诚，感叹父兄当年选人果然眼光出色。这里的兄弟大部分都是孤儿，我是他们管事的，得将军赐名凌坚。凌坚，我其实并不清楚当年的详情，但是徐将军他们也在调查，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在京中铺开消息网，替我打理商铺、田产，以及收集情报。我也会让你们由暗转明，从此之后你们只是凌家管事的，我的人跟宣威将军府没有半点瓜葛。从此之后不用活在暗处，所有的一切我都会打点，但你们只需要记住一条，忠诚于我。小姐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吗？40-50号的兄弟，小姐拿什么养活我们？就凭手中的田产、商铺？几十号人要吃饭，可不是府中的下人，1个月几两银子就能打发得了的。听他这样问，凌初夏反而放下心来。我即将嫁入王府，我母亲的嫁妆自然归我所有，
只是刚从老夫人手中拿回来，别说你们几十号人，就是上百号，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你们想要为我父兄报仇，怎么报？知道仇人还能行刺不成？且不说你们能不能成功，怕是连人都接触不到。你们好好想想吧，我也不为难你们。有父兄当年的旧情，只要忠心不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的。能害将军的人，必然是我们难以企及的权贵。小姐马上就是王妃，当真能不顾自身安危，替将军报仇吗？一个年岁看上去还小的男子，根本不相信凌初夏。小五，怎么跟小姐说话的？生而为人，知道父母死于非命，却不能报仇，荣华富贵又有何用？我们受恩于凌家，自当尽忠小姐。我还有几天就要出阁，并不方便出门。我希望你能尽快将所有的人在什么地方、擅长什么，全部写下来给我。回到凌家。怎么？有事情吗？凌初夏一进门就看到从出宫就不曾见过的凌老夫人，居然在明月阁等他。还有3日就要出阁了，你居然还出去乱跑！别家的姑娘这个时候许多小姐妹来道喜添妆，可惜我被送往随州多年，没有呢。凌老夫人听了这话，正要发怒，却又忍了下来。3天，再有3天，凌初夏就滚蛋了。看着房间里面的东西摆设的都十分普通，值钱的东西一样也不见，显然是日后并不打算回来。整个房间最醒目的就是梳妆台上内务府送来的凤冠，那精美的凤冠以及在一旁衣架上漂亮而精美的嫁衣。凌老夫人的眼睛暗了暗，这些风光本都属于凌家的，果然是养不熟的。这是给你的添妆，这几日不要外出，安安生生嫁出去，便与我凌家再无瓜葛。凌老夫人指着桌上的东西对凌初夏说道：这个丧门星早日滚蛋，对凌家才是最安全的。看着凌老夫人离开，哼，这时候来装大方，打发要饭的呢。将这些东西都扔出去烧了，处理干净。这院中的人自从换成了陆凌寒送来的人，用起来得心应手多了。出嫁在即，凌初微近日也从京郊回来了。凌老夫人离开了明月阁，听福嬷嬷不忿地开口：这大小姐也太过嚣张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如今她翅膀硬了，彻底脱离了管控，咱们的手段她根本就不怕。唉，幸亏这许的是平王殿下，无权无势的，否则的话还不知道要嚣张成什么样子。正如他所说，他孤身一人，什么都不怕。夫人和二小姐已经回来了，可要给您请安。福嬷嬷见老夫人神色不愉，连忙转移了话题。不必了，我也乏了。初微回来，你亲自去看看，看他的脸如何了。让他再忍耐些时候，千万不要坏了大事。凌家筹谋多年，哪里料到凌微远丢了官位，齐王的态度也与从前不同了。准备将凌初微送入齐王府，也是无奈之举。福嬷嬷点了点头，应下了此事。从京郊几个时辰的马车，二夫人也累了，回去休息。只有凌初微一人在房中。嬷嬷怎么来了？老夫人让奴婢给您送燕窝来。福嬷嬷端详了一下凌初微的容貌，不但完全好了，
比起以前更多了几分妩媚之态，单凭这份容貌便能压过林琼楼一筹了。二小姐比从前更好看了呀。凌初夏滚了，凌初阳那边安排好了吗？小姐放心，老夫人都已经安排妥当了，让您稍加忍耐，便能得偿所愿。凌初微满意的点点头。他凌初夏是平王妃又如何？等陆凌天登上帝位，他要将他千刀万剐，才能洗了心头恨意。3日后，很快就到了凌初夏出嫁的日子。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凌家居然真的没有再出什么幺蛾子。看着眼前鲜红的嫁衣，忙碌的佣人，给她上妆的喜娘，凌初夏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前世坏了名声，又跟陆凌天纠缠不清，从来都没有想过嫁人的事情，而今生她居然还有嫁人的时候。小姐真漂亮啊，奴婢伺候了这么多人，都没见过比小姐更好看的。喜娘嘴上说着讨喜的话，看着凌初夏凤冠霞帔已经准备妥当，便去喊凌月锦来背新娘出门。凌家没有什么心情来拦门，而那边是王爷和李郎，婚礼显得有些冷清。陆凌寒本来生的样貌就极好，今日大喜，一身鲜红的衣服，衬得人唇红齿白，让人惊艳，这平王殿下当真是君子人如玉呀。陆凌天是跟着陆凌寒一起过来的，看到徐峰也来贺喜了，神色有些复杂。他有些不明白父皇到底是什么意思。凌初夏既不是出身尊贵，又没有强大的靠山，父皇却不肯许给他，而是将文臣之首林相之女许配给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及多想，就看到凌月锦背着凌初夏从内走了出来。喜娘带着几个丫鬟，个个都喜气洋洋地上花轿，一路敲锣打鼓，十里红妆，一台台的嫁妆看得人眼热，不由得感叹凌老夫人是真的大方，一个孤女居然这么多的嫁妆。凌老夫人听着这恭维声，苦只能往心里咽，那可是凌家1半以上的家产呢，白白损失了这会生金蛋的母鸡，以后凌家的日子怕是比不了从前了。王爷掀盖头了，这掀了盖头，咱们就出去敬酒。喜娘的声音传来。王爷，让我们看看新娘。新娘子，新娘子！还有小孩的声音。凌初夏紧张地握紧了拳头。看都看了，还不都赶紧滚出去！都出去，都出去，别闹了！陆凌天的声音响起，所有的人都连忙退了出去。陆凌天回头看了一眼那纤细的身影，有些感慨，这般貌美的女子竟然没有落在自己的手中，白白便宜了陆凌寒。想到今日徐峰亲自去凌家贺喜，可见对凌家，特别是凌初夏，必然是有着关照之意的。来来来，喝了合卺酒，从此恩爱两不疑。喜娘最快反应过来，看着2只手在一起喝了酒。你先休息，沐浴更衣，我出去应酬，等会儿便回。有什么需要的，只管吩咐他们便是。王爷，少喝点酒。放心吧，他们没人敢管我。陆凌寒的声音带着几分清冷，说的话语却异常的暖心。陆七进来，对凌初夏笑了一下，推着轮椅出去了。奴婢等服侍王妃娘娘沐浴更衣。您放心，您身边的人已经安置妥当了，今日辛劳就由奴婢们接手伺候娘娘。沐浴更衣后出来，桌上已经备好了饭菜。这都是王爷吩咐的，
让娘娘先用膳，不必等。刚拿起筷子，就听到了陆凌寒的轮椅声。外面吃了一些，你先用膳吧，我去更衣。几个人伺候着陆凌寒去沐浴，凌初夏很快吃了几口，脑子里却天马行空。这陆凌寒是个残废，两个人是不会有什么关系的。想什么呢？陆凌寒回来，却看到凌初夏在发呆。凌初夏沉默了一下，看着丫鬟都退了出去，房间里面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微微地笑道：“只是感觉到很不真实。”现在还不真实啊？好了，睡吧，折腾了一天了。一日一早，凌初夏睁开眼，天色已经大亮。听到屋内的动静，外面白芷很快就进来了。小姐醒啦！什么时辰了？凌初夏见天已然不早了，今日可是要入宫请安的，万万不能起迟了。奴婢晴空，奉王爷之命伺候王妃娘娘。娘娘不用紧张，今日无需入宫的。是王爷吩咐不让惊扰小姐，让您多睡一会儿的。白芷入了王府，虽然是个新的地方，却感觉没有凌家那般的压抑。这院中伺候的也基本都是原来王爷送进凌家的人。外面下大雪了，王爷身子骨不好，所以皇后娘娘就命人传来了旨意，让过些日子等齐王妃入了门，一起入宫去请安。晴空口齿伶俐的很快将事情解释清楚。凌初夏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王爷呢？王爷一早起来就去了书房，这年关将至，各家掌柜的都要给王爷交账呢。王爷吩咐了，让府中的人下午再来，您精神好些再任府中的管事。晴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让人感觉到妥帖，显然是从小精心培养的丫鬟。王府有很多的商铺吗？这话问得有些唐突了。凌初夏瞪了他一眼，白芷连忙捂住嘴，不敢再说话。晴空却不在意。咱们王爷再怎么样，那也是皇上唯一的嫡子。凌初夏用了早膳，走出门，果然见外面正在下大雪。瑞雪兆丰年，今年一定是个好年。晴空用手接住了那雪花，笑眯眯地开口。凌初夏点了点头，看着整个院中十分的精致，亭台楼阁比凌家不知好了多少倍，一切都不同了，当然是个好兆头。到了3日回门的日子，府中管家来问，凌初夏怎么可能会回门，他可不想看到凌家的那群人。见凌初夏不想回去，陆凌寒也不过问，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至于外面如何传言，凌初夏也感觉无所谓。凌监那边很快整理了名单，白芷和苏嬷嬷也将商铺和田产都整理出来，让凌监派人去接手。徐峰那边也在想办法查真相，一切很快都走入了正轨。临近年关，陆凌寒似乎也很忙碌。过了15，凌初夏去视察了田产，今日才有空来看一下商铺。在苏嬷嬷和凌监他们的介入下，所有的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去了，老夫人的嫡系也都铲除得干净。刚出来一家首饰铺的大门，凌初夏怎么也没想到碰到了身怀6甲的凌初瑶。凌初瑶知道自己现在容色丑陋又胖，但是太医说还要多运动，以免生产的时候遭罪，便带着侍女出门转转，给未出生的孩子添置点东西，
有侍卫跟着，也不会有不长眼的冲撞他。看什么看？看我笑话不成？我肚子里可是皇长孙。凌初瑶一碰到了凌初夏，就昂扬起斗志来了。凌初夏白了他一眼：“你还真以为自己母凭子贵呢？哼，我怕你无福消受。”你什么意思？竟然敢诅咒我！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一下，毕竟你蠢成这样，被人弄死了还对人家感恩戴德的。我的好妹妹，你果然是凌家最愚蠢的人。上一次我碰见刺客是你收买的吧？我猜猜，是不是凌月锦跟你说了什么？你被人当枪使了。你好好想想，我是平王妃，你是齐王侧妃，我们之间能有什么冲突？你为何还要针对我呢？你不要忘记了，凌初微才是齐王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你若是死了，取而代之的那个人会是谁呢？难道还能是我？听了这话，凌初瑶却是一脸惊疑之色地打量了一下凌初夏。难道凌初夏当真一无所知，不知道齐王对他有意吗？若非那日在承欢的时候听到陆凌天无意识地喊凌初夏的名字，他肯定认为最大的对手是凌初微。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如今是侧妃，凌家不可能送第二个女儿进来。你胖成这样又是头一胎，难产是必然的，到时候去母留子，你还拿什么母凭子贵？你母亲和你父亲都是轻生人，怎么到了你这儿就能补成这样？凌初瑶惊了一身的冷汗，那些太医很有可能被收买了，而祖母派来的人说胖是她的体质问题，等孩子生下来就能瘦回去了。可是凌家根本没有胖子呀！你给我说清楚！怀孕是会发胖，但是也没有胖成你这样。补得过了，腹中的胎儿就会过大，容易难产。你自己想想，你吃了多少补品吧。好好想想，若是你死了，取而代之的会是谁？凌初瑶不知道凌初夏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这句话让他思绪不停。我不相信，不相信！小姐，您醒醒，这话可不敢让旁人知晓。为什么？我要去问问祖母。小姐，您想想我们现在的处境，只有将孩子生下来，咱们才能站稳脚跟呢。大小姐跟您素来不和，也有可能是在吓唬您呢。凌初瑶这才冷静下来。是啊，凌初夏或许只是在吓唬自己呢。看凌初夏翻动着账本，凌坚坐到一边，有些坐立不安的。辛苦你们了。这些日子徐将军那边可有什么消息吗？小姐可知道当年为何我们会留在京城？不是因为事情耽搁了才滞留京城的吗？我们只是奉命留在京城调查一件事情，但是事情还没有调查出来，将军那边就出事了，我们的消息就全部断了。我父亲让你们调查什么？先皇后之死。凌坚叹了一口气。小姐如今是平王妃，我思索再三，还是觉得应该告诉小姐。当年先皇后不是自杀吗？父亲和先皇后毫无关系，为何会去调查这种事呢？将军和齐大人当年都是王氏的学生，先皇后病逝，王氏迁离京城，本是太子人选的平王忽然就废了。将军怀疑先皇后并非病逝，而是被逼死的，便命令我们暗中调查。我们发现当年王氏离开是迫于皇命。你的意思是说，当年是皇上逼死的皇后，还逼得王家离开京城？是啊，我们发现是皇上忌惮王家权力过大，
被迫王室。皇后自尽，以保全平王和王室。但是更大的原因是有人暗中向皇上告发，王室有意谋反。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们查出了这些，告诉了林小将军。小将军命令我们在京城等候，之后幽州就出事了。有人猜中了皇上的心思，对王家痛下杀手，还正好一石二鸟地除掉了平王。凌初夏深吸了一口气，凌坚点头。最无情是帝王家，对于皇上来说，为了权力，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呢？告密之人可有线索？毫无线索。后来林家出事，我们怀疑是否是那人知道林家在调查此事，才对林家痛下杀手的。如今秦王被废，他母亲德妃身居简出，秦王在皇陵，我想去见他一下，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线索来。那就要辛苦小姐了。回到王府，陆凌寒并不在府上，而是入宫了。这是齐王府送来的拜帖，不过不是齐王妃，而是您妹妹。齐王侧妃邀请您过府一叙，您看可要回绝？晴空知道这位新王妃不喜欢参加各种宴会，所以各种帖子都回绝了。花鼠郎给姬拜年，肯定没安好心。王妃，您可千万别搭理他。凌初夏点头，必然是凌初瑶心中有了怀疑，想要跟他说。不过他可没兴趣去搅和到这些事情里面，让他们狗咬狗不好吗？将凌初瑶的事情抛之脑后，凌初夏一直在想如何说通陆凌寒给他看诊，更发愁见不到陆凌寒。陆凌寒因为身体不好，天气又很冷，皇上召见今年雪灾还有春季一事，将他一直留在宫中，怕是要忙完才能回来。没想到下午却回府了。换身衣服，我带你出去。成亲到现在，两个人见面都很少，更不要说一起出门了。什么？我的王妃忘记了今日是什么日子了吗？王妃娘娘，今日是上元节呀，京中可是有灯会的。换身衣服，带你去赏。凌初夏记得上一次赏灯还是许多年前，哥哥偷偷地带着他和弟弟溜出去，跑到街上，那一幕恍如隔世。什么？不想去啊？王爷是特意从宫中赶回来的。春季事务繁杂，皇上派王爷和内务府的一起督办的。凌初夏的心头有些酸涩，却不明白这是什么感觉。凌初夏带着晴空和白芷出门，而陆凌寒只带了陆七一人。这时候天色尚早，听陆七笑着说道：王妃娘娘，王爷吩咐属下在百凤楼订了宴席，吃了晚饭咱们去看花灯。京城的花灯会就在百凤楼前面那条街呢，今夜还有花灯巡街。还未到百凤楼那条街，马车便已经进不去了。几个人步行到了百凤楼，门口早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和谜语。白芷看着一脸欣喜，随州地处偏远，白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热闹，而素来稳重的晴空也很久没有出来了。你们去玩吧，早点回府就好。听凌初夏这样说，晴空有些犹豫。走啦，不要打扰王爷和小姐。晴空听罢，回头看了一眼王爷并未阻止，便放心地跟着离开了。啊，属下也下去了。王爷，不怪我自作主张吧？无妨，他们也被拘得很了，难得出来玩一天，更何况你是王妃，喜欢就好。陆凌寒却并不在意，反而微微的一笑，看上去纯良无害，这话却说得暧昧了。凌初夏的脸上
微微的一红。房间内已经无人伺候，小二很快将饭菜都送了上来，都是上元节应景的菜品。意外的发现，陆凌寒竟十分的喜欢吃甜品。王爷喜欢吃甜食。陆凌寒闻言，抬眸看着凌初夏，微微的一笑，却没有说话。我给王爷加道菜，这里面的红豆汤圆很好吃的。陆凌寒愣了一下，这百凤楼本来就是他的，什么样的菜没有吃过，却很意外旁人有这份心思。凌初夏喊小二，凌初夏刚出门，走到拐角处，一双手忽然拽住了他。齐王殿下有什么事情吗？今日上元节，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好些日子不曾见你。我听说初瑶给你下了帖子，我的王府可是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让你不敢登门。今日倒是有空出来赏灯啊。我陪夫君出来赏灯不是理所当然，四弟今日是陪着弟妹过来的。凌初夏故意叫他四弟，果然让陆凌天的脸色沉了几分。你可知道这百凤楼幕后的主子？百凤楼主叶寒霜，这京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那你可知道，我的好三哥可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这样温文尔雅，跟百凤楼的关系可不一般。你可不要被人骗了当猴子耍。陆凌寒是什么人，10个你到跟前也不是对手。我的夫君是什么人，不劳烦王爷告诉我。一个对自己的妾室都能痛下杀手的人的话，我又怎么可能会相信？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侧妃身怀6甲，王爷却和他的亲姐姐纠缠不清，而且他那个样子，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没有王爷的准许，那些人怎么敢那么做呢？当初为什么要拒绝我？你明知道我想要娶的人是你，而非凌琼楼。你以为凌家的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不成？谁给你的勇气？凌初夏，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本王，这欲擒故纵的手段，不要以为本王不敢拿你怎么样。拿谁怎么样了？陆凌寒的声音传了过来。四弟拽着本王的王妃，可是有什么事吗？三哥今日好兴致啊，看来今日身体好了不少，有心情出来赏灯了。是啊，陪着王妃出来的。四弟风流不羁，这种日子带着侧妃还未出阁的姐姐出门，若是被御史台知道了，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吧。听出陆凌寒的威胁之意，陆凌天甩袖离开。不用怕，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王爷怎么过来了？看你半天不回来，出来就碰到这种事情。咱们出去走走吧。王爷怎么知道他是陪着凌初微出来的呢？怎么，吃醋了？凌初夏的耳根都红了。见状，陆凌寒也不逗他。林琼楼年幼的时候跟旁人争花灯，差点烧了自己。从此之后特别厌恶这个，又怎么可能出来赏灯的？而陆凌天又不是一个爱热闹的，所以除了你的那个妹妹，我实在想不出来旁人。闻言，凌初夏扑哧一下就笑了起来，看着华灯初上，精致漂亮的灯笼，穿流而过的人群，充满了人间烟火和活着的味道。有喜欢的吗？我帮你猜灯谜啊。我只是许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繁华热闹的场面了。师父不允许我们随意出门，而随州也偏僻，不像京城这样繁华热闹。今日多谢王爷了。看着旁边的陆凌寒，哪里还能不明白，今日是特意带他们出门的。我们之间不必说这个谢字了吧？
这难道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凌初夏听到了这话，心却沉了下来。他不应该怀疑陆凌寒的，在这吃人的地方，他有自己的秘密，保护自己不是应该的吗？过几日到春季，凭他一个人该如何离开行宫，如何能够瞒过陆凌寒的耳目？看着不远处开始燃放的烟火，在空中开出了绚丽的色彩。王爷，我有话跟您说。怎么了？王爷可知道当年先皇后的死因？这些日子我看你心事沉重，就是想和我说这个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当年我亲眼看着我母后是怎么死的。凌初夏的心如同坠了一块巨石一样，一直往下沉。是不是觉得很可怕？经历了那样的事情，还可以这样云淡风轻地说出来呢？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不这样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让自己变得温和无害，又怎么能够让那些人放下戒心，对我失去防备呢？不过这样伪装久了，就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装成这样，还是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抱歉，我只是查到了，过了上元节，转眼就来到了春日祭祀的日子，提前都会赶来住在行宫之中。这一天舟车劳顿的，吃了晚膳，早点休息。我听皇后说要在这里住3天，明天晚上祭祀回来，我想要去见一下亲王，还要麻烦王爷给我打个掩护了。安排好了吗？两人正说话间，陆七敲门，同时止住了话语，看着来的小太监。王爷，王妃娘娘，我家王爷和王妃请两位一同去用膳。这赶了一天的路，我身子不太舒适，就不一同用膳了。就知道三哥会拒绝我，三哥不愿意去，那我们也就只能过来了。今日路上骑马猎了2只鹿，给父皇送过去了1只，这只还想着跟三哥分享呢。陆凌天身后的侍从带着1只鹿，显然是有备而来。林琼楼和凌初瑶也跟在后面。这都8个月大的肚子了，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跟着过来，就不怕出人命吗？三哥三嫂这是不欢迎我们？怎么会呢？我这就派人处理了这路。我家王爷身子不太好，你们也是知道的，怕是不能喝酒。四弟既然都来了，自然不好冷落了二哥二嫂。陆七，你去请二哥二嫂一同过来，聊聊天也好。来晚了，小郡主不太舒服，非要我哄着睡了才出来，让你们久等了。我说三弟怎么会让我们过来吃饭，原来是四弟猎的鹿呀。靖王妃看着林琼楼和凌初夏，这两家的热闹事情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她乐得看热闹。看到凌初瑶，靖王妃愣了一下。这位是齐王侧妃？二嫂怕是不知道，这是凌侧妃，和三嫂是嫡亲的姐妹呢。这怀孕身材也走了样，从前可是跟三嫂一样的好看呢。我倒是真没看出来。怀孕了自然就胖些，等生了就好了。是啊，你们凌家的姐妹哪个长得不好看？王爷的魂儿都要被你们给勾走了。林琼楼讥讽的开口，这凌家几个都是狐狸精，没有一个好货色。靖王妃和凌初夏都不搭腔，林琼楼也闹得没意思。林琼楼真是恶心透了这凌家的姐妹，特别是凌初薇那个不要脸的贱人。出嫁前他们本身就不对付，她都已经入了齐王府，凌初薇这个贱人居然还和齐王纠缠不清。好久没见大姐姐了呢。看着凌初瑶的神色不对，凌初夏心中顿时起了戒备之色。
哎，鹿肉血热，不适合孕妇。到底是姐妹情深，我们都没想到呢。林琼楼讽刺地开口。靖王妃看着几个人的关系，越发的觉得关系诡异，当下低调的也不再说话了。这桌上的4个人却十分的安静，另一桌却是聊得十分开心，表面上一团和气。王爷，太医嘱咐您不要饮酒。这成了亲果然不同啊，有人管着了啊。这饭菜也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出去走走，让他们在这里聊天吧。凌初瑶走在后面，拉住了凌初夏。怎么，你有话跟我说？你这个蛇蝎女人，你不要以为3言2语就能挑拨我。大哥少门都我说了的，凌家根本没打算送凌初微进来，凌家会挑选更合适的人家给他的。凌初瑶一脸恨意地看向了凌初夏，凌初夏都不明白凌初瑶对自己哪来的这么大的敌意。我告诉你，你都嫁人了，不要以为王爷心里有你，就不要脸地勾引王爷。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凌初夏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你……凌初瑶忽然脚下一滑，下意识拉住了凌初夏，却因为太胖了，没有拽稳，摔倒在了地上。啊，侧妃娘娘！身后的丫鬟连忙上前，却见裙子下面流出来了一点血迹。快传太医！大姐姐，你为何要推我？凌初瑶感觉腹中一阵阵收缩的疼痛，虽然与计划有出入，却计上心头。殿中的3个人闻讯也赶了过来，随行的太医也匆匆忙忙，场面乱作一团。林琼楼在后面不动声色地看了一下地上的鹅卵石，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陆凌天将人直接抱到了殿内。王爷，孩子会不会有事情？是大姐姐推我，大姐姐推我。凌初瑶的声音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凌初夏的身上。太医忙着给凌初瑶查看，看到凌初瑶的情况，脸色都变了。快去请稳婆过来，各位都先出去等候。凌初夏，那可是你亲妹妹啊，你不喜欢她不要紧，有必要这样痛下杀手吗？我没有推她，是她自己摔倒的。凌初夏知道自己的解释有些苍白无力，但是真的不是她。不是你还能有谁？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恶毒。林琼楼怒意十足地看着凌初夏，凌初夏有些慌乱了。别怕，我知道不是你。不是你还能是谁？我知道初瑶跟你不和，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如此痛下杀手吧？那孩子可是无辜的。我根本没有推他，是他自己滑倒的。二嫂可有看到什么？我和裘楼走在前面，他们在后面。我们听到声音回头的时候，侧妃已经倒在地上了。那肚子里若是男孩，就是皇长孙呢。这事情谁敢保证？这都7个月大了，若是出了事情，谁能承担这种责任？既然如此，何不到案发地去看一眼？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偏袒他不成？他们凌家本来就没一个好东西。她是我的妻子，我自然袒护她，更何况我知道她不会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把自己牵扯进来。陆凌寒嘲讽地说道，让自己深陷其中，真的有人这么蠢吗？听到这话，陆凌天看了一眼凌初夏，见他一脸冷色，心下也起了怀疑。
一行人在门口站着也是站着，几个人便朝着不远处的案发地走过去。我们都从这里过，根本没人滑倒。等一下，这石子被人打磨过，这石子打磨得不深，你们走路没什么感觉，可是这轮椅的轮子却不同。就算这几块石头不同，但是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摔倒，怎么就偏偏他摔倒了呢？是，这只能证明有人打磨了这些石头啊。或许这石头只是其中之一呢。我若是想要害他，为什么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呢？谁知道呢？林琼楼被反驳的愣了一下。还是回禀了皇后娘娘，让娘娘做主吧。如果是她的鞋子也有问题呢？凌初夏忽然开口，目光看向了陆凌天。鞋子？周围的人都惊讶地看着凌初夏，这种手段还真是层出不穷呢。既然你有怀疑，不如检查一下，证据确凿，也好请母后定夺。娘娘昏过去了，药呢？不远处殿内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刻的寂静，一行人都连忙跑了过去。进了殿内，见太医满头大汗。怎么样了？侧妃胎位不正，胎儿过大，难产了。妇人生产本就凶险，只是本王的王妃不能被人这样污蔑，何况不过是取一双鞋，让宫女带出来就是了。四弟以为呢？陆凌天挑眉看着陆凌寒，这老虎还是亮出了爪牙呀。从小作为皇储培养的人，怎么可能真的温文无害？去，把侧妃的鞋子拿过来。这鞋底……凌初夏接过鞋子，那鞋子表面上看上去十分的好看，可是鞋底却明显的比正常的要硬。果然不出所料。陆凌寒似笑非笑的看着陆凌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王府有人要害他不成？这鞋底硬也不能说明什么呀。试试不就知道了。见凌初夏让白芷换了鞋子。她是你的侍女，谁知道会不会故意摔倒？那不妨让这行宫的宫女来试试。一道声音传入，只见一个30岁出头的姑姑从外面走进来。皇后娘娘是听闻侧妃早产，让奴婢过来看一下情况。这么大的事情早就传入了皇后的耳中，皇后特意命令她过来，便是存了看好戏的态度。说的也是，既然如此，你去试试。靖王妃随手指了一个低等的宫女，那宫女一看衣服料子，就知道是个在外间扫地的。那宫女颤巍巍地换上了鞋子，在众人的目光中往那个地方走过去。走到凌初瑶摔倒的地方，那宫女本来就走得很稳当，却忽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跌坐在了地上。这可真是太恶毒了。王爷应该想想，第一，行宫是谁负责布置的？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将地面的石头处理成这样？第二，谁给的凌初瑶鞋子，而且确定他会从这个地方经过？确实是这个道理。去查。陆凌天冷声开口：“娘娘，用力啊！”里面的声音传来，陆凌天心烦意乱。生了！婴儿气若游丝的哭声传来，殿内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是个小少爷。不好了，娘娘出血了！守在门口的太医连忙都跑了进去，
不多时，就见为首的太医出来了，跪在了地上。臣等无能，侧妃娘娘营养过剩，胎位不正，生下孩子后便出血了，我等无力回天呐。侧妃娘娘想见平王妃，有话和王妃说。麻烦孙总进去看看他。我进去看看。凌初夏看陆凌天如此冷漠，便觉得他前世真的是眼睛瞎了才会相信这样的人。你心里清楚，不是我推你的，已经查清楚了，你的鞋子有问题。我知道不是你，我故意的。能动你鞋子的只能是王府的人，你就没有防备过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你吗？我恨你，恨不能杀了你，恨不能活剥了你。我摔倒看到林秋楼的眼神，我就知道凶手是谁。但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好过。凌初瑶说着，泪水便已经从眼中滑落。你能进齐王府，全凭我帮忙。我真的不知道我何处招惹了你。就算凌月锦和凌初微跟你说了什么，你也不至于一点都不思考吧？我知道殿下中意你，机会是你让给我的。但是你知道吗？那天他在我身上嘴里喊的是你的名字。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看不上你，你就该料到这种结果。明知道你早产跟我没有关系，却依旧要陷害我，你有今日还真是罪有应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恨你们。都是凌家的女儿，但你们都是凌家的嫡女，高高在上。哪怕你爹娘都死了，却仍旧压我一头，我怎么可能不恨你们？你恨我们有什么用呢？你好歹也是凌家的女儿，若不是心太大，一辈子也是衣食无忧。是啊，你可以做平王妃，她凌初微可以是齐王妃。凭什么你们都可以嫁入高门，我却只能求个富贵？我不甘心，恨我自己卑微弱小，出身庶女。可是我难道不是想改变吗？你如愿进入王府，一手好牌打成了这样，难道不是你自己的愚蠢所致吗？从来不想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反而如此愚蠢，落到这种地步，又能怪得了谁？我没有你的本事，我也孤立无援，我能怎么样？我知道林初微对我想取而代之，林秋楼视我如眼中钉，我能怎么样？我恨祖母，恨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们都该去死。凌初夏听了这话，顿时心下了然，全部都被陆凌寒说中了。林家果然是打了这个主意呀。我让你进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可知道祖母为何这样对你吗？是因为你父亲不是。凌初瑶的声音越来越虚弱，却带着恶毒的情绪。我父亲不是什么？凌初夏追问。凌初瑶微笑着闭上眼睛，再无呼吸声。凌初夏呆愣在原地。
林初瑶说了半天的废话，可是最后一句最重要的话却没有说完。他可以感觉得到，那话一定跟他家有关系。林初瑶想借着他的手毁了林家。错妃娘娘没了！所有的人都熬了一夜，面上都是疲累之色。怎么了？他跟你说了什么？他纵有万般不是，却是一心爱着陆凌天的，还拼死为他生下了孩子。可是陆凌天却如此冷漠。你说一个人到底可以无情到什么地步？对一个眼中只有权力的人而言，怎么可能看到真心？更何况他咎由自取。我只是觉得兔死狐悲罢了。你跟他不同的。初夏如何了？看着神色也太差了点。本是冲着我来的，倒是连累了你们一夜未眠。这话说的，我刚刚派人打听了一件事情，倒是觉得应该说给你知道。靖王妃一双美目扫过了林初夏，见他面色有些白，到底年纪还小，这就给吓到了。提前来行宫负责公事扫喜的，是林相夫人母家之人。你的意思是？林初夏虽然已经猜出来了，一切都是林琼楼所为，却还是故作惊讶。妹妹太年轻了呀，你想想，若非是他们内斗，你的手再长，也不能给她一双那样的鞋子吧？照二嫂这样说，若非昨日我想办法给自己争辩，怕是就说不清楚了。是啊，没想到这齐王妃年纪不大，心思倒是不浅。幸亏你机灵啊，发现得早。这齐王妃对你妹妹视若眼中钉，也是忌惮她腹中的骨肉。只是可惜了你妹妹。多谢二嫂提点，初夏必定铭记于心。靖王妃见林初夏如此上道，满意的点了点头。两家王妃不和，这枕边风一吹，那齐王和平王还能合得来吗？两人继续聊了几句，那边宫女便已经派人来传唤了。一行人连忙赶过去祭祀。到了下午，早早的便回了行宫。深夜，都这么晚了，你还去吗？但是今日回来的马车中，有人给他塞了纸条，必然要去见秦王一面的。要去的，只是今夜要劳烦王爷替我遮掩了。林初夏已经换了一身方便行动的男装，用了陆凌寒的簪子扎紧了头发，便飞身出了门，躲开巡逻的侍卫，翻墙出了行宫。看林初夏离开，见陆七从外面进来，手中捧了一身衣服，而衣服的上面放着精致美丽的面具，蝴蝶展翅欲飞，彼岸花栩栩如生。林初夏出了行宫，到了约定的地方。我家主子在前面等你，跟我来。侍卫带着林初夏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远远地离开了行宫，才看到叶寒霜牵着2匹马在等着他。2匹马在小院子停下，叶寒霜直接便要进去。就这样闯进去吗？不然呢？来了呀！看到2个人进门，坐在正堂的男子缓缓地说道：叶楼主跑这么远来这里，如此大费周章，可是有什么指教？我不过是陪人来的，想跟王爷请教一些事情。哦。秦王的目光这才放在林初夏的身上。见过秦王殿下，是我有事情，想请秦王殿下解惑。好。秦王困惑，他更感兴趣的是叶寒霜，这位在京中耳目众多的百凤楼主到底是谁的人？我是林初夏，凌轩之女。我跟你认识？这凌家不是老四传上的吗？
当年幽州一战，有人泄露军情，延误救援，导致凌轩和其子凌月被战死，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安宁侯跟你可是有关系的吧？哼，我说你们没弄错吧？啊，泄露了军情，一旦幽州失守，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我充其量让安宁侯挣些军功，得些好处。安宁侯故意拖延援军到幽州，这件事情难道不是奉了你的命令吗？是我让他给凌轩点颜色看看的，不过他最多也就拖延几天，根本不敢让幽州失守的呀。那到底是谁泄露了军情？我怎么知道？当年凌家意气风发，得罪的人可不少，但是他们驻守在外，跟我们能有什么利害冲突？我说凌小姐，你不如想想，你父亲有什么仇人更妥当？哎，不过我倒是听过一个事情，或许对你们有帮助呢。什么事情？那凌轩离开京城的时候，跟父皇有过争吵，似乎与老三有关系。等凌轩走了之后，父皇在书房里发了好大的脾气。父亲是因为先皇后的事情被灭了口吗？这说不通啊！你不要胡说，若是皇上下手，为何不等回京之后呢？一旦幽州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凌小姐，你能先出去一下吗？我有话跟叶楼主说。凌初夏看了一眼陆凌寒，陆凌寒点点头，示意凌初夏出去一下。我离开京城的时候还提醒你要小心，没想到你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晋王和齐王争得如火如荼，忽略了你，没想到你早就好了。大哥是认出我来了。陆凌寒取下了面具，露出了真容。你没有刻意的隐瞒，否则的话又怎么会让我认出来？林若天若是知道一直想拉拢的人是你，哼，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当年之事真的跟你没有关系？你什么都不知道？秦王在朝中多年，陆凌寒不相信他一无所知。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困在这里，大哥有许多不甘心。如果当日送你的时候说的话，依然有效。待我成功之日，可以给你封地，让你做个富贵闲散的王爷，不必忧居在此。你身体虽然痊愈，但是朝中毫无根基，如何斗得过根深蒂固的晋王和齐王？老五也快跟着安贵妃回京了吧？大哥经营多年，不也折了吗？10年前，我母妃虽然极恨先皇后和你，却也不屑于对一个10岁的孩子痛下杀手。后来我母妃暗中调查，说与温贵妃和安贵妃有关系。至于6年前，我听我舅舅安宁侯说过，他是奉命拖延军情，宫中有人传信给他，让他这样做的。他本来以为是我，但是回京后我们见面，不知道是谁冒充了我的人去的。更让他疑惑的是，泄露军情的是凌家的人。凌家的人？哼，所以我一直都防着老四，毕竟凌家牢牢地站在老四的船上，若非有把柄，为何这么做？秦王一笑，仿佛在说着别人的事情。多谢大哥。我不指望你信守承诺，若有可能，请你照拂下我母妃。宫中的人都势利，如今我失势，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落井下石呢。大哥放心，我必然信守承诺。当年德妃娘娘对我虽然不曾照拂，却也不曾欺辱。
铭记于心。陆凌寒点头，秦王却是苦涩地笑了一下。自古天家最无情，不落井下石便已经是恩德了。我在朝中经营多年，如今虽然落魄了，但朝中还有一些能用的人。你中毒瘫痪之后，我母后心下疑惑，让人暗中调查，发现这毒来自南疆。我舅舅驻守南疆，你可以用。亲王心里下了一个决定。陆凌寒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见时候不早，便跟亲王告辞了。天色不早了，凌初夏等得有些心急。陆凌寒终于从屋里出来，凌初夏连忙问道：“他跟你说了什么？”时候不早了，边走边说，赶快回行宫。凌初夏顺利地回到了宫殿的时候，天都已经微微的亮了。王妃娘娘终于回来了，宫中派人来了旨意，让咱们收拾收拾回京呢。小姐到王府了，回去睡吧。白芷低声地对凌初夏说道。王爷似乎也累得很，一路都在睡。他见小姐睡得沉，就让我们守着马车，让您多睡会儿。陆凌寒做了什么？为什么也累成这样？昨夜难道不曾睡觉吗？凌初夏下了马车，陆凌寒看到他醒了，微微的一笑。既然起来了，去前厅见见林家老夫人吧。林家来做什么？闹事啊！你别忘了，林楚瑶昨日已经送来了发丧了，已经传信告知了林家。我陪你一道去吧。前厅内，林家老夫人和二夫人身边还带着李姨娘，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好大的架子呀！早就回来了，居然让我们在这里等这么久。二夫人不悦地开口。老夫人亦是面色不愉，当初那个父母双亡的孩子从来没有让他们放在眼里，哪里知道终日打雁，居然也有看走眼的一天。都是你害死我的女儿，你赔我女儿命来！神经病！你赔我女儿，你赔我女儿！什么事情？你还有脸问我什么事情？你为何害死初瑶？那可是你亲妹妹呀！再没有感情，那也是骨肉相连的亲姐妹呀！你说我害死林初瑶，可有证据？晋王妃、皇后娘娘都可以为我做主。她的死因，你不如好好的问问你自己，问问林初微，问问齐王。林初夏不相信林初瑶吃成那样，林家毫不知情。既然一开始就做了牺牲林初瑶的打算，这个时候又何必惺惺作态呢？旁人不知道你和初瑶的关系，只当你们姐妹情深，她是自己摔倒的。可是我们还不清楚你有多希望她死吗？你这个蛇蝎心肠的人，林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哼，林老夫人，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林初夏斜睨了二夫人一眼，冷声对林老夫人开口。林老夫人噎了一下，听林初夏继续说道：如果是来我这里乱咬的话，来人，送他们出去。你敢？我可是你亲祖母。我又有什么不敢的？当日我便跟你说清楚，从出来的那一刻起，我林初夏跟你们林家毫无关系。好啊，我要从林家家谱给你除名。真恨当年出生的时候就该让你去死。好啊，你也知道我是你的亲孙女儿，屡次对我痛下杀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仇人呢。我倒是想问问你，我父亲到底是不是你儿子，让你做的这样绝？死丫头，你父亲在天之灵，
也必然后悔生下你这样的女儿。凌初夏看着凌老夫人的样子，想起了凌初瑶告诉自己的最后一句话。那后面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父亲真的不是老夫人的儿子吗？凌初瑶之死分明就是府邸内斗所致，老夫人明知道一切，却对他见死不救。她是齐王侧妃，死了你不去找齐王，不去找齐王妃，偏偏来找我，真当我是软柿子捏吗？就是你推他的，楚瑶的事你都已经回府禀告过了，那些说辞分明就是为了偏袒你。来人，送客。作孽呀！王府的大门口，凌老夫人带着二夫人和哭的李姨娘大声的怒吼：凌初夏，你还我女儿，还我女儿！王妃，这……方管家有些同情地看了凌初夏一眼，不用管他们，让他们去闹。陆凌寒过来看了一眼凌初夏，听到外面的声音，心下想到凌家做的可真是绝呀。王爷。凌初夏看到陆凌寒，张口却不知道怎么说。这不是冲着你来的，怕是冲着我来的。凌初夏一怔，不解地看着陆凌寒。明日陆凌天会登门来跟我致谢，以显示他有贤王之德。而凌家死了女儿，伤心过度，才会来大闹平王府。平王妃傲纵心虚，赶祖母出府，这可是京中一大趣闻。都是我连累了王爷。凌初夏愧疚地开口。陆凌寒对他帮助颇多，可是自己却一直在给平王府惹麻烦。我会尽快解决的。跟你无关，是陆凌天对我有怀疑，觉得我是装的，而父皇对他也心有疑惑，觉得他是针对我。明日他登门致歉，也是做给父皇看的。至于林家，我有一点不明白，这样对林家有什么好处？林家自然是为了宠爱啊，他们对一个庶女之死都不惜得罪平王府，可见从前苛刻你那些事情，都是你嫉妒二房得了你父亲的一切才做出来的。凌初夏听陆凌寒这样分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好了，我们去吃晚膳吧，该干嘛干嘛。明日陆凌天来了，自然就好了。陆凌寒微微的一笑，陆凌天这一步棋下的，可真是让他们平王府有苦难言呢。那陆凌天到底知不知道是林琼楼下的手？知道又如何？他们一早就打算牺牲凌初瑶，林琼楼充其量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若非被你逃脱，他们也是乐见其成，不会深究。陆凌寒对这个结果丝毫不意外，凌初夏却沉默了一下。前世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对自己的，为了无上的利益，没有什么不能牺牲的。你只是站的角度不同，所以才会觉得困惑。林家现在官位低了那么多，想要驳回圣心，在齐王这条船上更牢固，自然要洗清楚从前的名声。多谢王爷指教，我对这些太不了解了。这一局是我们输了，但是这只是名声罢了，没有触动实际利益，何必挂在心上？去吃饭睡觉，明天还有硬仗要打的。昨日凌初瑶跟我说了一句话，但是没有说完，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想请王爷解惑。他说林家老夫人之所以如此待我，就因为我父亲不是后面却没有了。不是林老夫人的亲生儿子？陆凌寒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想法，我第一个想法也是这个。但是如果我父亲不是林老夫人所生，
他怎么会让我父亲继承林家？就算是我祖父插手，也不该一点作为都没有。而且从前他虽然偏心，但是对我父亲却还是不错的。林老夫人的旧事，那可真的是陈年往事了，要仔细查查才会知道。你想想啊，林家旧人都去了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人在世？我帮你查查林家老夫人母家那边。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凌初瑶那一刻或许真的是想要告诉他什么。凌初夏有一种预感，若是这个秘密解开了，凌家如此对他的事情，便所有的都能有个解释了。饭后，凌家的人依然在门口闹腾，可是凌初夏和陆凌寒都该干嘛干嘛，丝毫没有放在心上。王妃，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越说越难听。别理他们，好好休息，明日再对付他们，今日就让他们闹。冷一晚上，明天闹起来，效果才会更好，不是？翌日一早，平王府门口看热闹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毕竟这凌家可是门口闹腾了一晚上，周边的人早就遣了下人过来，打听得一清二楚了。平王府的大门一开，在门口折腾了一晚上的凌家对视了一眼，有些不解地看过去。出来的是凌初夏。只见凌初夏一身素衣，头上也没有任何的首饰，面色苍白地从里面出来。祖母、阿婶，你们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我说了，真的跟我没关系。凌初夏一出来就哭得伤心欲绝地跪在地上，仿佛真的受了天大的委屈。初瑶妹妹是自己摔倒的，齐王爷在场，均可以作证。我知道祖母厌恶我，但是你不能为了凌初薇就要我去死啊！我知道你想送初薇进王府，看初瑶不顺眼，想除掉她，但是这脏水也不能往我身上泼呀！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凌家老夫人眉头紧锁。孙女念您是长辈，不忍反驳。若非如此，早就拉着您去找皇后娘娘做主了。求老夫人放过我家小姐吧，在府中的时候，我们吃穿用度都是自己的，老夫人说不会给我们一丝照拂。如今小姐已经是王妃，却还要被一个庶女欺负，老夫人不做主便罢了，这脏水怎么能往小姐身上泼呢？你可不要乱说，赶紧起来。凌家苛待王妃，从前我们院子里的吃穿用度都是我们自己对外采买的，不信可以去问问，我没有胡说。白芷的声音很大，大声地嚷嚷，让凌老夫人心头闪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齐王来了，齐王可以作证的。这是怎么回事？齐王殿下给我作证，这凌家不去看刚出生的孩子，反而非要说我害死了凌初瑶。不知道凌初瑶的事情，王爷查清楚了没有？凌初夏立刻收起了眼泪，堵在了门口，不让陆凌天进门。三嫂，这是什么意思？陆凌天看着凌初夏那一双漂亮的眼睛，觉得自己的计谋像被看穿了一样。就在这里说清楚，不然这凌家就闹着不肯走。这凌家可是口口声声说是我害死了凌初瑶，推了他，可是谁不知道是因为他的鞋子被人动了手脚，不去齐王府闹，反而跑到我这里，王爷不觉得奇怪吗？老夫人，你们先回去，这事情真的跟他没有关系。陆凌天听着这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本来以为平王府闭门不出，他进去解释，外人又不知晓，哪里知道凌初夏竟然如此豁出去，一点体面都没有。果然是没有家教的，长在乡野之地，京中高门如凌家这样的不要脸的可是极少的。可是这样野蛮生长的女子，
却明艳的让人移不开视线。陆凌天不禁想，若是她是齐王妃，她会不会也这样豁出去维护自己和齐王府的脸面？你！凌老夫人看着凌初夏，眼中仿佛淬了毒一样。陆凌天将凌家拉到了一旁，交代了几句，便打发走了凌家。事情因我而起，不能连累了王府的名声。凌初夏看了一眼陆凌天，跟陆凌寒说了几句，便回了后院。多谢四弟来解围，可还有什么事情？三哥这是不愿意理我了。我知道因为林家的事情让三哥误会了许多，我保证林家以后不敢在上门闹了。哦。陆凌寒微微的一笑，似笑非笑的看着陆凌天。我已经奏明父皇，那林家二小姐进门照顾儿子，毕竟是我第一个儿子，虽然不是嫡子，但是也是父皇第一个孙子，不能疏忽了。这样也能让林家安静下来。我倒是想要恭喜四弟，京城双珠双双进门，享其人之福，可不是人人都有的。看陆凌寒如此冷淡，陆凌天知道他已经看穿了一切，微微的一笑。三哥若是身体康健，必然视我为头号大敌。希望你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是自然。陆凌寒懒得和他虚与委蛇，怕他去父皇面前乱说话，他才不会在这个时候揭破陆凌天呢。那我就先告辞了。凌家闹的这一出，在京中只是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浪花。众说纷纭，王府内倒是一片安静。哼，真好意思送过来，这做派真让人恶心。看着门房送过来的请帖，白纸看清楚上面的字，恨不能将东西给扔了。凌初薇一个侧妃入府，还要举行仪式，林琼楼想必比你更生气呢。那小姐，咱们要去吗？去什么去？这凌初瑶才死了几天，就迫不及待的进门，哼，吃相真是难看。那这帖子我拿去扔掉。晴空这些日子也看出来了，这位新王妃看似温文尔雅，实则心里有数。去准备2份厚礼，送去齐王府和凌家。齐王侧妃刚刚去世，我这做姐姐的要聊表心意。想到凌初薇看到这份礼要气成什么样子，白芷想想就开心，立刻领命下去备礼。这凌家着实过分了，奴婢不明白，哪怕是今日的凌家，这二小姐选个好亲事还是不成问题的，为何要去给齐王做侧妃？人家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皇子妃，甚至希望更进一步。凌家怎么了？这个时辰还不换衣服？娘，这算什么？没有婚宴，没有喜事，什么都没有，连嫁衣都是粉色的。妾室不能穿正红。林琼楼以侧妃刚过世为由，连宴席都不给举办，只在凌家请了亲朋，一顶小轿子从侧门入王府。娘知道你委屈，但事已至此。二夫人自然是心疼自家女儿，世上的女子哪个不期盼着明媒正娶，凤冠霞帔？但偏偏……我知道，我就是觉得委屈。二夫人安慰了许久，这才看着凌初薇换好了衣裳。王爷对你比对齐王妃更多了几分自幼相识的情分，这他是争不过你的。那孩子你愿意照顾了就照顾照顾，不愿意了交给奶娘便是。在自己没有儿子之前，这便是你最大的依仗。老夫人进门的时候，看
看到凌初微已经收拾妥当，便不由得嘱咐道：“祖母放心，这个孙女知道的。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别担心。以你的聪慧，灵球楼不是对手。你最应该小心的是宫里的那位。”孙女知道。凌初微看着镜子中美丽的少女，眼中更多了几分野心。只要牢牢抓住了陆凌天的心，温贵妃在宫中又能做得了什么？凌初夏回来了吗？今日是凌家的喜事，作为身份最高的平王妃，若是能够回来撑一下场面，前些日子的谣言也能不攻自破。看到老夫人和二夫人的眼神，凌初微心下有了打算，微微的一笑。宁家姐妹3人嫁给兄弟2个，本来外面就说咱们趋炎附势，如今让父亲安静低调些日子，等日后得势了自然就好了。你哥哥也是这样说的，有你们兄妹在，这还怕没有东山再起的那一日吗？老夫人安慰地开口，看着凌初微眉眼俱是自信之色。皇上就这几个儿子，凌家从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看着凌初微的花轿抬出了凌家，怎么了？舍不得？她到底是我亲妹妹啊。凌月锦的脸上少了几分故作潇洒的风流之态，更多了几分沉稳。咱们就是砧板上的肉，任人鱼肉，不是咱们不想嫁就不嫁的。齐王将他们牢牢地绑在他这条船上，万一船翻了……凌月锦几乎不敢去想，在所有人的眼中，凌家都是4皇子党，这也是皇上为何宁可用徐峰，都不愿意用凌家最主要的地方。老夫人神秘的一笑，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一顶小轿子远去。这都是命，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你以为咱们给初微再找个人嫁，她肯嫁？凌初微早已经养得心高气傲了，就是寻常勋贵她都不肯。凌月锦深知这一点，微微的闭上眼睛，回头去应付满堂的宾客去了。如今齐王府可热闹得很，这正侧2位妃子都出身高贵，斗得不亦乐乎。徐峰回到京城，见到凌初夏，不由得感叹：徐叔父找我，可是有了什么线索？我找到了一个曾经在你哥哥身边的小将，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哦？他是你哥哥的亲随，我调查过了，十分信得过。你哥哥去幽州前，在调查平王中毒的事情。